成为洛杉矶快船老板没3分钟，你就在选秀大会上放弃状元大热布雷克·格里芬，转而截胡斯蒂芬·库里，抢下詹姆斯·哈登，还发誓要在2年内统治如今的 NBA。各队总经理都嘲笑你是个傻波一，美国洋溢更是怒喷你对篮球的了解仅限于商务 KTV。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其实是个重生者，不是格里芬不够强，只是开了天眼的你知道哈库组合实在像。此时正是2009年 NBA 选秀日当天，手握状元签的快船队毫无疑问是全场的焦点。要知道，今年的乐透区里可坐着一头飞天魔兽布雷克·格里芬，所有人都觉得布雷克·格里芬绝对是快船重建的最佳基石。可刚花了58亿美刀拿下快船的你，却压根不这么认为。你随手翻了翻新总经理鲍勃·迈尔斯的球探报告，一张酷似某位彝族女歌手的熟悉面孔，让你瞬间眼前一亮。迈尔斯，你觉得詹姆斯怎么样？迈尔斯直接懵了，倒不是说他答不上来，而是不明白你为啥会看上詹姆斯·哈登。唐，我得提醒您一句，我们队里已经有埃里克·戈登了。你点了点头，没吭声，心想自己是开了天眼。可迈尔斯没有啊，圆脸登虽然也叫登哥，可跟未来的大胡子比起来，那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要是计划顺利，直接把哈登和库里扶正打首发后场，再随便配几个靠谱的锋线和能吃饼的中锋，这阵容2年后就能冲冠军了。试问天下，谁能顶得住库里加哈登这种神仙后场组合的火力啊？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有什么法子能把库里和哈登俩人都搞到手呢？你仔细回忆着09年选秀的种种细节，嘴角突然一咧。或许可以找森林狼队送波温暖。想到这儿，你喜笑颜开地挽着今日女伴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大步走进了麦迪逊广场花园。而你身后的鲍勃·迈尔斯却是一脸的凝重。此刻的球馆里早就挤满了各队的老板经理，还有那些翘首以盼的新秀们。突然，你像发现了猎物一样，眼神瞬间锐利起来。你快步走到一个中年白人面前，微笑着伸出手：“嗨，克莱顿·本内特先生，我叫唐龙，幸会。”哇，真不敢相信，快船的新老板竟然这么年轻。过奖，本内特先生，不知能否跟您聊2句？哦，当然可以。我很好奇，你们今年可是状元签，打算选谁呀？哦，毫无疑问，当然是飞天魔兽布雷克·格里芬了。没错，如果是我也会这么选。不过嘛，你们雷霆队似乎比我们更需要他吧？哦，哈哈哈，这么说你是想跟我们做交易？要是我没记错，您可是地道的俄克拉荷马人。没错，我确实是土生土长的俄克拉荷马人。所以嘛，本内特先生，你比我更需要格里芬。布雷克·格里芬可是俄克拉荷马州本地人，还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头号球星，他就是整个州的骄傲。更何况现在的雷霆队外线有杜兰特和威少，就缺一个强力内线。要是能得到格里芬，那阵容可就完美了。只可惜啊，他们手气太差，只抽到了一个探花签。雷霆队之前不是没联系过快船，结果直接被迈尔斯的狮子大开口给吓跑了。当然了，喊出拿杜兰特来换这种条件，也是你特意吩咐迈尔斯去干的。听到这话，本内特立马急了。我先声明了，凯文绝对是我们的非卖品。那当然，我想要的是你们雷霆队的3号签、25号签，还有11年的首轮签。我的天，唐，你怕是疯了吧？3个首轮换你1个状元签，其中还有1个探花。抱歉，没得谈了。本内特黑着脸转身就想走，可就在这时，一个18、19岁的小年轻突然冒了出来，拦住了本内特。父亲，我们必须拿下格里芬。本内特看着自家儿子鲁迪，原本坚定的心又开始动摇了。鲁迪可是格里芬的大学校友，2个月来天天在他耳边念叨，说格里芬是雷霆绝对不能错过的天才。看着儿子那急切的眼神，本内特一咬牙开出了价码：3号签加上今年的25号签，还有今年的4轮签。这不就是拿你们今年的3个签换我1个状元签吗？这点筹码可不够看。鲁迪，你也瞧见了，我已经尽力了，总不能为了格里芬把雷霆的未来都搭进去。等等，本内特先生，如果你是担心这个，咱们可以换一种筹码。你想怎么换？我出今年的1号签，换你们的3号签和25号签，外加塞尔吉伊巴卡的签约权。你简直是痴人说梦，我怎么可能？别着急嘛，本内特先生，我还可以再送你1个明年的首轮互换权。克莱顿·本内特犹豫了片刻，立马把他们的总经理山姆·普莱斯蒂叫了过来。2人嘀咕了一阵后，普莱斯蒂开了口：“唐龙先生，我们还需要1个2010年的次轮选秀权。”成交普莱斯蒂先生，反正你也知道10年的次轮签选不到什么好货色，你现在就是要给自己立一个冤大头的人设，只有这样才有机会从其他球队手里骗来一个能选到库里的乐透签。本来今天选秀日的头条应该是森林狼换来奇才的5号签，手握5号、6号2个乐透签，可你跟雷霆这笔交易一官宣，热度瞬间就爆了。这笔交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快船亏到姥姥家了，居然拿状元签去换个探花签，更何况今年的状元还是那个天赋异禀的格里芬。快船和雷霆的交易一公布，各路大佬当场就发表了锐评。马刺主帅波波维奇直接放话：是的，我很庆幸唐龙买的不是我们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湖人总裁杰里巴斯更是阴阳怪气，洛杉矶还真不愧是天使之城啊！人称美国洋溢的史蒂芬·史密斯更是连喊3声哇哦！哇哦哇哦哇哦！我敢说，快船的新老板绝对是个球王，那可是格里芬啊！今年甚至近几年最强的内线，居然还送个无保护的互换权。就快船这阵容，明年妥妥的又是一个乐透签，疯了！这绝对是疯了！状元签加一个未来的乐透签，就换来1个3号签和2个首轮末的签，甚至还倒贴1个次轮。我真不知道普莱斯蒂是怎么忽悠的。
但这次交易，雷霆简直就是勉强了。他说的这些你当然门儿清，你这么干，纯粹就是演戏给森林狼队看的。就在这时，满头银发的大卫斯特恩走上台，微笑着念出了雷霆的选择。2009年 NBA 选秀大会第1顺位，俄克拉荷马雷霆队选择了布雷克·格里芬。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念到，格里芬仰天长啸，能为家乡球队效力，他简直乐开了花。第2顺位，孟菲斯灰熊队毫无悬念地摘下了塔比特。紧接着，斯特恩老爷子的声音再次响起。2009年 NBA 选秀大会第3顺位，洛杉矶快船队选择了詹姆斯·哈登。现场轰的一声，直接炸了锅。他们放弃格里芬，就是为了选亚利桑那大学这个小胖子。我还以为他们会选卢比奥或者埃文斯，哪怕是库里也行啊。看着选秀现场这片哗然，你只是微微一笑，因为你知道，森林狼总经理大卫·卡恩已经上钩了。该死的快船！大卫·卡恩低声咒骂了一句：“哈登本来可是他看中的人。自从07年送走加内特，森林狼就一直在重建。他们内线有埃尔杰弗森和勒夫，现在急需2个有潜力的后卫，这才交易来了今年的5号签，而他们的6号签正好可以在乔尼·弗林和斯蒂芬·库里之间2选1。可他做梦都没想到，快船竟然截胡了哈登，反倒把卢比奥留给了他。这下子，大卫·卡恩是既幸福又烦恼。卢比奥是肯定要选的，那这第6顺位该给谁呢？要是按照历史的轨迹，他们会挑中乔尼·弗林，然后眼睁睁看着斯蒂芬·库里被金州勇士捡走。就在大卫·卡恩抓耳挠腮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嗨，大卫，我是唐龙，有没有兴趣聊笔交易？唐，你才刚抢走我看上的人，现在还想跟我做交易，想都别想！听到这话，你只是笑了笑。这家伙嘴上说不要，心里恐怕早就盘算着怎么狠宰我一笔。我知道你们缺外线球员，尤其是2号位。想拿詹姆斯·哈登跟我换？呵呵，你的算盘打错了，我大可以用5号签拿下卢比奥，再用6号签选库里，让他去打2号位。哈哈哈！斯蒂芬·库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呵呵，就他那小身板，打1号位都费劲。你是想让森林狼的后场防线跟纸糊的一样吗？哼，那也比那个脚步比我奶奶还慢的哈登强。不，哈登的运球技术可是顶级的，而且你们缺的不是库里，你们需要的是一个纯正的2号位。你这话一出，电话那头的大卫·卡恩沉默了。他确实不太看好库里，那瘦弱的身板真不一定能扛得住 NBA 级别的对抗。打法像2号位，可裸足身高才188公分，跟那个在国际赛场上闪耀的西班牙金童卢比奥一比，浑身是缺点的库里确实不够看。虽然卢比奥跟巴塞罗那还有合同在身，没法立刻登陆 NBA， 但森林狼队也绝不可能放过卢比奥。更何况库里压根就没来参加过森林狼的试训，所以选卢比奥那是众望所归，而选库里那跟赌博没什么两样。内心挣扎了一番后，大卫·卡恩终于开口了：“你想要6号签？”没错，我知道你们森林狼肯定不需要2个空位。不，就算不选库里，我也会在第5顺位选卢比奥，然后在第6顺位拿下德罗赞。你确定吗？德罗赞就一定比埃里克更适合森林狼？什么？大卫·卡恩听到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埃里克·戈登，08年的7号秀，上赛季场均16分，命中率4成5，三分命中率接近3成9，还拿过队史新秀最高的41分，入选了最佳新秀2阵。跟德罗赞比，圆脸登哥的射程更远，防守脚步也更快。最关键的是，人家已经在 NBA 证明过自己了。你为什么要放弃戈登？大卫·卡恩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反问了一句：“跟戈登比起来，我更看好哈登。”电话那头，大卫·卡恩点了点头，似乎一下子就想通了。闹了半天，这个唐龙之前用状元换探花就是为了哈登，结果选完才发现跟队内核心位置重叠了，这才急着交易戈登，真是个毛头小子。选人全凭自己喜好。又是一阵心理斗争后，大卫·卡恩终于松口了：6号签换埃里克·戈登可以，但筹码还得再加点。我还想再出一个球员，坎比还是卡曼？不行，我们的内线已经够挤了。不，我说的是拜伦·戴维斯，你懂的。我准备重建快船了。拜伦·戴维斯，我承认他是个不错的明星球员。可他上赛季表现一般，而且还背着4年的大合同呢。不是3年，最后1年是球队选项。你们既然要选卢比奥，正好需要一个合格的首发控卫带一带。上赛季他场均可是7.7个助攻。你想要什么？先说好，埃尔杰弗森、凯文·勒福和科里布鲁尔都是非卖品。我想要选秀权，就拿2011年的首轮，外加2012年的首轮互换权，顺便为了配平薪资，伊坦·托马斯和桑盖拉的垃圾合同，连带着鲍比·布朗我都收了。毕竟按照 NBA 的规矩，一支球队可不能连续交易2年的首轮签，所以只能用09年的6号签搭上2011年的首轮，再加个2012年的首轮互换。大卫·卡恩心里一盘算，就一个未来的首轮换个明星控卫，这买卖简直血赚。更何况之前为了搞到5号签，森林狼可是硬吞了奇才队托马斯和桑盖拉那俩大合同。现在快船居然愿意当接盘侠，他巴不得赶紧把这烫手山芋扔出去。至于那个鲍比·布朗、板凳末端的饮水机管理员，谁在乎他？你心里可一点不慌，就算这几个人砸手里也无所谓。托马斯就1年合同，明年夏天正好给快船腾空间。那个桑戴拉嘛，虽然合同有2年，但也就是个不到500万的中产合同而已。至于鲍比·布朗，1年74万的合同，说他是天头都算看得起他了。行，不过你得把史蒂夫·诺瓦克的续约权也给我。你咧嘴一笑，干脆利落，成交。诺瓦克的合同早就到期了，现在就是个受限制自由球员，你压根就没想续约他。谁能想到这还能派上用场？根据你上一世的记忆。
以拜伦戴维斯在快船的表现是1年不如1年，2年后就被球队给甩卖了。最关键的是，有他这个老大哥在，库里和哈登的成长空间肯定要被挤压，所以现在就是交易拜伦戴维斯的最佳时机，再晚点出手可就不值钱了。这笔交易算下来，是用戈登加拜伦戴维斯换来了库里和一个首轮签，再加一个首轮互换。眼下看可能有点小亏，但放长远了看，快船绝对是血赚。大卫斯特恩的声音再度回荡。2009年 NBA 选秀大会第5顺位，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选择是里奇·卢比奥。跟卢比奥拍完照，一封新的信封递到了大卫斯特恩手上。大卫斯特恩冲着台下的新秀们又是一笑，随即拆开信封。2009年 NBA 选秀大会第6顺位，洛杉矶快船队选择的是斯蒂芬·库里。库里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念叨，明显愣了一下，但很快就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他跟家人紧紧拥抱，然后戴上印着快船队标志的帽子，大步走上了台。可就在这时，麦迪逊广场花园嘘声震天，法克快船的怒骂声简直要把屋顶给掀了。尼克斯的球迷们彻底炸了，该死，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库里！可恶的黄皮就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要知道，之前库里和尼克斯队那可是郎有情妾有意啊。选秀试训的时候，库里更是推掉了所有球队的邀请，只为尼克斯队试训过。结果你倒好，半路杀出来把库里给截胡了。史密斯这个铁杆尼克斯球迷看到这一幕直接就开喷了。快船队是疯了吗？他们已经有哈登了，为什么还要选库里？见鬼！巴克利也跟着开炮，这选择太蠢了，库里瘦得跟竹竿似的，根本混不了 NBA， 他连 WNBA 的坎迪斯帕克都顶不动。大卫卡恩气得啐了一口，这个混蛋小子，嘴上说别选库里，结果转头自己就给截了。波波维奇摇了摇头，要是我，绝对不会选斯蒂芬·库里当重建核心，他恐怕连 NBA 的3分线都适应不了。就在全世界都不看好快船的选择时，你却兴奋的一把搂过克里斯汀，狠狠亲了一口。旁边的迈尔斯直接看傻了，他完全搞不懂你的操作，放着格里芬不要，选了个小胖子分位，又选了个位置模糊的小瘦子，怎么还这么兴奋？鲍勃，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什么？迈尔斯还是一脸茫然，你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满脸都是雄心壮志。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王朝。你绝对有信心，靠着库里哈登这对后场双子星，至少可以赢得3座总冠军奖杯。另外一边，勇士队的经理老尼尔森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原本是打算用7号签截胡库里的，拥有今年8号签的是尼克斯队，他们此前也承诺过库里，只要库里不被选走，尼克斯肯定会选他。所以在这之前，老尼尔森已经做好了截胡库里的打算。没想到的是，你竟然抢先一步截胡了库里。你看着不远处的老尼尔森冲着他微笑致意，老尼尔森也隔空看着你苦笑着摇了摇头。接下来的第7顺位，金州勇士队选择了乔丹希尔，他们有蒙塔爱丽丝和斯蒂芬杰克逊，对于其他后场球员不是很感兴趣。尼克斯队就惨了，他们先是库里被截胡，接着第2选择乔丹希尔也被勇士队选走。无奈之下，尼克斯队选择了乔尼弗林，神奇，不愧是尼克斯。接下来的顺位和前世一样，猛龙德罗赞、雄鹿詹宁斯。到了首轮第25顺位，这个签现在是属于快船队的，你毫不犹豫地选了泰吉布森这个防守悍将。选秀大会还没结束，你就先带着克里斯汀离开了，你可不想一会儿被尼克斯的球迷堵在安全通道中。迈尔斯追了出来，一脸严肃地说道：唐，虽说球队是你的，但我必须要说，你今天做的这些决定十分不理智。我知道你不理解，不过你放心，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准备5天后开启的自由市场。至于我为什么选库里和哈登，等到夏季联赛开始，你自然就会明白了。好的。迈尔斯看到你自信的样子，只好把心中的疑虑咽回肚子里。这么说，自由交易市场你也已经有了计划了？那是自然。你仍旧一脸自信，搂着克里斯汀的腰钻进了自己的迈凯伦里。拜拜，鲍勃，我要去练球了。选秀结束后，快船队很快与本届4名新秀库里、哈登、伊巴卡以及吉布森达成了签约意向。你直接出钱买断了伊巴卡在欧洲的合同，顺利与他签约。接下来你就准备在交易市场上大展一番拳脚了。在此之前，你决定亲自挂帅快船队主教练一职。而就在你宣布自己出任快船队主教练后，各路媒体又炸锅了。史密斯摇头道：我猜不透这年轻人的真心思，但我清楚今年快船队已直奔状元签而去。巴克利放出狠话：上次让我栽在赌约上的黄种人是姚明，但这次我绝不认输。我赌快船队本赛季最多20胜，不然我就去亲驴子的乾坤袋。中国史密斯也发微博说：我看到的只是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年轻人，或许我们该给他点包容和鼓励。你瞅见这些言论，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一帮沙雕。对于打造冠军阵容，你有自己的心得，简单讲就是啥锅炒啥菜。舰队基石是科比，那就配个明星内线就行；舰队基石是字母哥，那就直接1星4射玩起来；舰队基石是勒布朗詹姆斯，那就给他俩全明星级队友。但现在快船队的基石是库里，事情就简单多了，只需找防守靠谱，能在对手夹击库里时把球投进篮筐的家伙就成。比起其他基石，库里最不挑队友，只要能力过得去就够。那些篮球评论员引经据典叨叨半天，全是废话，真相就这么直白。像史蒂夫科尔那套传切体系，听着牛气哄哄，可没了库里，这体系根本转不动。前世勇士成功，不是科尔执教多神，也不是格林在弧顶传球多准，所有成功全靠库里那逆天投射本事。科尔要真牛，会让格林连卧底2场还打满全场。
没库里，啥都不是。你吐完槽后，便开始盘点起队里现有球员来。其余7人的薪金情况是：兰多夫1600万，卡曼1040万，坎比765万，托马斯735万，桑盖拉453万，里基戴维斯248万，埃尔索顿190万，总薪金高达6027万。而2009-2010赛季 NBA 的工资帽只有5770万，奢侈税线是6992万。眼下这局面，只要新秀们一签约，薪资就直接爆了工资帽。最靠谱的路子就是甩掉兰多夫这笔大合同，不然操作空间真的一点都没有。你清楚，兰多夫是个有实力的家伙，毕竟后来成了熊王，灰熊队甚至为他退役了50号球衣。但可惜，快船队用不上他，他的防守烂到没法说，简直是场灾难。这明显不符你对内线球员的标准，你要的是协防牛逼、护框靠谱的类型。兰多夫这2点全挂零，更别提他那刺头脾气，对你这20出头的年轻教练肯定不服管。嗨，你好。我是洛杉矶快船队的汤龙。这次通话就3分钟，结果跟你想的一样，灰熊队超乐意接扎克兰多夫这大合同。最终快船送出扎克兰多夫，换来昆廷理查德森外加一个665万交易特例。与此同时，快船队的薪金总额直降到5362万。昆廷理查德森外号阿 Q， 这摇摆人最出彩的回忆就是在炮轰太阳队，场均2.9个3分摘下当年3分王，然后季后赛拉胯就被打包交易。在前世，阿 Q 这回被交易到快船后，很快就又被甩到森林狼，但你不打算重蹈覆辙，因为阿 Q 现在3分准头还行，防守也勉强及格，正好对得上你对锋线的期待。更棒的是，他合同只剩1年，明年夏天能腾出近1000万空间。敲定灰熊交易后，你接到雷霆总经理普莱斯蒂的电话。唐，先前选秀权交易，咱们合作愉快啊！你微微一笑，心道这家伙准是盯上我队里谁了。直说吧，你看中谁了？哈哈哈，我超欣赏你这直爽劲。唐，那我就不拐弯了，我想要中锋伊坦托马斯，你开价吧。肖恩利文斯顿。我急需薪金空间，成交。普莱斯蒂零犹豫，雷霆薪金空间多的是，帮快船清理垃圾就能换个经验内线，这买卖超值。至于利文斯顿，纯天头。肖恩·利文斯顿，昔日高中天才，后来勇士夺冠功臣，那场差点毁他生涯的伤病后，他成了联盟浪子。眼下的他正值生涯低谷，没人觉得他能东山再起，在 NBA 杀出重围。但你信，因为这事儿真在历史上发生过。交易尘埃落定，雷霆拿下伊坦·托马斯，快船收获利文斯顿和一个705万交易特例。下一个被打包的是马库斯·坎比，这位前 DPO 上赛季还能场均10.3分、11.1板，但你太了解他了，他的防守压根配不上 DPO， 单防扛不住力量或脚步中锋，协防的对方撞上来才动，还特爱吃谎。对这种假防守内线，你绝不留用，他的价值就是换回快船最想要的筹码。这次交易对象是休斯顿火箭队，那位鼎鼎大名的姓狗白胖子打电话来，抛出想换马库斯·坎比的念头。因为姚明伤了，穆托姆博退役，火箭内线已空虚的慌。要是搞不到真中锋，下赛季火箭队的内线首发恐怕就得靠路易斯·斯科拉和查克·海耶斯硬扛了。这次谈判超顺利，火箭队用罗恩·阿泰斯特先签后换加凯尔·洛瑞，从快船队换走马库斯·坎比，同时快船从火箭那里捞到一个11年首轮互换权。凯尔·洛瑞未来的总冠军主力控卫，不过现在他还只是个小替补，场均20分钟上场，能刷7.6分加2板3.5助，勉强算个靠谱轮换。罗恩·阿泰斯特现在还不叫瓷视频，因为有巴蒂尔在，火箭已经打算不续他了。不过你清楚，阿泰斯特邮箱里还有货，原本的09-10赛季，他可是帮湖人2连冠的大腿。阿泰斯特的合同起薪630万，年涨4.5%，4年总2700万大单，第4年球员选项但只部分保障，所以火箭队就靠凯尔·洛瑞加个首轮互换权，换到快船场均2双的明星中锋。在白人小胖子眼里，11年火箭战绩肯定碾压鱼腩快船，倒是快船首轮互换权屁用没有，这买卖火箭稳赚不赔。你当然懂白人小胖子的算盘，按理说他判断没错，毕竟上市快船10-11赛季西部倒3，火箭差点杀进季后赛，白人小胖子只扔个合格轮换就换回明星中锋，这不是血赚到吐血是什么？可白人小胖子哪知道，凯尔·洛瑞后来可是冠军控卫的潜力炸弹。至于马库斯·坎比，他很快就会露馅了。更带劲的是，11年首轮互换，现在看着像废纸，但2年后这玩意儿说不定能搅翻联盟格局。哼，你以为你赚翻了，老子坑的就是你。这一世，我唐龙要亲手砸烂你这小胖子的经理饭碗。你最后一笔交易是捡勇士甩卖的古马尔克劳福德，这日后最佳第6人，上赛季场均19.7分、4.4助、3.3板，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不讨老尼尔森欢心。你直接打包达柳斯、桑盖拉、里基戴维斯和鲍比布朗，从勇士换来克劳福德。克劳福德的到来能猛踢快船板凳火力输出。7天后，自由签约大战开打，你盯上的大鱼是米神米尔萨普，这未来全明星，28秒11分神迹缔造者。虽说他现在名气身价暂不如同届拉马库斯、阿尔德里奇和布兰登罗伊，但放眼今后10年，米尔萨普绝对是今夏自由市场最大飞鱼。你毫不含糊，大手一挥，甩出5年4500万报价。爵士总经理奥康纳直接猛圈，这报价超他底线太多，只好咬牙把他放走。于是米尔萨普顺利加盟洛杉矶快船，成为总冠军拼图关键一环。随着阿泰斯特和米尔萨普2锋线大将投奔，总冠军阵容初具雏形。夏季联赛还没开打，快船队就雷霆万钧般搞定阵容搭建。中锋克里斯卡曼1040万，中锋德安德鲁乔丹74万，大前锋保罗米尔萨普800万，大前锋塞尔吉伊巴卡112万，大前锋泰吉布森100
108万，小前锋罗恩·阿泰斯特630万，小前锋埃尔索顿190万，锋卫摇摆人昆廷·理查德森935万，锋卫摇摆人肖恩·利文斯顿30万，得分后卫布马尔克·劳福德936万，得分后卫詹姆斯·哈登405万，控球后卫凯尔·洛瑞203万，以及舰队基石斯蒂芬·库里297万，13人总薪金5760万，离5770万工资帽就差一步之遥。除此之外，快船队还握着灰熊交易的665万特例，以及雷霆交易的705万特例，补强空间超级充足，完全不用操心。只要没啥意外，让库里、哈登这些新秀稳稳成长2年，快船准能成总冠军头号热门。7月12日，快船队迎来夏季联赛首战，对手正是同城洛杉矶湖人队。因为你抢了阿泰斯特，湖人今夏只需阿里扎，没捞到任何补强。说这么多，主因是夏季联赛观众袭来了位大佬科比布莱恩特，你最爱的球员之一。瞧着眼前活生生的科比就坐不远处，你心里感慨万千。也许前世的科比也像你一样，穿越到平行时空，在那他仍是那好胜斗士，正书写另一段传奇。唐，我认识你，就是你从我们这儿抢走罗恩。不，科比从头到尾罗恩就是选了我们而已。你咋办到的？米奇库普切克本以为稳拿他，结果你抢先一步。简单，我只问罗恩一个问题。啥问题？科比兴致勃勃地问：你不想亲手干翻科比夺冠吗？你说完，一脸认真盯着他。科比一愣，随即咧嘴一笑，拍拍你肩膀，哈哈大笑。有意思，你真有意思，比大姚还逗。就2句话，他爱上你这小子了。唐，今年选秀大会你闹出不少动静啊。我信自己的眼光，就如韦斯特先生信你一样。科比又愣住，他今日成就，却因当年杰里维斯特慧眼识珠。你超看好那俩小子吗？这俩未来啥样我还摸不准，但从他们身上看到你的影子。哈哈哈，你这话我听过不知多少回了。他们俩跟别人不一样。这样唐，今天咱们赌一把，赌这俩小子总得分多少？没问题，但赌啥呢？你输了。今晚你请2队所有人嗨一晚。简单，你输了得答应我，集训前这俩小子训练任务归你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最终，你们以库里、哈登和砍45分为赌注，开启这场赌局。修，你吹口哨喊道：斯蒂芬，詹姆斯！库里、哈登赶紧转身看你，你不说话，笑着在脖子前比划割喉动作。俩青涩未来星皱眉，看看身边科比，瞬间懂了，点点头。比赛哨响，伊巴卡嗖的窜起，直接拍球给库里。库里稳稳运球过半场，湖人准备防守时，库里刚过中圈突然收球，他干啥？现场观众都懵了。科比见库里收球动作，眉头一皱，察觉不对。他要投。科比话没说完，库里已出手，球空中划出完美弧线，清脆入网，篮球空心命中，现场被库里超远3分炸锅。哇，那真是投篮吗？不可思议，这哪是人操作，肯定开挂了。NBA 几十年，这种风格球员头一遭，老派教练估计当场就换下他吧。有点意思。快船防守端代表湖人的亚当莫里森抓住弱侧单打机会，别看他在联赛里被嘲墨一众，那只是因为 NBA 强度太猛，而夏季联赛他可是杀神。今天他对上的防守人是哈登，面对哈登，莫一中试探顶了他一下，结果哈登稳如泰山。莫一中虽高哈登7公分，体重却轻7公斤，今年新秀都是啥怪物啊？莫一中望着眼前这小黑胖，心里不由感慨。啪！就在莫一中走神间，哈登眼明手快，直接超球断下。哈登臂展足2米10，这可是顶级防守者的臂长。火箭期哈登虽有眼神防守坏毛病，但雷霆时哈登绝对是防守悍将，对方后场火力点全得他盯防。你当然清楚这点，你有信心把哈登打造成攻守一体超巨。抢球后哈登直冲推进，一条龙杀篮下起跳暴扣。开场不到20秒，快船就轰湖人一波5比0小高潮。再回防守，湖人借掩护直捣篮下，埋伏禁区的吉布森猛冲上前，一掌扇飞篮球。湖人球员抢球再起身上篮，补防伊巴卡高跃干扰投篮，球弹框而出，伊巴卡落地急跳摘下篮板。哇，精彩！抢板后伊巴卡护球在怀，等湖人退防，他传球给哈登，哈登接球稳稳，等位齐全，在伊巴卡掩护下从弧顶杀篮下，对方内线赶紧补防，哈登随手一拍地挡拆后，伊巴卡罚球线转身启动，接球飞起双手暴扣，干净利落挡开撕裂湖人防线。我喜欢这组合。趁哈登伊巴卡击掌性，湖人底线长传反击追2分。接下来快船进攻，哈登到前场传库里，借伊巴卡掩护跑篮下，湖人收缩防线，只留一人外线守库里。库里对防守，运球后撤几步，守库里球员见他后撤，以为要突，赶紧摆架势，结果3分线外2步，库里突停拔起，再度远投，防守者愣住，眼看球从头顶滑美弧飞框，刷，篮球空心命中。我的天，这3分射程在 NBA 赛场就是核弹。整场快船单方面碾压，最终106比78轻松拿下。库里全场16中10，3分9投6中，含一记3+1，轰29分5板5助。哈登13中8，2记3分命中，8罚全中，卡26分5板7助。未来3分王1分王出路峥嵘，伊巴卡也闪耀，5投5中，10分1-2板8盖帽3段。湖人内线被他搅成粥，库里哈登合砍55分，赌局胜负显而易见。你笑着伸手对科比说：科比，这次我赢了。科比还沉浸比赛，回味快船小伙闪光。唐，我超羡慕你，快船天赋快爆表了。这你羡慕不来，你们没乐透签机会。是啊，唐，你说的对。
科比喊来库里、哈登，让他们跟自己练球，两人顿时受宠若惊。你瞅言表，嘱咐迈尔斯给两队球员安排晚间活动，然后跟科比他们招呼一声，独自离开。不是你不想多聊科比，你有大事，约好梅梅晚上练球，正好跟着超级科密分享赢科比的事。篮球不练不知，一练真上头。转眼9月底，常规赛还有1月，球员该合练了。清早你带梅梅来到训练馆，洛杉矶时间早7点，训练早餐后9点开始。除你梅梅，馆里已有3人，库里、哈登、伊巴卡。那场后，科比履约带库里、哈登训练，还顺带提要求要带伊巴卡下训，因科比见伊巴卡有曼巴精神，你求之不得，买2送1，得好好谢科比。3人训练山泉湿透，仍不停歇。看来科比这2个月训练，帮他们养成早4点起床练球习惯。好，那就是你说的斯蒂芬·库里。望着那可爱娃娃脸，你忍不住笑，这脸对女球迷杀伤力爆表。我建议你找他合影，未来他必是联盟头牌。像现在的科比，得了，你自己球员当然吹了。这话不是我说的，你知道，过去2月他们跟科比训练，所以是科比说的。梅梅闻言惊喜不已，赶紧跑去找库里合影。库里连续几10记3分，自投自抢全中。梅梅看得目瞪口呆，冲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合影。一旁哈登吃醋酸味正浓，但很快自嘲，这瘦竹竿不是我的爱，有大漂亮的美女才是我的菜。哈登正想着，梅梅却上来拉他和伊巴卡一起合影。哈登立马变脸，笑嘻嘻的配合摆 pose， 那笑容真甜。合影后，梅梅就去了唱片公司。此时馆里剩你们4人，你把3人叫了过来。斯蒂芬，你太瘦，得壮起来最重要，练核心力量。是，教练。库里乖乖点头。核心能帮助你提升投篮稳定性。同时，我希望你的出手从 2 motion shot 变为 1 motion shot， 这样出手更快，空间要求低，更易稳快投篮。还有，变相用整个脚掌力，别用外侧减脚踝负担。库里低头看了看脚掌，若斯点头，是，教练。詹姆斯，我相信你未来能够超越基诺比利，成为最强左手球员，但你要先做到2件事。哈登认真回道，是，教练，您说。第一，提升你第一步的启动速度。第二，你得练你右手持球突破的能力。这不用多说，上一世卢比奥背后防守哈登的名场面就是因为这个。是，教练。哈登点头。伊巴卡，你任务很简单，从现在起，你必须每天投进500记3分才能走。500记3分，伊巴卡傻眼，库里、哈登也愣住。伊巴卡可是内线啊，竟然练3分。是，教练。伊巴卡虽不解你的用意，但还是点头答应。好了，开始吧。你做教练席，督促3人练起来。这时，训练师、助教、快船球员陆续到馆。2助教是你重金挖来的，一是肯尼·阿特金森，勇士15年夺冠功勋助教，擅长培养年前球员；另一助教是时隔12年带领绿军重回总决赛的主帅乌杜卡，对防守体系有独到见解的家伙。起初你找他时，他以为签球员，结果是当助教。于是32岁的他稀里糊涂结束球员生涯，开启助教路。管理人越来越多，你脸上渐露兴奋。今天你就要给快船这帮家伙立威。望着众人，你微微一笑，他们不了解你，你却熟知他们。嘟，阿特金森吹哨，所有人集合。乌杜卡站在阿特金森旁，严肃扫视众人。众人站定，你不慌不忙起身。今天快船首次合练，咱们不熟就从队内赛开始吧。你走到阿特金森、乌杜卡另一侧，我带一队，肯尼、艾米带一队，我选的人站到左边，肯尼选的人站到右边。你先来，肯尼。很快队内赛阵容确定，主队首发，中锋小乔丹，大前伊巴卡，小前阿泰斯特，得分后卫哈登，控球后卫库里，替补吉布森、利文斯顿。助教队首发，中锋卡曼，大前米尔萨普，小前理查德森，北后克劳福德，控后洛瑞，替补索顿。你叫球员到身边讲战术。罗恩，你防贾马尔，让詹姆斯防理查德森。我相信你的能力，即便对手是科比，你也能行。德安德鲁，你护好篮筐，把想靠近的家伙全部赶出禁区。塞尔吉，你对面那家伙年薪1000万，去打爆他，证明你的价值。詹姆斯，去给对面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未来洛杉矶最佳得分后卫是谁。斯蒂芬，上场去砍下30分，证明你能在 NBA 立足。你一个个点名，没布置实际战术，主打喂鸡汤打鸡血。比赛开始，卡曼、小乔丹同时跳起，小乔丹直接拍球给身后库里，库里推进到前场，把球给传哈登后朝底线跑去，同时哈登持球准备突破，洛瑞紧跟库里，砰！闷响后，洛瑞撞上堵墙摔倒在地，是伊巴卡给库里的无球掩护，库里顺利到达底角，此时无人防守，同时哈登晃开克劳福德杀向篮下，米尔萨普见状赶紧补防，哈登微微一笑，将球传向底角库里，库里手起刀落，3分射出，1秒后篮球空心入网，好快的出手，全场震惊，库里的出球速度太快了，球权转换，洛瑞稳稳持球推进前场，米尔萨普弱侧卡住伊巴卡后举手要球，洛瑞心领神会，新抛球给米尔萨普，米尔萨普接球背身顶了伊巴卡一下，伊巴卡重心后一瞬间，米尔萨普突然翻身跳投，伊巴卡上前封堵，但未能阻挡米尔萨普，米尔萨普扬起右手后退，对着伊巴卡挑衅一笑 ，Welcome to the NBA。乔帮主的这句话现在直接成了 NBA 老将喷菜鸟的专用垃圾话。伊巴卡一言不发的来到底线发球，来到进攻端，伊巴卡直接卡在米尔萨普身前张手要球，背后的米尔萨普再次垃圾话输出，菜鸟，你想试试吗？弧顶持球的库里也不犹豫，一个基地传球把球塞给了伊巴卡，伊巴卡接球后直接做住凿了2下，米尔萨普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个家伙的力量好强。在弧顶处盯着库里的洛瑞发现情况不对，准备去包夹伊巴卡，伊巴卡见洛瑞动了，把球回传给了库里，洛瑞见状赶紧又补了回去，仅仅是一刹那的功夫，库里已经接球把球投向篮筐了，洛瑞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起跳干扰这次投篮，只能目送皮球飞向篮筐，刷，库里再次3分命中。阿特金森和乌杜卡互相看了一眼，脸上都是一副惊奇的表情。洛瑞站在原
原地愣住了，自己竟然被一个还没进入 NBA 的菜鸟新秀给颜射了。米尔萨普拍了下洛瑞的肩膀，凯尔，我这边不用在意，盯好你自己的人就可以。连续被库里射中2记3分后，卡曼有些不开心了。这球队第一次合练，自己这个快船队的老大哥就被一帮菜鸟给羞辱了，这绝对不能忍。来到进攻端后，卡曼直接下沉到底线禁区边缘，把小乔丹牢牢卡在身后，向洛瑞要球。洛瑞没有被刚刚的3分冲昏头脑，将球调给了卡曼。卡曼接球后顶了小乔丹一下，接着一个被转身扬起手就要投篮。小乔丹见状连忙高高跳起，试图封堵卡曼的投篮脚步。可没想到卡曼只是做了一个假动作，接着又转身回来，面对无人防守的篮筐轻松挑篮得手。德安德鲁，你吹了个口哨示意小乔丹过来，不要跳，卡住他，不让他轻松出手就可以了。是，教练。小乔丹点点头，接着就往对方篮下跑去。可刚过半场的他还没跑2步，就看到篮球已经飞向了篮筐。就在刚刚，库里运球过了半场，看了一眼在3分线弧顶处等着他的洛瑞后，在距离3分线还有2步的位置直接出手，刷！篮球在空中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后空心入网，完全是不讲理的3分。快船队的训练馆突然静止，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这个斯蒂芬·库里到底是哪路神仙啊？开场不到1分钟的时间，库里就连续命中3记3分，直接把老将队给打懵了。短暂的沉默过后，老将队一个个都杀气腾腾的冲向对方半场。今天这要不给他们这帮菜鸟好好上课，以后还怎么让他们给自己提醒？又是克里斯卡曼，他在接球的一瞬间就一个被转身过掉，重心放低准备顶住他的小乔丹，接着高高跳起，双手暴扣。好，很好，你看到卡曼的状态这么好，内心十分满意。原本09-10赛季的卡曼就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佳表现，场均可以砍下18.5分、9.3个篮板，还入选了当季的 NBA 全明星。面对刚打了1年的菜鸟小乔丹，要是没打爆他那才真有问题了。轮到菜鸟队进攻，由于库里手感火热，菜鸟队的所有人全部拉开，给了库里1对1点名洛瑞的机会。洛瑞此刻心里可是憋着一口气的，自己已经在 NBA 打了3个赛季了，结果今天却被这个菜鸟连得了9分，这口气绝对不能忍。库里弧顶持球不紧不慢的运了2下球，接着突然往右侧杀去，洛瑞赶紧堵了上去，阻止库里冲击篮筐。见状，库里突然一个急刹车，右手一个背运将球拉了回来，接着就要双手合球。看见库里已经准备合球，洛瑞赶紧回来并扑上去进行封堵。不过由于之前重心靠左侧，洛瑞的封堵对库里来说还是慢了一拍。库里典型的 one motion shot 出手，主打一个快准狠，刷！又是一声清脆悦耳的入网声。我的上帝啊 ，NBA 可从没有过这样的球员啊！阿特金森直接看傻眼了，乌杜卡在一旁点点头，脸上也写满了震惊。要我说，这个叫斯蒂芬·库里的小子，说不定可以改变 NBA 的未来。库里这一波3分雨迫使老将队叫了个暂停，再次回到场上，老将队改变了防守策略，洛瑞换去防守哈登，理查德森被重新安排去防守库里，至于阿泰斯特，则是让克劳福德去防守。不得不说，这次的防守策略改变立马就取得了成效。理查德森脚步灵活，突破能力强，有着不俗的中远投能力。然而，作为一名有着出色进攻能力的锋卫摇摆人，他的防守能力却一直被忽视。NBA 名宿查尔斯·巴克利说过，他能防守，只要他想。理查德森拿出了正式比赛时的态度，像只猎犬一样死死地咬住库里，完全不给他投篮的机会。面对一个身高臂长而且灵活性也不输过自己的防守者，库里显得极度不适应。几个回合下来，菜鸟队只靠着阿泰斯特一记补篮获得2分，而老将队那边卡曼和米尔萨普在内线频频得手，很快比分就被追至12-14。好在这个时候哈登站了出来，他先是利用身体优势强突洛瑞打进2分，紧接着又助攻小乔丹完成暴力空中接力，限制住了库里，只不过是限制了菜鸟队的一个得分点而已。这支队伍可不只有斯蒂芬·库里，还有詹姆斯·哈登、塞尔吉·伊巴卡和德安德鲁·乔丹。用科比的话说，这4人的天赋简直就要溢出天际了。当然还有稳得一批的罗恩·阿泰斯特。电光火石之间，阿泰斯特一把抄掉了卡曼手中的篮球，接着扬起胳膊把球甩向对方半场。老将队的众人才刚反应过来，库里已经3分出手，刷！篮球再一次干净利落的落入篮网，快攻3分。库里的这一球再一次震惊全场，换做其他教练肯定要怒喷库里的选择。刚刚那种情况，换100个人来，有100个人都会选择杀到篮下上篮或者暴扣终结，而此时在场边的你却是一脸满意。第一节还没结束，库里就已经得到15分了，你给他拿到30分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阿泰斯特激动地上去摸了摸库里的脑袋，斯蒂芬，听着，你绝对是我合作过最优秀的3分射手。库里听到这话顿时又惊又喜，开心道，十分感谢罗恩。要知道阿泰斯特曾经的队友可是雷吉米勒，这可是历史级别的3分射手。上半场打完，菜鸟队以53-46领先老将队，但是第3节老将队很快便凭借征战 NBA 多年的经验适应了菜鸟队的节奏，靠着最后2分钟的一波10-2的进攻小高潮，老将队以75-72领先进入最后一节。看到这个比分，你终于拿起了战术板。德安德鲁休息一下，让肖恩上。你看了看一旁的利文斯顿，教练，我需要做什么？利文斯顿问道。我需要你在弧顶持球。说着你在战术板上画了起来。最后一节我们打双掩护战术。阿特金森和乌杜卡看到你在战术板上画起了战术，不免有些好奇，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毛头小子，莫非真的懂球？第4节开始，菜鸟队的球权，库里和阿泰斯特2人早就来到前场，一左一右埋伏到了2个底角位置。利文斯顿持球慢慢推进到前场，面对克劳福德的防守，利文斯顿选择持球往右路发起进攻，哈登主动上前进行掩护，洛瑞
赶紧换防去补克劳福德的位置。而伊巴卡之前便提到了3分线附近，此刻已经等在洛瑞的行进路线上。洛瑞一头撞进伊巴卡的怀里，被挡了个严严实实。卡曼这时候只好赶紧补上去，而伊巴卡直接顺着卡曼留出的空档往篮下杀去。利文斯顿一个轻巧的基地传球，从卡曼当下把篮球送到了伊巴卡的怀中。拿到球后的伊巴卡拍了一下球，接着起身暴扣，一切就是那么行云流水，通畅丝滑。阿特金森和乌杜卡一脸惊奇，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看向了你，察觉到了两人的目光，对着他们笑了笑。下一回合中，利文斯顿再次持球准备突破，哈登和伊巴卡也再次上前进行掩护。米尔萨普阅读出了菜鸟队的战术意图，提前补到禁区中。伊巴卡拿到球后对着米尔萨普笑了笑，接着把球扔向了底角位置的阿泰斯特。原本负责盯防他的米尔萨普此刻身处油漆区中，完全将他给放空了。阿泰斯特手起刀落，菜鸟队3分到账。此时的阿特金森和乌杜卡这才恍然大悟，为何你要下小乔丹，让伊巴卡去顶中锋位置？因为小乔丹不具备策应能力，而伊巴卡具备。老将队叫了个暂停，乌杜卡拿出战术板来开始布置起了防守战术。你笑着看向乌杜卡，很期待他做出的应对策略。暂停结束，老将队球权，依旧是卡曼直接单打伊巴卡拿下2分。菜鸟队进攻依旧是高位双掩护战术，不过防守球员却是发生了变化，由洛瑞和克劳福德去防守底角的库里和阿泰斯特，理查德森到弧顶防守利文斯顿，而防守哈登的人则是换成了米尔萨普。作为一名矮壮4号位，米尔萨普的脚步很快，完全可以跟上哈登。你点点头，这个防守战术布置得很对，因为米尔萨普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在伊巴卡进行2次掩护之前，米尔萨普就示意卡曼补了上去。与此同时，他还推了一把想要去追利文斯顿的理查德森，让他回身盯住准备接球远投的哈登，他自己则是撤回到了禁区中，这个可以完全封死伊巴卡顺下的路线。同时，要是利文斯顿把球传给哈登或者阿泰斯特，还可以在他们接球强行突破的时候护住篮筐。你不禁感叹道，真是名好球员啊！只可惜米尔萨普终究不是有着超越时代眼光的你，他还是算漏了一点。面对卡曼的防守，利文斯顿直接把球回传给了刚在3分线外帮自己掩护的伊巴卡。伊巴卡拿到球后看了一眼篮筐，抬手就投，这也是你吩咐他这么做的。禁区中的米尔萨普满脸不敢相信，伊巴卡竟然要投3分。在阿特金森和乌杜卡的惊叹声中，篮球射入网中。运气不错，你笑着自言自语道。实际上，伊巴卡现在的实战3分投射能力几乎为0，这次能投进纯粹属于运气好。不过这就足够了。这记3分投进后，菜鸟队顺利反超了比分。由于忌惮伊巴卡的投射能力，米尔萨普不得不把禁区给让了出来，这也给了哈登和阿泰斯特轮流冲击篮筐的机会。同时，埋伏在外线的库里也在他们2人吸引了防守人注意力后，获得了不少3分出手的机会。最终，菜鸟队以96比88赢下了这场训练赛的胜利。比赛结束后，众人再次站在了你面前。这一次，老将们看你的眼神都变了，看到众人都一脸迷惑地看向自己，你尴尬地笑了笑，随即清了清嗓子说道：“记住，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主教练了。或许你们会觉得太年轻，或许你们会觉得我从没打过职业篮球，但是……”你突然站起了身，指了指挂在头顶上的 NBA 联盟标志，你们都是职业球员，职业球员就要做职业的事情，在球场上服从主教练安排就是你们的本职工作。你直接把气场拉满，当即就把这帮不安分的家伙们给镇住了。是，教练！众球员纷纷喊道。看样子今天的训练赛给他们造成的冲击不小。经过今天这场训练赛，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你说着看了一眼米尔萨普，保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空间，米尔萨普若有所悟地说道。没错，你接着拿出战术板来，一边画一边讲解起来。当一支球队在弧顶、底角和弱侧都有远程投射能力的球员时，就可以为本队球员冲击篮筐时留出足够多的进攻空间来。除开克里斯和德安德鲁，我希望你们都能有投3分的能力。说着，你看向米尔萨普，尤其是你保罗，你有着出色的单打和策应能力。如果你能开发出3分能力的话，你将无人可挡。我明白了，教练。米尔萨普郑重地点了点头。克里斯，你不用着急。看到卡曼皱起了眉头，你笑着对他说道：“这个赛季我会给你制定一套专门的单打战术，你可以在禁区里尽情的发挥。只不过要记住一点，如果被包夹，一定要第一时间把球传给外线球员。最后，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总冠军。”说着，你指了指乌杜卡。从今天开始，所有人在原有的训练项目之外，还要在艾米的监督下加练防守。转眼1个月的时间便过去了，纪律、汗水、科学的训练以及超前的战术思路汇聚了一支全新的快船。时间来到了2009年10月27日 NBA 联盟09-10赛季揭幕战的日子，斯台普斯中心洛杉矶同城德比战即将打响。同时，在这场比赛之前也将完成08-09赛季总冠军戒指颁发仪式。今天斯台普斯中心可是来了不少篮球圈外的名人，不过最吸引你和哈登注意的，还是令联盟中无数球员教练都闻风丧胆的 NBA 最佳防守球员卡戴珊姐妹。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卡戴珊姐妹此刻就坐在快船教练席的正后方，金和科勒姐妹2人正仔细打量着你这个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球队主帅。而梅梅今天刚巧有活动出席，没能来到揭幕战的现场。在球场正中，联盟总裁大卫斯特恩和珍妮巴斯站在总冠军奖杯旁边，笑着迎接杰里维斯特。这是洛杉矶湖人队队史上第15个总冠军，身为湖人队民宿的 logo 老爷子十分开心。就在此时，球员通道出口位置突然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来。
在斯台普斯中心能得到这种待遇的只有一个人，科比。只见穿着紫金运动服的科比笑着从球员通道中跑了出来，脸上写满了开心。他来到总冠军奖杯旁边，与大卫斯特恩、珍妮阿姨以及维斯特老爷子依次拥抱。随后，湖人队的成员依次从球员通道中走了出来，拿到总冠军戒指后便迫不及待地戴到手上。科比举起手，360度对着来到现场的球迷表达谢意。你起身看向科比，笑着鼓起了掌。身后的一众球员跟着你一起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用鼓掌的方式向科比表达敬意。科比发现了不远处的你，笑着把手上的总冠军戒指展示给了你看。你突然神情严肃地挥了挥拳头，这是告诉科比，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拿到总冠军戒指。趁着两队热身的功夫，3名现场解说员也激烈地讨论起今天这场比赛。来自 TNT 的布莱恩·安德森坐在解说席最左边，坐在他右侧的2位嘉宾则是2名球迷朋友都十分熟悉的2名退役球星雷吉·米勒和克里斯·韦伯，2位都是未来的名人堂球员。雷吉，想要打个赌吗？你突然站了起来，对着米勒大声喊道：“雷吉，想要打个赌吗？”解说台上相谈甚欢的3个人突然一愣，接着正中的米勒哈哈大笑起来：“有意思，你要打什么赌？”米勒把手中的话筒一舞问道。你一脸自信地说道：“我赌今天快船队会赢。”不光是米勒，解说台上的韦伯和安德森，甚至是旁边观赛的球迷，都是一脸看傻子似的看向生在洛杉矶这座城市，快船队的处境如何他们很清楚。状元签不要不说，又交易走了3名明星球员的球队，竟然想要赢下今年的总冠军，拥有着科比·布莱恩特的洛杉矶湖人队，简直是在做梦。四周的球迷全都在起哄，雷吉和他赌，让这个黄皮小子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对 NBA 不是有钱就能玩得转的，以为买下一支球队就能赢下总冠军吗？还差得远呢。他们早就看你不爽了。这个夏天你在选秀大会和交易市场上的操作直接让人看不懂。更过分的是，你还自己任命自己为快船队主教练，洛杉矶的篮球土壤都被你一个人给污染了，就连你身旁的阿特金斯和乌杜卡都傻眼了。这唐龙是认真的吗？对面的主教练可是菲尔杰克逊啊！更何况当今联盟第1人科比也在，想赢湖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当所有人都在看衰你的时候，人群中的金和科勒2人倒是一脸惊喜的看向你。随后姐妹俩和你相视一笑后，交流起了防守战术。唐，我甚至都不需要知道赌注是什么，这个赌我和你打定了。米勒直接笑着说道。好，一言为定，说出你的赌注吧。米勒想了想，接着坏笑着说道。很简单，如果快船队输了，赛后你要穿着吉祥物拜利的衣服围着斯台普斯中心跑上10圈。没问题，你点点头答应道。如果快船队赢了，你必须要接受我提供给你的一个工作岗位。工作岗位？米勒甚至怀疑是自己听错了，这是来打赌的还是来招聘的啊？你要为我提供个工作岗位？米勒一脸疑惑地问道。没错，我希望你能来快船队当首席训练师。因吹斯听，米勒笑了。好，成交。看到米勒接受了这个赌注，你十分开心，把米勒拉进自己的团队，那对库里的成长绝对会起到极大的助力作用。他的无球跑动能力，他的摆脱防守人的能力，以及他对出手时机的把握，如果能全部倾囊相授给库里，那库里必将无人可挡。嗨，唐，韦伯突然开口说道，这赌约可否也算我一个？正准备回身坐下，突然听到身后的韦伯开口，你便笑着问道，当然可以，你想加什么赌注？再多加10圈。韦伯笑着说道，而我想要一份快船队助理教练的工作。你听到后大喜过望，这是都能买1送1，哈哈哈，那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不过克里斯，能说说你的理由吗？我和你一样，十分看好米尔萨普和斯蒂芬这对内外线组合，而且说到这里，韦伯突然一脸认真地盯住了你，我想赌一把，如果你真有本事能赢下湖人队的话，或许我可以在快船队拿到梦寐以求的总冠军戒指。有眼光，除了这个词，你实在是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韦伯了。一言为定，你大声回应道。你刚坐下，身旁的阿特金森问道，唐，你真的有信心赢下湖人吗？你点点头，虽然有难度，但赢的概率还是有的。大概有多少？乌杜卡问道。差不多50%。你笑了笑，看向了对方半场正在练习投篮的费舍尔。70%吧。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双方首发球员为中锋克里斯卡曼 vs 安德鲁拜纳姆，大前锋保罗米尔萨普 vs 拉马尔奥多姆，小前锋罗恩阿泰斯特 vs 特雷沃阿里扎，得分后卫詹姆斯哈登 vs 科比布莱恩特，控球后卫斯蒂芬库里 vs 德里克费舍尔。尽管湖人这边保罗加索尔因伤缺阵，但是这套首发阵容仍旧战斗力十足。而快船队的5名首发，有2人是一场 NBA 比赛都没打过的菜鸟新秀，别说赢球了，他们俩能不能适应 NBA 比赛的强度都还两说呢。比赛哨声响起，拜纳姆争到球权，老于费舍尔推进到前场后把球交给了科比，科比弧顶拿到球后，阿泰斯特直接迎了上去。这是你的安排，让阿泰斯特和哈登换防，让哈登去防科比，怕不是直接被打成了筛子。至于阿里扎，哈登还是可以应付的。科比直接强突阿泰斯特，阿泰斯特赶紧跟上科比，想要阻止他杀进内线。科比突然在罚球线位置刹车，直接急停跳投，这是科比的大杀招，简单实用，几乎无法防守。尽管阿泰斯特已经拼尽全力去防了，但仍旧没能阻止科比的这次投篮，2分打进。快船队发球，哈登持球来到前场，防守他的人是科比，他对着自己的双手轻轻吹了口气，接着搓了搓，准备迎接哈登的进攻。科比十分了解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这家伙的突破节奏多变，还真不好应付。科比，你以为我会给你防守哈登的机会吗？你看向科比笑着说道。话音刚落，库里突然跑上去给哈登做了个挡拆，接着就往边线跑去。科比被迫和费舍尔进行了换防，跟着库里来
来到了边线位置，他可不敢放掉库里，这小子的三分实在是太准了。于是接下来局面就成了哈登单打费舍尔，哈登弧顶持球，突然启动往篮下杀去，费舍尔连忙跟了过去，结果哈登同样是在罚球线位置突然停下，接着就拔起急停跳投，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技术动作，哈登2分打进。哇哦，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刚刚打进的这球应该是科比的招牌动作。安德森一脸惊喜地说道：“没错。”米勒点点头说道：“这招可是让我吃过不少苦头的。”轮到湖人队的回合，这次阿泰斯特狠狠地撕咬住了科比，没有给科比接球的机会。费舍尔把球交给底线的拜纳姆，单打球弹框而出，卡曼收下篮板，把球交给库里，库里推进前场，面对费舍尔直接在3分线外一步投篮出手，现场一片哗然，篮球空心入网，这是你给库里的特权，也是你交代他面对费舍尔可以不必犹豫直接出手，干得漂亮，斯蒂芬！你鼓掌喊道：“就这么打！”库里一脸羞涩地对着你捶了捶胸口，赶紧回到己方半场防守。又是湖人队进攻，科比跑到3分线外，从费舍尔手中接过篮球，这球我来打。科比霸气持球在弧顶准备单打。对于快船的情况，他也算是比较了解的。快船队只有卡曼一名可靠的中锋，小乔丹目前还难堪大用，只要不停地冲击快船队的内线，让卡曼陷入犯规麻烦中，快船队的防线必将溃散。看到科比持球后退了2步，在侧翼盯着奥多姆的米尔萨普马上警惕起来，随即科比直接加速起步，顶着阿泰往内线杀去。果然，卡曼见状准备上去补防，科比没有犹豫，冲着卡曼准备起跳上篮。可就在科比起跳的一刹那，一只大手切掉了他手中的篮球，是米尔萨普，他早有预判，果断放弃防守侧翼的奥多姆，拿到球的米尔萨普直接一个长甩把球扔向已经快下的库里，库里轻松上篮得手。雷吉看到了吗？韦伯笑着说道，米尔萨普的协防意识十分优秀，而且行动也十分灵活，他的到来可以帮助快船队的防守提升一个档次，这点你也十分认同。前世米尔萨普加入掘金后，就成为了掘金的防守核心，帮助掘金一跃进入联盟中的防守效率前5名。回到场上，科比直接在禁区腰部要位，被打接后仰跳投命中，攻防转换，库里面对费舍尔选择单打，费舍尔有了刚才的经验，主动上前一步进行防守，库里直接利用速度佯装强突，费舍尔调整脚步跟了上去，看到费舍尔重心移动，库里突然一个背运变向，接后撤步跳起投篮，来了来了，终于来了，经典背运后撤步3分，这个你曾经在电视上看了无数次的招牌动作，他终于来了，篮球命中，费舍尔的脸上写满了沮丧，人不服老不行啊。菲尔杰克逊赶紧叫了暂停，用乔丹法马尔换下老于费舍尔，见状你笑了笑，呵呵，有用吗？法马尔比老于速度是快了点，但是也就是一点，而且他的体重只有180磅，甚至比库里还要瘦弱一些，就算顶得住库里，那哈登绝对顶不了吧。果然库里和哈登轮流单打法马尔，直接把他突成了筛子。第一节打了8分钟，拜纳姆就领到了2次犯规，下场休息去了。科比很无奈，本来是想让卡曼陷入犯规麻烦，结果却被2名小徒弟把拜纳姆给安排了。替换拜纳姆上场的是姆本加，但他根本不是卡曼的对手。快船队其余4人外线拉开，直接让湖人队的禁区成为了卡曼军训姆本加的操场。第一节结束，快船队23-18暂时领先5分。好在湖人这边有科比，还有一个不错的侧翼球员阿里扎，两人频频进攻得手，才没有让比分差距拉开。第二节，科比突然发力，借掩护后轮流单打库里和哈登得手。在第二节还剩4分钟的时候，你叫了个暂停，直接3上3下，库里、哈登、卡曼被理查德森、克劳福德、小乔丹换下。菲尔杰克逊有些看不明白，快船队甚至都没有一名在场的控球后卫。克劳福德运球到前场，把球交给米尔萨普后就开始跑位。奥多姆不敢大意，死死地盯着米尔萨普。米尔萨普高位持球观察着队友的跑位，克劳福德在理查德森的掩护下往篮下跑去。科比无奈马上追了上去，结果小乔丹无球挡拆把科比留了下来，而拜纳姆完全没有补防的意识，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克劳福德往3分线外没人的位置跑去。科比绕过小乔丹追了过去，可惜为时已晚。克劳福德3分线接球张手就投，一记穿云箭，篮球空心入网。你看向后方轻哼一声，今晚谁防得住我？菲尔杰克逊吹了声口哨，接着做了个让奥多姆往后退一些的手势。奥多姆心领神会，知道是要放2步米尔萨普的意思，这样一来，他可以在快船队后卫无球跑动的时候稍微延误一下，让其他队友有时间补防上去。这一回合湖人队进攻未果，球权又来到了快船这边，依旧是米尔萨普弧顶持球，奥多姆果断放了2步。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米尔萨普竟抬手投出一记3分，刷，篮球应声入网，米尔萨普也能投3分，这再一次刷新了湖人队以及所有球迷的认知。在来到快船队之前，米尔萨普3个赛季打了200多场比赛，总共就只投进过1记3分，而到了快船后的第1场比赛，就自信命中1记3分。奥多姆直接傻了眼，他虽然不够刻苦，但也是会做功课的，自己对位的球员，他肯定都会提前了解一下。米尔萨普肯定确定以及一定没有3分投射能力的，巧合，刚刚一定是巧合。这次所谓的巧合让奥多姆直接慌了心神，注意力有些不集中。结果湖人队的进攻回合，当科比把球传给奥多姆的时候，他直接背过身去，球直接砸到他的后背上丢了。阿泰斯特眼疾手快，赶紧把球抱住。再次来到前场后，又是米尔萨普弧顶持球，拉马上前，菲尔杰克逊大喊道：“保罗，我不信你还能投进！”奥多姆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主教练的话，一脸挑衅地对米尔萨普说道。米尔萨普微微一笑，随即出手，刷，篮球再一次飞进了网兜之中。菲尔杰克逊无奈摇头，用费舍尔换下奥多姆。这一换确实让快船的外线压力上去了，但是内线的压力却释放了一大半。米尔萨普靠着双掩护战术，连着给小乔丹送出空接。第二节结束的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了快船48-37湖人。湖人已经落后快船队2位数了。现场球迷也是一脸懵逼，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看了场假比赛。解说台上的3个人也同样发表着各自的看法。雷吉米勒认为是双方的投篮手感问题，韦伯则认为是快船队的战术起到了决定
定性作用。至于你自己，则认为两者都有。中场休息过后，湖人队又换回了首发阵容，快船这边延续了上半场结束时的阵容，不过却是用伊巴卡替换下了米尔萨普。米尔萨普打满了整个上半场，现在也需要休息一下。第3节，科比突然手感爆棚，直接开启了杀神模式，带领湖人在前半节打出了一波18-6的进攻小高潮，成功反超了比分。后半节你及时做出调整，把理查德森和克劳福德换下，换上了洛瑞和索顿，让阿泰斯特去和科比直接对位，同时洛瑞和索顿也能限制住费舍尔和阿里扎的进攻。这套回归传统的阵容主打的是卡曼这个点。拜纳姆毕竟还是年轻，面对卡曼这个经验老道的中锋，直接被打得没了脾气。第3节还没结束，就领到了个人的第4次犯规，下场休息去了。不过科比毕竟是科比，他打满了第3节，整节狂砍15分，最终第3节比分定格在了快船64-67湖人反超3分。终于来到了两队的决胜时刻，就在刚刚，科比爆发，单节狂砍15分，让湖人带着3分的领先优势进入第4节。你继续沿用了第3节结束时的阵容，继续打卡曼这个点。卡曼也没有辜负你的期望，开场不到2分钟就造成了拜纳姆的个人第5次犯规。菲尔杰克逊无奈的摇摇头，把他给换下了场。随后换上场的替补中锋姆本加再次被卡曼军训，好在科比和阿里扎也足够给力，一直靠着个人能力打进关键球，让湖人队仅仅占据着微弱的领先优势。第4节过半，菲尔杰克逊叫了个暂停，看了一眼准备上场的拜纳姆，疑问向卡曼、克里斯还能坚持住吗？今天卡曼几乎是打满了整场，而且不同于主防守的拜纳姆，卡曼是既要护好快船的狂，又要单打湖人的中锋。到现在卡曼已经砍下了25分13个篮板，体力严重透支，我还能打。卡曼今天也是杀红了眼，咬着牙说道：上吧，把安德鲁给我干翻在地。再次上场的拜纳姆畏手畏脚，面对卡曼的背身单打，他甚至不敢跳起封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卡曼在自己头上打板命中。小子，你就这点能耐了吗？卡曼对着拜纳姆喷了一句垃圾话。拜纳姆突然有了脾气，下一个球主动进去要位，拿到球后一个背转身过了卡曼，接着就要起身暴扣。卡曼虽然体力跟不上了，但还是靠着经验趁拜纳姆出手前把球破坏掉。哨声响起，篮球贴着拜纳姆的鞋子出了底线，裁判示意快船队的球权。拜纳姆摊着双手向裁判抱怨，气得菲尔杰克逊赶紧起身喊着他的名字，挥舞着胳膊示意他赶紧回防。来到进攻端，卡曼再一次要求单打拜纳姆，被打了2下拜纳姆后，卡曼接着抬起手就要投篮。拜纳姆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见到卡曼要投篮，直接跳起来就要给他一个迎面大帽。可他没想到的是，这只是卡曼的假动作。见拜纳姆跳起来，卡曼直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撞了上去，造了拜纳姆犯规的同时把球往天上一甩，嘟，哨声再次响起，拜纳姆犯满毕业了。而卡曼抛出的球则是在篮筐上弹了几下后，最终落入篮网，2分打进，还要加罚。看着拜纳姆下场，你微微一笑，时机终于来了。卡曼加罚稳稳命中，个人得分来到了30分。湖人队发球后，卡曼主动抱住了接球的科比，对着你招手示意了一下，你点点头，叫了一个长暂停。克里斯，今天你表现得非常棒，你主动上前迎接下场的卡曼，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场比赛，卡曼发挥神勇，狂砍30分13个篮板，外加5次助攻3个盖帽和2次抢断。而和他对位的拜纳姆只有可怜的6分6个篮板，同时怒砍6次犯规提前离场，表现属实有些666。暂停时间结束，你一脸自信地对上场的5人说道：上吧，给我干翻湖人队。菲尔杰克逊看到快船队的场上5人，直接愣住了，这个唐龙他在搞什么鬼？米尔萨普、阿泰斯特、理查德森、哈登以及库里这5个人最高的竟然是只有2.03米的米尔萨普。湖人队这边哪怕是4号位的奥多姆都有2.08米，就连现场球迷都看出不对劲了，这快船队在干嘛？还有半节比赛就打算认输了吗？卡曼打得蛮好的，你换下他干嘛？解说台这边也是一阵哗然，对你此举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安德森说道：快船队这套阵容可真是大胆啊，他们是认为没有了拜纳姆就可以放出禁区了吗？米勒表示不解，就算卡曼打不动了，他们应该还有德安德鲁乔丹，哪怕上伊巴卡呢？或许韦伯看着场上的5人若有所思地说道：是因为这5个人都有投射3分的能力，唐龙是想用3分快速结束战斗。替菲尔杰克逊打了个呼哨，示意让姆本加内线单打。科比皱了皱眉头，不过还是把球塞给了姆本加。姆本加心里激动极了，这还是他头一次在关键时刻被派上场，而且还要主打他这一点。可他高兴的太早了，本以为可以靠着身高优势，他能轻松碾压只有2.03米的米尔萨普，可结果是姆本加连顶了2次米尔萨普，却未顶动分毫。无奈之下，他只好把球回传给了科比。科比接球后直突内线，顶着阿泰斯特和米尔萨普的防守，硬生生的将球打进。从地上爬起来后，科比直接朝着己方半场跑去。哪怕这球米尔萨普有着严重的犯规嫌疑，但是科比连手都没摊一下，真的是硬啊！你在场下看着这个男人也不禁心生敬佩。快船队发球，米尔萨普弧顶持球，理查德森来到底线附近要位，科比在他身后死死的抵住他，不让他要到太深的位置。库里和哈登2人突然一左一右，加速往篮底空切过去，防守他们俩的费舍尔和法马尔赶紧追了上去。禁区中2人互相做了一个掩护，顺势往两侧底角跑过去。哈登被科比延误了一下，所以库里率先跑到了底角位置，而此时追防他的费舍尔离着他还有3步的距离。米尔萨普直接把球甩给了库里，库里接球就投，3分打进。回过头来，科比直接在3分线外强行出手，还了快船队一记3分。随后又是快船队的进攻回合，这次又是同样的战术跑位。费舍尔已经吃过一次亏了，这次果断选择了绕开掩护往底角跑过去，结果昆汀理查德森却突然出现，给库里做了一个无球掩护。库里直接来到45度3分线外，接到米尔萨普的球后再次3分命中。随后湖人队科比持球单打，哐当打铁，米尔萨普收下防守篮板，快船发起进攻。科比把奥多姆叫过来顶弱侧底线附近的理查德森，自己则是来到外线进行防守。他清楚费舍尔的速度追防有难度，必要的时
时刻他可以及时补过去。这次库里在强侧借了哈登一个掩护，直接往篮下杀去。由于奥多姆在弱侧，姆本加又被米尔萨普拉到了弧顶附近。湖人禁区此刻门户大开，米尔萨普一个基地把球塞给了空切的库里。科比早就看出问题来了，直接补了过去。库里像是早就知道科比会补过来一样，篮球甚至都没在他手中停留，直接一个基地往中间传去。米尔萨普突然出现在罚球线附近，接过库里的传球后，直接飞起一个暴扣。该死！姆本加在背后眼睁睁地看着米尔萨普扣篮，却无能为力。刚才并不是他注意力不集中，而是米尔萨普的启动速度太快了。作为一个2.13米的中锋，他根本追不上米尔萨普的脚。菲尔杰克逊此刻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拜纳姆被罚下后，快船会上小个阵容了？湖人这边因为大加索尔不在，拜纳姆一下场后，内线就完全对快船没有了威胁。而米尔萨普提到5号位后，主要作用就是把姆本加拉出来，给快船创造足够的篮下进攻空间。同时，因为米尔萨普的策应能力和灵活性，他既能弧顶发牌，又能空切篮下。姆本加面对米尔萨普根本无计可施，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可惜，如果保罗在的话，菲尔杰克逊无奈的叹了口气。中场比赛哨响，洛杉矶快船队98比87力克洛杉矶湖人队。看到最终比分，现场以及电视前的球迷仍旧没能回过神来，倒不是比赛输了不能接受，而是快船队第4节后半段的一波流实在是太可怕了，打得湖人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看来我们俩要有新工作了，雷吉米勒笑着打趣道。当然，克里斯韦伯点点头，幸好我们输了，否则湖人这边的吉祥物装扮者就要失业了。克里斯，我怀疑你想说的其实是费舍尔，但我没有证据。安德森哈哈大笑道。嗨，唐！科比输球后没有直接回到更衣室，而是跑来和你拥抱了一下，干得漂亮！今天科比绝对是两队表现最好的球员，他全场33投16中，砍下42分，外加8个篮板、3次助攻以及2次抢断。谢谢科比，你做的也很棒。你抱着科比，接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湖人今年想要夺冠，后场防守问题一定要解决。当然，科比点点头，捶了一下你的胸口。下次再遇到你们，我一定要亲手击败你们。你笑着点点头，由心底佩服科比这好胜心。你好，唐。菲尔杰克逊突然走了过来，主动伸出手来向你示好，非常大胆的用人，干得漂亮。可惜只有这一次了。你笑着摇摇头说道。闻言，菲尔杰克逊有些意外，下一次有保罗在，快船应该没什么机会了。你如实说道。唐，期待与你的下次较量。我也是。本场比赛2名菜鸟新秀表现也十分出色，哈登13投9中，3分球5投3中，砍下21分5次助攻，同时还有5个篮板入账。NBA 首秀就拿下20+5+5，这表现堪称完美。库里8投8中，3分球6投6中，砍下22分5次助攻，外加3个篮板2次抢断，首战3分球6投6中，投篮命中率100%，直接打破了一堆记录。回到更衣室后，你把今天所有人都夸奖了一遍，不过还是着重夸奖了卡曼和米尔萨普。米尔萨普今天只出手了7次，命中了5球，其中3分球2中2，拿下了12分，但是他狂摘12个篮板，还送出了10次助攻。来到快船队的第1场比赛就砍下了3双，而且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次砍下3双。今天米尔萨普着实也给了你惊喜，怪不得前世米尔萨普会突然开发出3分技能来，他骨子里就有这个基因。训完话后，今天的比赛就算是彻底结束了，也让迈尔斯去联系雷吉米勒和克里斯韦伯，和他们对接加入快船教练团队的相关事宜去了，自己则是收拾好东西，独自走向停车场。就在你打开车门准备上车的时候，突然嗅到背后有一阵香气扑来。唐，你想好怎么突破我们的防守紧逼了吗？第二天，你来到斯台普斯中心已经是下午，1v2的攻防大战让你略显疲态。不过，你从阿特金森口中知道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倒是让你打起了精神，是关于赛前太阳队主帅金特里接受采访时的趣闻。有记者问金特里，你和唐龙2人都是初次正式担任球队主帅，你认为你和唐龙谁会更快适应主教练这份工作？这提问明显就是在挖坑，说是问谁会更快适应，实则就是问金特里，他和你谁更优秀？这个问题很棒。金特里笑着说道，我虽然不认识唐，但是昨天他们和湖人队的比赛录像我看过了，我们的篮球理念很相似，我认为我们都会很快适应主教练的工作。这回答是滴水不漏，轻松就把坑给填上了，这让现场的记者们直叹不过瘾。不过金特里突然笑了笑，他知道记者和球迷们想要听什么样的回答。太阳队是一支比快船队更优秀的队伍，太阳是比快船更优秀的队伍。你听到这句话笑着点了点头，这话确实，现在看来确实是太阳更优秀，毕竟原本太阳队在金特里的带领下09-10赛季打出了54胜28负的出色战绩，季后赛更是一度打进了西部决赛，最终2比4不敌当年的总冠军湖人队。金特里确实有资格说这话，他有自信，也有配得上这份自信的能力。不过很不巧的是，这个答案让你感到十分不爽。你金特里有信心，这是一件好事，但我同样也对我的队员们有信心。既然如此，我今天还真就要和你较这个劲了，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跑轰。你之所以有这个自信，那自然是因为赛季开始前快船队演练了多次跑轰战术，用你擅长的战术赢下你，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现在你唯一担忧的是队员们的体力问题，昨天快船才刚和湖人打了一场硬仗，今天又要背靠背打太阳，这是哪个小可爱排的赛程啊？你让阿特金森把所有人都喊回来。沉声说道，今天我们打跑轰，真的吗教练？库里一听立马兴奋地跳了跳，对于太阳这支球队他可是很熟悉的，毕竟那时可是库里最喜欢的球员之一。对于这支跑轰大队太阳，库里也是十分熟悉，他曾经也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像太阳队那样打球。
今天终于有人和他说你可以跑轰了。克里斯，你对着卡曼说道，今天你先替补出场，我们不可能打一整场的跑轰，等到斯塔德迈尔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就是你表现的时刻。卡曼点头说道，明白，教练。随即你看向一旁的小乔丹说道，德安德鲁，今天你首发，记住我和你说的，先做好防守再去想进攻。是，教练。小乔丹得知自己首发出战后，整个人都兴奋起来。昆廷，今天是你最熟悉的战术，你替代罗恩首发。说完你又对阿泰斯特说道，罗恩，不要急，今天你将有重要角色要扮演。是，教练。昆廷、理查德森和阿泰斯特点头应道。看到队员们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你放心了，昨天比赛的胜利像是给他们打了一针兴奋剂，体力问题完全不用考虑。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斯塔德迈尔高高跃起，抢到球权，也不知道是不是两支球队急着下班回家。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了激烈的对轰状态。太阳队这边内是不停地给队友送出妙传，帮助他们进球得分，而快船这边米尔萨普也不停地给库里、哈登、理查德森送出助攻，三分线外频频得手。可是打着打着，内是突然发现不对劲了，自己这边进攻空间越来越窄，而快船那边进攻空间则是十分充足。斯塔德迈尔好几次空切都没能顺利接到球，白给了几个失误。相反，快船队那边连小乔丹这种糙汉都连着几个空中接力得分，原因就在于两队的进攻发起点不同。太阳的得分发起点那自然是核心控卫史蒂夫奈什，而快船队这边进攻发起点则是米尔萨普。米尔萨普是有三分投射能力的大前锋，他可以直接把钱宁弗莱拉到弧顶位置，这样就为队友的跑位和空切腾出足够的空间来，所以米尔萨普甚至都不用突破就能为队友送出助攻。在防守端，米尔萨普可以在禁区附近协防，不停地干扰着内什的传球路线。此消彼长之下，太阳越打越被动。第一节，太阳这支以跑轰战术闻名的球队，竟然被快船队用跑轰战术打了一个溃不成军。尤其是库里，面对内什打得格外起劲，里突外投手节就狂砍12分。第一节结束，快船31-20领先太阳。金特里整个人都有些懵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太阳这边已经派出了最强阵容，而快船队甚至都没上他们最好的球员克里斯卡曼。但就是这样，快船已经把太阳按在地上锤了，必须马上改变策略。节间休息时间，金特里和内什两人商量了一下，第二节改变了战术打法。太阳队换下了钱宁弗莱，换上了贾莱德杜德利，把格兰特希尔提到4号位去对位米尔萨普，同时内什改打无球，让希尔去组织进攻。太阳队换希尔组织进攻后，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快船队的进攻势头虽然没有被遏制住，但是太阳队的进攻同样也打开了，两队又是对轰了一整节。上半场结束，菲尼克斯太阳队50-56洛杉矶快船队，太阳队成功利用这一节迫近了两队的比分差距。中场休息过后，你及时做出了调整，用阿泰斯特换下米尔萨普，专门去针对格兰特希尔。对于太阳的打法你早有预料，所以事先藏好了阿泰斯特这支骑兵，同时也让库里和哈登下场休息一下，换上了克劳福德和洛瑞。格兰特希尔今年已经37岁了，年龄比内什还要大，体力属实已经是跟不上了，更何况防守他的还是当今 NBA 联盟中的外线防守大闸罗恩阿泰斯特。这一节希尔在阿泰斯特的防守下表现大失水准，不过内什和巴博萨却意外的打开了，两个人利用速度优势里突外投拿下不少分数，这才没有让太阳被快船进一步拉开差距。第三节结束后，太阳队75-82落后于快船队，终于到了决胜的第4节了。太阳重新换上了首发阵容，而快船队这边的人员调整却完全出乎了内什和金特里意料。你将小乔丹换成了完全不适合跑轰的传统中锋克里斯卡曼，快船这是要干嘛？现场的球迷看了也是一脸懵逼，不是玩跑轰吗？怎么突然又把卡曼给换上了？更让人看不懂的是，快船队跑轰的轴心球员前3节表现出色的米尔萨普，此刻也被换下了场，顶替他上场的是今年刚刚加入 NBA 的菜鸟内线伊巴卡。快船队是想要慢下来吗？内是不慌不忙的运球到前场，轻声嘀咕了一句，即便是阵地战，太阳也能打，毕竟有斯塔德迈尔在，两人可以打挡拆。内什都不需要说话，只是一个眼神，小斯马上就提到了弧顶位置，给他做起了挡拆。拆完后的小斯直接一个转身，迅速往篮下杀去。内什右手把球往后一拉，接着伸长了臂膀，狠狠地甩了出去。篮球直接绕过了补防过来的卡曼，传到了小斯的手上。这传球真是越老越妖，你都不禁感叹了句。拿到球的小斯像是想要撒气一般，跳起来狠狠地把球往篮筐中砸去。突然，一道黑影出现在小斯侧前方，一只大手朝着篮球按了上去。砰！两个人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但是都如同被卡车撞到一般，齐齐往地上跌去。不要怀疑小斯为什么会这么弱，这是非满血版体力条见底的小斯，而伊巴卡虽然是新秀，却是机械版满体力条的弹跳怪。出现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伤病也是比赛的一部分。今天你之所以有信心能赢，也正是知道小斯的状态不佳，否则以健康小斯的应解能力，快船队还真不一定能拦住他。裁判在底线附近将两人动作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没有给哨子。篮球落下后，离着最近的卡曼赶紧上前一把抢下来，迅速转过身后，卡曼直接朝着对方半场把篮球甩了过去。此时快船的3名外线球员早就往对方半场去了。库里在3分线附近接到传球，直接急停3分出手，球在空中划了一道完美的弧线，重重的砸入篮筐，从拿下球权到进球得分。这次反击总共用时不到3秒钟。你看了一眼金特里笑了，不是只有快速轮转才叫跑轰战术，利用内线的防守能力，在抢夺下球权后快速推防守反击，也算是跑轰战术。最关键的是，这样的跑轰战术下，快船的2名内线球员甚至不需要参与到进攻中，哪怕这次快攻被破坏掉了，快船的后场球员也可以快速回防到自己半场。再退一步讲，即使两人没有来得及赶回来，也还有伊巴卡在，他身高臂长，运动
动能力出色，也完全可以凭借着他宽泛的防守范围阻止太阳队在前场打成快攻。即便是太阳利用人数优势冲击篮下，也还有卡曼坐镇禁区，所以最终的局面就是快船这边可以跑，可以轰，也可以快速回防，而对手想要推快速进攻，在进攻端多打少，门都没有。当然，这一切战术的发起点就是在于4号位必须有强大的协防和补防能力。正因为有了伊巴卡，所以你才敢安排这样的战术。这种打法直接让库里杀疯了，几次快攻下来，库里又命中了2记3分，还有一次上篮得手。本场比赛，库里已经命中了7记3分，砍下25分。太阳队眼见这样打下去就要崩盘了，金特里赶紧改变了策略，内势弧顶持球，其他球员利用无球穿插获得中远投的出手机会，靠着外线投篮慢慢打，不去冲击篮筐了。不过这一切正中你的下怀，就在刚刚，太阳队整体进攻改变，由内势弧顶持球，其他球员穿插跑位寻求中远投得分机会。这一策略的改变正中你下怀，詹姆斯，你喊道，接着给了哈登一个眼神，哈登心领神会，把节奏也降慢下来。到了弧顶后，他示意所有人都拉开，给卡曼在禁区1对1单打小斯的空间。卡曼接到哈登的传球后，脸上露出了微笑，憋了快1场比赛了，终于到了他发挥的时刻了。卡曼没有犹豫，直接强打小斯，连顶了3下小斯后，直接把他顶到了篮筐下方。接下来的一幕瞬间把快船队的主场气氛给点燃了。只见卡曼直接拿球抢起，在小斯的脑袋上直接把球砸进了篮筐中，隔人暴扣，被隔扣的人还是斯塔德迈尔，联盟中最擅长隔扣别人的小霸王。气势这种东西在 NBA 的比赛中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是快船队的主场，快船队又携昨日大胜湖人之威，哪怕金特里3分钟之内连叫了2次暂停，也都无法压下快船队熊熊烈火一般的进攻气势。最后一节，卡曼单节10投8中，狂卡20分，直接一波流带走了太阳队。赛后，你带着米尔萨普出席了采访环节，这一次米尔萨普倒是被提问了不少次，比如他是如何融入到这支新球队的，本赛季前2场比赛表现出色是什么原因等等问题。米尔萨普倒也实诚，直接就把大实话说出来了，感谢老板，感谢主教练。记者们一脸无语，你这不就是在拍唐龙的马屁吗？你在一旁听到米尔萨普的话，有些不好意思的扶住了额头，这家伙当着这么人的面呢，就直接夸我。米尔萨普的问题都问完了，接下来记者们长枪短炮的朝着你开起火来。最有价值的话题自然是赛前采访金特里时提到的那个问题，你和金特里谁是更优秀的新人主教练？金特里先生在担任太阳队主教练之前就已经做过多年的助教工作，你首先肯定了金特里的资历了，而我不过是一个刚刚才踏足 NBA 篮球领域的新人。快船队经历了重建，现在和我一样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我希望和快船队一起成长。你直言快船刚重建不久，还都是新人，你能连续2场战胜强队，不是因为我这主教练牛逼，是因为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不能认同，就是金特里先生所说的太阳是比快船更出色的队伍。你看了一眼身旁的米尔萨普，笑着点了点桌子。此刻我和保罗能坐在这里，就足以说明快船是一支比太阳队更优秀的队伍。说完这句话，你又笑着开了一句玩笑，这支快船队有多出色呢？就这么说吧，再过2年，快船教练席上拴条狗，金特里先生率领的太阳队也无法战胜我们。哇哦，这个发言够大胆，够劲爆，教练席拴条狗都能赢，这是直接把金特里的脸按在地上，疯狂抽他耳光啊！记者们也是一脸满意的疯狂按着快门。第2天，你这个名字直接刷爆了北美乃至全球的篮球圈子，于是关于洛杉矶快船的报道铺天盖地的出现在各大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上，更是有媒体直接大胆预言，本赛季快船将是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之一。1天的短暂休息也让快船全队养好了状态。第2天，快船队和犹他爵士的比赛中，以用无限换防的战术，直接把杰里斯隆老爷子的挡拆战术破解得干干净净。小胖德隆威廉姆斯本应该在对阵库里这种瘦弱的后卫时大放异彩，可结果硬生生的让快船队的锋线群给教做了人，进攻打不开倒也罢了，防守端布泽尔又成为了卡曼教官的新任受害者，被军训了1整场。姚麦时期的火箭啊，不就是个爵士吗？有那么难打吗？赢下爵士后，紧接着又要背靠背打小牛，5天4赛，这种赛程换了谁来也顶不住啊。于是快船队的开局3连胜被小牛终结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德克这个点，这场比赛他直接把米尔萨普给锤爆。老司机的速率其实一点也不慢，只是比起后卫球员来不够敏捷，他的背转身也好，经济独立也好，幅度又大，速率又快，以此创造出来出手空间后，简直就是随便投。综合下来，诺维茨基简直强的离谱，也怪不得11年小牛可以在诺维茨基的带领下夺冠。当然，除了诺维茨基外，小牛后卫线上的贾森基德和贾森特里2人表现同样出色，2个后场老油条直接把库里和哈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2009-2010赛季第1周比赛结束后，快船队3胜1负暂居西部榜首，而队中的头号球星克里斯卡曼凭借场均25.5分、11.5个篮板的数据，成功拿下西部周最佳球员，力压场均31分的科比布莱恩特。米尔萨普凭借场均接近3双的数据排在了第3位，周最佳新秀排名更比这还要离谱。库里场均23.5分、4.5个篮板、5.6次助攻的出色表现，让他荣膺本周最佳新秀称号。哈登场均20.7分、5.3个篮板、5次助攻排在第2位。伊巴卡以场均8分、10个篮板、3.3次助攻、2.3个盖帽、1.2次抢断的全面表现排在第3位。泰吉布森尽管出场的机会不多，但每场也有5+5的表现，进入了新秀排名前10。而今年的状元秀布雷克格里芬则是1场比赛还没打就受了伤，赛季报销。一时间，关于你选秀眼光毒辣的话题再次冲上北美的热门话题榜首，任谁都想不到，快船只用了1个休赛期就完成了重建。更可怕的是，你之前还交易来了不少选秀权，未来快船只会越来越强。你在本周榜单出炉后，也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恭喜了自己的队员们，同时你还发了一条艾特了巴克利，我会帮你把
乾坤袋洗干净，欢迎你来洛杉矶做客。查尔斯巴克利。查尔斯巴克利显然也是一个开得起玩笑的人，他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你。我听说你们国家有一种乾坤袋的做法，我可以带着调味料去按唐龙。两人就这样在社交媒体上交换了联系方式，成功的接上头了。没过多久，你和巴克利一起吃乾坤袋的图片就被上传到了两人的社交媒体上。快船队梦幻开局过后，但很快就被其他球队研究出来应对的办法，因为有小牛队打对呀，就是很干快船的后场组合。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怀疑库里和哈登这个组合会成功了，但是目前他们还年轻，经验尚缺。面对有经验而且运动能力强的后场球员时，他们两个人就成了突破点。尽管二人被疯狂针对，你仍然没有把他们俩撤下首发的打算，就像当年超音速培养杜兰特一样，就是给我抡，给我干，一直抡到打出来为止。头两场能赢湖人、太阳，主要还是因为对方阵容伤病的问题。你可没有盲目自大，认为快船队现在真的有了联盟顶级强队的水平。你知道今年的湖人和太阳到底有多可怕？尤其是到了赛季后期，两队全员齐整，战术成熟的时候，他们就是联盟中其他球队最不愿意面对的两支球队。除了湖人和太阳以外，西部还有一支战绩不佳，但是也不容忽视的季后赛强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2009年12月13日，快船队本赛季第一次和马刺队交手。在这之前，快船队的战绩是16胜5负，暂列西部第4；马刺队的战绩则是11胜9负，暂列西部第9。但是，只要快船赢下今天这场比赛，直接就可以冲到西部第2的位置；而马刺如果赢下，则是能直接进入西部前8。选秀大会结束后，波波维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本赛季快船队会为马刺提供3个胜场，这是让你十分不爽。更不服气的是库里，波波维奇在选秀大会当天就质疑过他的投射能力，认为他甚至都无法适应 NBA 的3分线。而现在库里的出色表现，足以说明他绝对可以适应 NBA。而且就目前马刺的战绩来看，属实是有点打波波维奇的脸了。马刺迫切求胜，快船则是报仇心切。今天这场比赛注定要火药味十足。赛前采访环节，波波维奇十分自信地对媒体说道：“本赛季快船队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他们有克里斯卡曼、保罗米尔萨普这样的优质老将，同时他们也通过选秀得到了斯蒂芬库里和詹姆斯哈登这样优质的未来之星。但是我们队中也有蒂姆邓肯和托尼帕克，他们两人可都是 FMVP 得主，加上我们还有明星锋线理查德杰弗森，极具潜力的双能卫乔治希尔。所以我认为今天双方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最后我想说的是，马刺今天将誓死捍卫主场荣耀。”你躲在一旁的角落中听到了波波维奇的全部发言，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今天我可不光是来要和马刺碰一碰，更重要的是，我是要来打劫马刺的。最近关于马刺想要交易吉诺比利的传言也是传得沸沸扬扬，而刚刚波波维奇的发言全程没有提到吉诺比利，足以说明二人现在关系是真的出现了问题，至少已经不像之前两夺总冠军时那样好了。吉诺比利是你最欣赏的球员之一，他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度过，唯一一次有可能离队的时间节点就是现在这个当口。因为吉诺比利有着极强的爱国之心，凡是阿根廷的国际赛事他都要参与，而最近一次伤病使得他到现在仍旧不能全勤马刺队的比赛。波波维奇多次对吉诺比利的这种行为表达不满，直言不想让他参加这些国家队的比赛，但是吉诺比利仍旧一意孤行，坚决为国出战，就像我国的篮球之光大姚一样，是一个国家荣誉高过一切的优秀运动员。对大姚和吉诺比利这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并且有益于人民的人，你心中只有敬佩和尊重，所以一定要把吉诺比利抢到快船来。马刺是一支老牌强队球队，尽管他们有托尼帕克、有理查德杰弗森，但是他们的核心始终是蒂姆邓肯，而邓肯今年已经33岁了，这是他在联盟中征战的第13个赛季，他的状态已经大不如从前。你直接点出了马刺阵容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核心老化问题。不过你知道，邓肯现在不是真正的老化，只是暂时经历了一段职业生涯的低谷期，2年过后，35岁高龄的邓肯会再次迎来职业生涯的新春。不过这是后话了。马刺目前的阵容除了邓肯以外，内线没有一个可靠的家伙。今天我会就这一点狠狠地针对马刺。记者们听到这都懵了，手中的录音笔都惊得差点掐断了。NBA 之中还有这种主教练，比赛还没开始就把今天的比赛部署告诉对方，这是要故意给对方下迷魂汤吗？可是对面那个主教练可是波波维奇啊，你说出这话可真不是为了迷惑波波维奇，而是要真真切切的用实际行动告诉波波维奇，你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优秀的内线球员。所以波波维奇老爷子，你觉得我们快船阵容中的克里斯卡曼怎么样？卡曼现在的确是西部乃至整个联盟为数不多的优质内线了。前世的卡曼就是凭借着09-10赛季的出色表现，成功顶替受伤的开拓者后卫布兰登罗伊，入选了10年全明星替补阵容。但是这也仅仅是卡曼的昙花一现。10-11赛季，卡曼的表现直线下跌，然后就一路狂跌到底了。你打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在酝酿着交易卡曼的计划，于是你就让快船在赛季的前半段主打卡曼这个点，让卡曼成为了快船队的战术核心，从而打出成绩，打出数据。当然主要是为了打出身价来，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用卡曼去交易来自己心仪的球员了。没错，就是马刺的马努吉诺比利。尽管吉诺比利已经32岁了，但他也属于是越老越妖的球员。现在的吉诺比利即将迎来职业生涯新的巅峰，而且这个巅峰会一直持续到他36岁。用一个只巅峰了1个赛季的明星中锋换一个还有4年巅峰期的吉诺比利，这买卖说白了就是在打劫马刺。比赛一开始你就安排卡曼主动去打邓肯，而赛前快船的助教克里斯韦伯传授了卡曼不少打邓肯的技巧，和邓肯对抗他的经验可是相当丰富。尽管邓肯的实力仍旧不可小觑，不过此时的他状态确实低迷。33岁状态不佳的邓肯对阵27岁正值巅峰的卡曼，场面上简直过于残暴。首节比赛卡曼就在邓肯头上砍下了10分，快船39-23马刺。要不是理查德杰弗森发挥出色，马刺这一节甚至连20分都拿不到。第二节比赛你安
安排阿泰斯特和米尔萨普轮流盯防杰弗森，直接把他也给掐哑火了。而邓肯则是一如既往的被卡曼欺负了半节比赛。不过邓肯毕竟是邓肯，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邓肯靠着出色的个人能力，还是成功背身单打了卡曼几次。上半场结束，快船66比50领先马刺队16分。下半场一开始，已换了一套阵容，让伊巴卡去卡住邓肯，让小乔丹去内线吃饼。内线无人可用的马刺根本拦不住小乔丹这个弹跳怪，甚至还让小乔丹抓住机会在邓肯的头上狠狠地暴扣了一次。第三节开始不到6分钟，快船队的库里手感来了，接连命中了5记3分球。在雷吉米勒的帮助下，库里的无球跑动水平提升明显。纵使是以防守著称的马刺，也无法阻挡住打疯了的库里。库里今天可算是狠狠地打了一把波波维奇的脸，一波20比6的进攻高潮，快船直接把马刺给打崩了。落后30分的马刺索性放弃了抵抗，换上了替补球员，早早宣告了比赛的结束。赛后接受完采访的你直接找到了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先生，请问您有没有兴趣和快船队做笔交易呢？波波维奇一脸复杂的看向你，他看不透你的想法，他想不出你有任何和马刺交易的理由。我直说了，你也不兜弯子，我想要马努，让他来快船指导库里和哈登。这小子一定是疯子。波波维奇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哪有人就这么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交易诉求的？做梦，马努是我们的非卖品。波波维奇直接拒绝道，除非，呵呵，我就知道你在心中偷偷笑了一声。当年的传闻果然是真的，圣诞节前夕的波波维奇对马努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只是没有球队给出合适的筹码，这才没有将马努交易走。我可以给出昆廷或是贾马尔，外加一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你知道的，我们快船现在手中的选秀权很多。不，波波维奇直接拒绝道，我想要克里斯卡曼。您是老糊涂了吗？你突然气笑了，克里斯可是我的当家球星，而马努现在甚至都不是马刺最好的3名球员之一，更何况你皱起了眉头，马努只剩最后1年合同，明年能否续约还成疑。我可以给你一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波波维奇说道，是明年的吗？你表现出有些心动的样子。不，波波维奇摇摇头，是2011年或者之后的首轮。波波维奇很清楚，本赛季是马刺的低谷，所以明年的签位会比较靠前，而11年往后马刺就缓过来了，到时候就只是个首轮末段的签了，那就2011年的首轮，你直接确认了年份。同时我希望交易是以马努答应与快船队提前续约为前提下进行。没问题，成交。波波维奇伸出手来说道。3天后，吉诺比利把自己的比赛用行李搬到了洛杉矶快船队的更衣室中，正式成为了洛杉矶快船队的一员。洛杉矶的球迷则是直接暴怒，快船队今年的战绩如此优秀，而且卡曼又打出了如此出色的表现，你竟然说交易就给交易了？只听说过战绩不好要重建才交易当家球星的，在战绩西部第2，球队阵容齐整的情况下交易当家球星的，还真是头一回见。一时间，媒体的风向立马大变，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喷你，说你是一个为了自己喜好任性胡来的疯子。唐龙终究要为他的任意妄为付出代价。这话不是洛杉矶媒体编造的，而是出自克里斯卡曼之口。通过媒体，他表达了自己对被交易走这件事的不满。你可没工夫理会这些风言风语。在吉诺比利还没有来到洛杉矶的时候，你就把赫布鲁多伊邀请来了洛杉矶快船队的经理办公室。鲁多伊是吉诺比利的经纪人，在和迈尔斯签好了吉诺比利4年5500万的续约合同后，脸上直接笑开了花，还是洛杉矶这傻子总裁的钱好挣啊。这次交易过后，快船队内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照原本的势头下去，快船是很有机会冲击一下总冠军的。快船战绩从上个赛季的联盟倒数第2，一飞冲天到了如今的西部第2，队员们必然是自信心爆棚，认为快船现在和谁打系列赛都不会输手。不过终究也就只有你开了天眼，今年的西部可不只是湖人这一支超级强队，太阳、小牛、掘金哪一个不是硬茬？想要在西部杀出重围，对当前的快船来说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你都可以预料到，等全明星赛结束后，库里、哈登等一众新秀就会撞新秀墙，到时候别说西部第2，就是前4的位置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真要冲击总冠军，明年才是最佳的时机。今年就养精蓄锐，让几名新秀好好适应一下 NBA 的比赛节奏就好。不过得益于你的忍痛割爱，如今的马刺阵容已经完全成型了。卡曼、邓肯、杰弗森、希尔、帕克这首发5虎的名单，其他球队只看一眼就会感受到恐惧。交易完成后不久，就在12月21日这天，快船与马刺再次相遇。这场比赛是马刺坐镇圣安东尼奥主场迎接快船的挑战。比赛开始前，媒体把这场比赛炒成了马刺的复仇之战。而且最值得球迷朋友关注的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两队做了一笔交易。快船队用他们的当家球星克里斯卡曼换来了马刺的最佳第6人马努吉诺比利。马刺交易来卡曼后，阵容补充完整，完全有了争夺总冠军的实力。而吉诺比利甚至都没有出现在球员激活名单上。唐龙先生，请问您对今天的比赛有信心吗？赛前记者提问时间，一名记者问道。当然，你点点头。马刺是我研究最多的一支球队，我对他们的战术跑位比怎么跑去洛杉矶的夜店更熟悉。而波波维奇面对采访这次便谨慎了，直接对着记者说了几句套话。马刺的目标一直是夺冠。之前与快船队的交易中，我们得到了克里斯，相信他会成为我们总冠军拼图中的最后一块。至于原因，是波波维奇突然发现，在马刺当前的体系下，卡曼似乎没有在快船阵容中那么强了。卡曼的确有着不俗的单打能力，而且拼抢篮板也很积极，但是卡曼有着和所有白人大个中锋一样的缺点，那就是脚
步太慢，1对1单防还行，但是协防能力太弱了。邓肯倒是有着不错的协防能力，但是这样一来，脏活累活全都压到邓肯身上了，这就让原本状态不佳的邓肯在防守端更加疲于奔命，往往3节比赛过后就完全没了体力。原本在快船队，卡曼的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因为快船有着米尔萨普和伊巴卡2个人可以轮流去帮卡曼干这些脏活累活，为他保驾护航，所以强的不是卡曼，而是快船的体系。波波维奇终于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这个唐龙其实早有预谋，只要是在快船队换任何一个其他单打能力不错的内线球员，都可以打出卡曼的效果来，而自己竟然用马努加一个首轮选秀权换了一个体系球员。今天这场比赛势必要拿下，否则我波波维奇一世英名却要在这个时候成为联盟的笑柄。好消息是，现在快船队阵容中已经没有篮下单打能力的球员了，这样一来，这场比赛只要强打内线，快船队肯定顶不住。双方球员热身完毕，比赛马上开始。比赛一开始，卡曼就获得了一个单打伊巴卡的机会。伊巴卡在平时的训练中顶防过多次卡曼了，但因为身体和经验的差距，也仅仅能保证不失位。可这就足够了。在卡曼背身单打的时候，阿泰斯特果断上前包夹卡曼，直接将篮球从卡曼的手中抢了过来。这都不能算是抢断了，这是抢球。拿到球权后的快船队靠着无球挡拆，给库里创造了一个空位3分的机会。库里甚至都没抬头看一眼篮筐，直接接球就投，刷，篮球空心入网，干得漂亮，斯蒂芬！你对着库里竖了个大拇指。库里羞涩地对着你笑了笑，表示感谢。再次来到马刺的进攻端，这次他们选择将球调给了弱侧的邓肯。邓肯拿到球后，一个漂亮的转身，直接把米尔萨普甩在了身后，随后轻松打板拿下2分。看到这，你在场边笑了笑，呵呵，第1节就开始啃老了吗？邓肯今年的状态放开了让他军训米尔萨普，也最多砍个20多分就没力气了。第1节比赛结束，快船队26比22暂时领先马刺队，虽然只相差4分，但是场面上2队可远不止这4分的差距。马刺不是靠着邓肯硬凿中锋，就是靠着帕克强突内线，得一次分异常的艰难。反观快船这边，几乎都是通过跑位和掩护后获得的空位出手机会。第2节，马刺仍然主打内线，不过这节波波维奇让邓肯下场休息，然后让把迈克尔·芬利换上了场。芬利是有3分投射能力的，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卡曼拉开内线空间。卡曼这一节表现得不错，内线连续单打2次伊巴卡都成功了。不过进攻端的米尔萨普倒是给解放了。芬利今年已经36岁了，是目前马刺阵容中最老的球员了。尽管他年轻时防守积极，效率也很高，但是身体机能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正值壮年的米尔萨普，他的防守显得有心无力。马刺进攻端让卡曼欺负伊巴卡这个菜鸟，防守端又让米尔萨普吊打芬利这个老头，场面看上去好像是5-5开，但是很抱歉，快船队有人开挂。库里这节比赛继续发挥出色，米尔萨普突破分球给到他好几次轻松出手的机会，仅仅是半场比赛结束，库里就高效的砍下了19分，快船54比50马刺。波波维奇在教练席上看到库里一记又一记的3分入网，心脏也像被库里一针又一针的扎。这个小子怎么和乔丹一样这么记仇的吗？只要是见到马刺，库里就像不要命似的往死里打。而库里自今天这场比赛过后，也收获了一个新外号，斯蒂芬打马刺就来劲库里。下半场一开始，哈登也开始发挥了，他连续点名单打了托尼帕克好几个球。帕克的速度快，但是眼前的这个小黑胖子，他的突破靠的不是速度，而是节奏。只要稍不留神，帕克就会被哈登的一个假动作骗到，被哈登给过掉。于是乔治希尔不得不去帮他补防，这一补直接让库里给打嗨了。库里这一节直接开启了杀戮模式，眼看着马刺就要顶不住了，波波维奇把卡曼换下，换上了邓肯。这下场面倒是打开了，进攻端邓肯频频单打得手，而在防守端，邓肯靠着出色协防能力，也使得快船队没有那么轻易杀进内线。不过谁能挡得住手感火热的库里？在第3节中段，库里连续命中了4记3分，整节比赛库里3分球8投5中，单节砍下了和上半场一样的19分。3节比赛过后，库里就已经得到了38分，而在第3节快要结束的时候，邓肯就已经大口的喘起了粗气，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没办法，波波维奇只好把邓肯换下去，让他休息一下，准备第4节最后阶段再把他派上场。可波波维奇哪里会想到，你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第4节一开始，你直接换上了米尔萨普、阿泰斯特、理查德森、哈登和库里的小个阵容，打起了跑轰。不到4分钟的时间，快船就打出了一波14比0的小高潮。波波维奇只好赶紧叫了个长暂停，之后把邓肯换上了场。可惜为时已晚，快船的手感已经完全打出来了，外线快船队的3分是遍地开花，邓肯的脚步根本防不到3分线外，这次上场后反而还成为了累赘。在邓肯被库里连射了一记3分后，2队分差来到了20分。波波维奇知道大势已去，索性投子认负，叫了个暂停，把主力球员都换下了场。看到马刺放弃了比赛，主场球迷也都是一脸失望的起身离开球场。这一结果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5强之后的马刺竟然输了，而且还输得这么难看。有媒体捕捉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镜头，邓肯坐在场下，拿起一条毛巾盖在头上。一场普通的常规赛能把乐天性格的呆呆打郁闷了，足以说明今天的失利对他的打击有多沉重。库里今天32投15中，3分球19中8，砍下了职业生涯新高的44分，同时还拿到了4个篮板5次助攻，表现堪称完美。马刺那边把人都换下后，你也把库里他们都换下。不过暂停期间，阿特金森提议让库里再上场刷几分，凑够50分。毕竟前不久，雄鹿队的10号新秀布兰顿·詹宁斯刚刚单场砍下55分，成为了 NBA 历史上最年轻得分50加的新秀，而他的末节29分，也同样是 NBA 历史单节得分最多的新秀。詹宁斯获得最佳新秀的呼声也突然比库里高了。没必要，你直接一口否决道，单场50分算什么？这小子以后50分随便拿。众人听到你的话，都是一副你可别逗我的模样，能拿他们相信，随便拿是不是有些吹得太狠了？你笑了笑，自己当然是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以库里逆天的投射能力，只要你为他安排好战术，那他一场比赛砍50分根本不是什么难事，甚至
至连你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会来得这么快，竟然是只是短短的一天之后。21号这天，快船背靠背做客同样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火箭队。火箭已经连续休息了2天，又是在主场作战，对于拿下快船队他们是势在必得。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成了整个休斯顿主场球迷的噩梦。火箭本赛季在交易来坎比后，解决了大姚受伤后内线无人可用的问题，而且在坎比主防、斯科拉主攻这套战术下，火箭打得十分不错，目前战绩暂居西部第5。虽然快船排名西部第2，但毕竟是狂野西部，前8的球队胜场都差的不是太多。火箭主教练阿德尔曼对于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势在必得，他认为快船是因为赛季初大家都没有适应他们的打法，所以才侥幸多赢了几场。现在快船的打法几乎已经被摸透了，自然也就不足为惧。但对你来说，火箭你有不得不赢的理由，他们现在的总经理是你在 NBA 联盟中最厌恶的人，没有之一。在大姚缺阵麦迪摆上货架的情况下，火箭仍能排到西部第5，所有人都说是小白胖子运作的功劳。尤其是从快船交易来的马库斯·坎比，本赛季他场均可以拿到 10.8 分、12.1个篮板，外加 2.1次盖帽的出色数据，堪称是休斯顿火箭的内线守护神。而在放弃阿泰斯特之后，小白胖子用3年2400万的价码签下了麦克米勒。这样一来，即便没有姚麦，火箭的阵容也是十分齐整。看一下双方首发阵容：中锋塞尔吉·伊巴卡 vs 马库斯·坎比，大前锋保罗·米尔萨普 vs 路易斯·斯科拉，小前锋罗恩·阿泰斯特 vs 肖恩·巴蒂尔，得分后卫詹姆斯·哈登 vs 麦克米勒，控卫斯蒂芬·库里 vs 阿隆·布鲁克斯。快船的阵容自然不必多说，火箭这边的阵容同样不容小觑。这一年的斯科拉和巴蒂尔表现十分出色，而控卫布鲁克斯则是进步明显，一举拿下了本赛季的最快进步球员。麦克米勒不必多说，一个合格线水准之上的外线投手。同时，火箭替补阵容中还有卡尔·兰德里、查克·海耶斯、蔡斯·巴丁格以及特雷西·麦克格雷迪。本来就连你都认为今天会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对决，但是比赛开始后，你才知道自己错了，简直是大错特错。看看火箭的后卫线阵容吧，麦克米勒攻强守弱，防守脚步慢跟不住人；阿隆·布鲁克斯身高只有1.83米，防守能力堪忧。至于麦迪，他如果是巅峰时期，那防守自然是没问题的。可现在的他大伤初愈，状态不佳，而且今年的他已经被火箭摆上了货架，每场比赛只出场7分钟，目的就是在不暴露他伤情的情况下给其他球队验货。整场比赛场面实在过于残暴，简单的说，就是火箭完完全全是给库里搭建了一个起飞的平台。不光是快船的队友帮助库里得分，就连火箭这边也是积极配合。这场比赛，快船主打库里这个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得分方式：库里接米尔萨普传球投篮得分，库里接哈登传球投篮得分，库里单打麦克米勒投篮得分，以及库里单打阿隆布鲁克斯投篮得分。火箭自然也不肯示弱，你有库里和哈登，我也有巴蒂尔和米勒。尽管没有库里和哈登那么高效，但是巴蒂尔和米勒两人还是合中实际3分球。除此2人之外，火箭队的斯科拉这场比赛打得简直是如鱼得水。套用一下张伟平老爷子的话，甭管是米尔萨普还是伊巴卡，在斯科拉面前就是2个黑市尔的木头桩子。斯科拉的内线脚步真的把这俩人完全给打傻了。这场比赛仅斯科拉自己就砍下了36分，直接打出了职业生涯的代表作来。但是这场比赛最终谁赢了？当然是快船。全场比赛结束，比分最终定格在了快船113比107火箭。库里这一场比赛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打疯了。除了第2节最后6分钟下场休息了之外，库里打了整整42分钟。这场比赛也刷新了他职业生涯的最长出场时间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和库里今天破的其他记录比起来，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库里全场比赛37投20中，其中3分球23投12中，罚球6次全部命中，最终全场狂砍58分。而在第3节，库里更是单节飙进8记3分球，拿到30分，一举把詹宁斯的几个新秀得分记录都给破了不说，还顺带把3分球单节以及全场命中数的记录给破了。排在他后面的是雷阿伦和雷吉米勒，虽然今天没有拿到60分，但是这已经到了极限了。第4节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库里2罚全中，让快船稳稳地保持住了6分的领先优势。于是火箭就放弃了，对手已经放弃了，你总不能再抱着球冲上去上个篮吧？垃圾时间刷分，那是人干的事。今天的58分，再算上昨天对阵马刺的到的44分，库里背靠背拿下了102分，这个记录直接排在了历史第3位。前2位，一个是科比布莱恩特的110分，一个是迈克尔乔丹的103分。也就是说，库里仅用了不到半个赛季，就将自己的名字和历史最佳的2名得分手放到了一起。一时间，库里这个名字直接传遍了整个篮球界，新的巨星已经诞生。这是第2天洛杉矶时报的头版头条标题。这篇文章里直接把库里塑造成了一个励志的美丽监视英雄，一个瘦弱的丑小鸭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雄壮白天鹅的故事。09年选秀被各方看清，甚至一度被认为进不了乐透顺位，结果你慧眼识珠，把他带到洛杉矶，然后就有了现在库里的一飞冲天。这个故事看得你都想哭了。人家老爹戴尔库里可是前 NBA 职业球员，而库里本人身高1.91米，体重84公斤，体测的时候185磅，卧推10次。反观2010年的状元秀沃尔是0次，这身体素质放在 NBA 球员里不突出，放到普通人当中，那绝对是个又高又壮的肌肉大汉。说白了，库里从来就不弱，他的弱都是源于他人的歧视。不过话说，按常理说库里不应该这么早就爆发。前世的库里，新秀赛季单场最高分是42分，而这一世直接拔高到了58分。你仔细想了一想，也只能用目前快船队的打法有点像学院篮球，而恰好对手也都肯配合这个理由。最关键的是库里在你手底下打球，可没有前世那么多限制。与火箭的这场比赛，除了库里
里之外，还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当初火箭为了换到坎比而送来快船的替补后卫凯尔·洛瑞。一方面是作为天头被送走，另外也是为了给布鲁克斯腾出上场时间来。而今天洛瑞虽然是替补出场，但也拿到了8分5次助攻的成绩单。反观火箭的当家控卫布鲁克斯，今天则是完完全全的被打懵了，全场只得到可怜的6分，送出3次助攻。两相对比之下，火箭管理层的脸直接被打肿了。火箭弃将来到快船后，表现的比火箭首发控卫都要出彩。从各个角度来看，火箭今天是从头到脚，从管理层到球队输了个彻彻底底。在你的调教下，现在快船队的更衣室氛围十分和谐，尤其是解决掉了卡曼这个老刺头之后，现在的快船队绝对做到了团结一致。对哈登这个小胖子，你也是刮目相看，本以为他会嫉妒库里，从而对你对库里有什么想法，但是他竟然没有表露出一丁点有这种想法的倾向。同为1年级的新秀，3号秀竟然心甘情愿的给6号秀打起了辅助，这更加让你确定，当年哈登被雷霆交易，真的不是他想要更多球权和更重要的角色，绝对是那个抠13老板克莱顿·本内特不想交奢侈税，因为不想交奢侈税，所以本内特直接葬送了一个王朝。这也给你敲响了警钟，自己选的这些未来之星，只要他们愿意留下来，一定不要吝啬手中的刀刃，奢侈税而已嘛，交就完事了。今天开始还有连续2天的时间没有比赛，一直到圣诞节那天才有客场挑战菲尼克斯太阳的比赛，而这2天你可是一点都不能闲着，包括你的队员们，可是有很多活动要参与。在美利坚就是这样，一支球队不光要为了城市的荣誉而战，同时还要有对城市的社会责任感。平安夜当天，你带着洛杉矶快船队的队员们一起来到了洛杉矶的一家特殊儿童教育机构，在这里，他们和这些特殊儿童一起打篮球做游戏，同时还把印有洛杉矶快船队 logo 的队服发给他们，目的就是为了鼓励这些特殊儿童克服困难，勇敢面对生活。当然，洛杉矶的几家媒体也被迈尔斯请来了这里，目的就是为了记录快船队今天为社区所做的贡献。形象工程嘛，你得做到明面上。这一天，同样受邀来到这里的还有洛杉矶火花队，快船队员对此也是兴奋不已，毕竟平时好看的普通姑娘见多了，此时见到这些身高臂长力量型的姑娘，难免会有新奇感。这其中最受欢迎的自然是坎迪斯·帕克，毕竟才进入 WNBA 1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是 MVP 了。强者更容易被大家认可，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在做游戏的时候，坎迪斯·帕克主动要求和你分到一组，其他人倒也配合，都躲到一边去陪孩子打球了。迈尔斯无奈地摇了摇头，上去给所有到场的媒体人员都塞了2张快船比赛的 VIP 包厢票，善后工作也得做好。果然，活动还未结束，现场就少了2个人。第2天，快船客场挑战太阳队，经过2个月的磨合，太阳队现在已经完全找到了跑轰战术的正确打法。快船队这边似乎还沉浸在前不久客场2连胜的喜悦当中，整场比赛完全没有找到进攻节奏。而太阳队这边，内什加斯塔德迈尔这对经典组合发挥出色，内什拿到23分15次助攻，大号2双，斯塔德迈尔则是攻守兼备，砍下28分怒摘18个篮板，同时还给快船队送出3记火锅。最终太阳队以123比94拿下了这场比赛，这也给你敲响了一记警钟，或许再过不了多久，自己阵容中这几名新兵干子就要撞新秀墙了。但是不得不说，快船这个赛程安排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1个半月的时间，快船只打了4场本赛季真正的强队，2次凯尔特人，2次湖人。与凯尔特人相遇的第1场，保罗皮尔斯因伤缺阵，所以快船对阵凯尔特人的2场战绩是1胜1负，而与湖人的2场比赛同样是1胜1负。第1场加索尔仍然没能参战，而第2场比赛是在加索尔回归后打的。快船拿这支阵容齐整的湖人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这段时间的赛程，快船也遇到了骑士2次，但骑士可真算不得是真正强队。骑士 1.0 版本的勒布朗詹姆斯的确很强，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扛着球队前进，但是看看他们的其他队员吧，老迈的沙奎奥尼尔场均只有12分 6.7 个篮板，最多算一个勉强合格的首发中锋，但是因为年龄和体重问题，奥尼尔的脚步实在太慢，遇到快船、太阳、火箭这种打快的球队，直接就成了整支队伍的累赘。骑士的2当家莫威廉姆斯这个家伙上个赛季还入选了东部全明星，不是黑他，纯粹是因为跟在詹姆斯身边沾了光，就这套阵容怎么也算不上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强队。2010年2月10日，快船队客场120比109击败金州勇士队，打完了全明星赛前的最后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中，库里砍下了36分10篮板和13次助攻，成为 NBA 历史上第6位在新秀赛季砍下30+3双的新秀。巧合的是，原本历史线中的库里也是在这场比赛中拿到了这个数据的大号3双，只不过这次所在的队伍从勇士队变成了快船队。最终，快船队以37胜15负排在41胜13负的湖人之后，位列西部第2位，力压掘金、小牛和太阳等一众强队。你本人也创造了一项新纪录，用时最短成为全明星赛主教练的球队主帅。当然，前提是因为去年的西部全明星主帅菲尔杰克逊不能连续2年执教全明星。同样令你感到开心的是，快船队今年竟然有2人同时入选了全明星。保罗·米尔萨普以场均13.6分、9.7个篮板、8.3次助攻的全面表现，入选西部全明星替补。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库里竟然入选了西部全明星首发。赛季前半程，库里场均可以得到25.7分、4.8个篮板和6.3次助攻。进入 NBA 联盟第1年，就将一支联盟倒数的鱼腩球队带到了西部第2的位置。虽然这个西部第2主要是靠你的执教和快船全队的努力，但是库里是目前快船队的门面，球迷看到的就是库里带领快船成为了联盟强队，场均25+4+6，这数据比之03至04赛季詹姆斯的20+5+5还要强。而库里25.7分的场均得分，更是直接排在了联盟第6位。能入选全明星首发，数据亮眼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2个重要原因。一个是因为库里身处洛杉矶，这里的球迷投票热情可是极高的；二来是因为科比，他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喊话，想要在全明星赛上和库里搭档
上后场，恐怕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于是，全美的科密全都帮着库里投票，直接把他投进了西部首发阵容，力压黄蜂队的克里斯·保罗和太阳队的史蒂夫·纳什。库里一个新秀力压当今联盟前3控卫中的2人，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太合理，但是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保罗的原因很简单，今年新奥尔良黄蜂的战绩一直处于西部倒数，自然会受到影响。而那时虽然传球美如画，但这些年球迷对他也有些审美疲劳了。库里本赛季横空出世，打法又是联盟中从未出现过的，让球迷能眼前一亮。除了全明星正赛以外，库里还报名了技巧挑战赛和3分大赛。其实库里最想参加的是扣篮大赛，但是扣篮大赛的评判标准是扣篮动作的技巧、难度和美观程度，而不是滑稽程度。与此同时，库里还要代表1年级队参加今年的新秀挑战赛。快船队与他一同参加新秀挑战赛的还有哈登、伊巴卡和吉布森。今年快船队的4名新秀全部入选新秀挑战赛，足以说明你的选秀眼光有多毒辣。2月13日，新秀挑战赛打响，这场比赛毫无悬念的是1年级队获胜。为什么说毫无悬念？因为在你前世1年级队就以140比128赢下了2年级队，这次1年级队更强了，自然还是要赢了。最终库里狂砍47分拿下新秀赛 MVP， 哈登则是拿下25分、10篮板以及12次助攻的3双数据，这些数据都还算是中规中矩的数据。伊巴卡这个家伙就不太一样了，他虽然只得到了10分，但是却怒摘21个篮板，并送出5次盖帽和3次抢断。泰吉布森看着数据面板自己那12分11个篮板，有些欲哭无泪。明明自己也很厉害，可是在自己这3个变态队友身边，存在感实在是太低了。第二天，库里要参加2个项目，一个是技巧挑战赛，一个是3分大赛。你带着所有快船队的队友到现场，目的就是为了给库里的比赛加个注。你虽然很希望库里能赢，但是你还是毫不犹豫的都压了布能。事实果然就如你预想的那样，因为昨天新秀挑战赛打得太过卖力了，今天的库里显然不在状态，没有进入最终的决赛。最终，技巧挑战赛的冠军奖杯还是被内士收入囊中。3分大赛终于到了库里最擅长的环节了。库里虽然是预赛第1进入了决赛，但是最终决赛还是被凯尔特人队的皮尔斯给赢了。看到库里最后投篮时候胳膊都快抬不起来的样子，你忍不住笑了。谁让你小子昨天打得那么卖力的？看着垂头丧气的快船球员们，你喜滋滋成功收米。终于，千呼万唤的全明星正赛于2月14日这天正式打响。这是你第1次出征 NBA 全明星赛，面对自己手下这帮大腕，尽管你的实力已经得到证明了，但是仍旧不能镇住他们。毕竟你才刚刚22周岁，几乎比所有球员都要年轻，这的确很难让他们信服。好在是有科比在，说起来也有意思。本来这一年的科比应该是因伤缺阵的，可就是因为你这只蝴蝶，科比这一次没有受伤，而他也如愿和库里一起首发出战 NBA 全明星正赛了。全明星赛双方人员名单：东部全明星首发，后卫乔约翰逊，亚特兰大老鹰队补为女儿生病缺席的阿伦艾弗森担任首发，后卫德怀恩维德迈阿密热火，前锋勒布朗詹姆斯克利夫兰骑士，前锋凯文加内特波士顿凯尔特人，中锋德怀特霍华德奥兰多魔术，替补后卫拉简朗多波士顿凯尔特人，后卫德里克罗斯芝加哥公牛，后卫雷阿伦波士顿凯尔特人，前锋保罗皮尔斯波士顿凯尔特人，前锋克里斯波士多伦多猛龙，中锋乔金诺阿芝加哥公牛，中锋埃尔霍福德亚特兰大老鹰，主教练斯坦范甘迪奥兰多魔术。西部全明星首发，后卫斯蒂芬库里洛杉矶快船，后卫科比布莱恩特洛杉矶湖人，前锋卡梅隆安东尼丹佛掘金，前锋蒂姆邓肯圣安东尼奥马刺，中锋阿马雷斯塔德迈尔菲尼克斯太阳，替补后卫杰森基德达拉斯小牛顶替受伤的克里斯保罗，后卫史蒂夫纳什菲尼克斯太阳，前锋凯文杜兰特俄克拉荷马雷霆，前锋德克诺维茨基达拉斯小牛，前锋保罗米尔萨普洛杉矶快船，中锋保罗加索尔洛杉矶湖人，中锋克里斯卡曼圣安东尼奥马刺顶替受伤的布兰登罗伊，主教练唐龙洛杉矶快船。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全明星赛正式打响，反正你也管不了，索性交给球员们自由发挥了。首节比赛，科比和库里这师徒2人配合默契，两人里突外投，把东部的后防线打成了筛子。看到他们打得这么起劲，你索性也就不换人了。全明星赛嘛，不就是玩个痛快？东部那边的韦德和詹姆斯也同样玩得不亦乐乎，连着3次詹韦连线，直接把现场的气氛打嗨了。更是有人在观众席上惊叹到，如果有一天詹姆斯和韦德2人能一个队，该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啊！你就坐在那人前面，回过头看了他一眼，笑了。放心吧，过不了多久你的愿望就会实现了，甚至除了他们2人之外，还要再多加上一个家伙。你看了一眼东部替补席上的克里斯波什，心中不免有些感慨，这可是2个全明星首发加一个全明星替补啊。第2节你直接5上5下，全明星用人战术根本用不着。下了场后的科比直接来到你身边坐下，唐，你觉得做全明星主教练有意思吗？当然，尤其是可以做你的教练，哈哈。科比直接被逗乐了，下一刻却突然脸色严肃起来。你觉得今年湖人队有机会夺冠吗？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你看着球场上的明星球员们，突然明白了，科比是看到东西部这么多有天赋的球员，心中有感慨了。当然，你同样是一本正经的说道，今年不是湖人总冠军还会是谁呢？达拉斯、菲尼克斯、奥兰多或者波士顿。科比说道，他们今年都很强，当然还有你们，我们就算了吧，这帮小家伙马上就要撞新秀墙了，但明年的话，我们肯定会干翻湖人的。说着你摸了摸库里的头，科比笑着对库里说道，欢迎你们来挑战洛杉矶湖人。库里拿毛巾擦了擦脸，憨憨的笑了。你继续说道，我认为除了波士顿，其他球队对湖人都没有威胁，是吗？科比显然很意外，接着点了点头，其实我也这么觉得。科比说完之后，看着场上的加内特、皮尔斯、雷阿伦和朗多4人组沉默了。这是范甘迪故意派上去的阵容，观众喜欢看这个，你在想怎么对付他们吧？你有什么好法子吗？科比也转过头问道。当然有，你把身子凑上前。科比也很配合的靠了过来，
耳语过后，科比一脸恍然大悟，突然兴奋地拍了一下你的胸脯。唐，如果今年湖人拿到了总冠军，我一定要邀请你一起参加总冠军游行。你可拉倒吧！你拍回了科比的胸脯，我一个败军之将去参加你们的庆功宴，也亏你想得出，哈哈哈哈！科比大笑了起来。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都贡献了许多精彩的进球。中场休息时间，尽管现场球迷一再喊着科比的名字，但是你没有把他再换上场，你需要休息。你拍了拍科比的肩膀，接着把库里、奈什、基德、米尔萨普和安东尼派上了场。现场球迷顿时骂作一团，这主教练疯了吧？竟然一个2.05米以上的球员都没派上场。你笑了笑，一场娱乐赛你们这么认真干嘛？就在此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东部全明星居然派上场的是德怀特·霍华德、凯文·加内特、埃尔霍福德、乔金·诺阿，还有克里斯·波什，他们是商量好的。现场观众终于反应过来了，原来是你和范甘迪两个人合起伙来搞事情。全明星赛是娱乐赛，就算要真刀真枪的干，那怎么也得等到第4节吧？这第3节就好好的享受一下死亡5大对死亡5小的欢乐吧。不得不说，这2套阵容摆出来，场面立马变得滑稽起来。西部这边5名球员像5只兔子一样全场飞奔，而东部的几个内线根本就抓不住他们。兔子们一旦找着空档，立马就突破上篮，遇到库里空的就甩给他扔3分，一点抢篮板的机会也不留给东部。东部的5名中锋就更有意思了，他们干脆玩起了球不落地的全场传球进攻，靠着身高臂长，他们把球高高举在头顶，就像玩水球一样传到禁区中，轻松上篮得手。两边真是你奈何不了我，我也奈何不了你。小个子们努力跳起来想要断球，大个子们像抓耗子一样去抓小个子，整个一场猫鼠游戏，直接把现场观众给看乐了。坐镇主场的小牛队老板库班更是在椅子上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第3节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全明星赛终于来到了第4节。这一节两队终于开始认真起来了。范甘迪那边派上了霍华德、加内特、詹姆斯、韦德和罗斯，你则是派上了斯塔德迈尔、诺维茨基、安东尼、科比和内什，两队是真刀真枪的干了起来。西部内什和小斯刚打了一次漂亮的挡拆，东部回头就还了一个快攻后的詹维连线。西部科比单打韦德急停跳投，东部加内特单打司机转身后仰，西部安东尼经典3威胁后直接冲击篮筐，双手灌筐得手。东部罗斯直接一个横向大跳步甩开内什，轻松投篮得手。西部司机招牌金鸡独立，东部魔兽暴力双手灌篮。现场观众也是直呼过瘾，纷纷夸赞今年全明星赛水平高，有奇葩阵容的娱乐篮球，也有真刀真枪硬拼的实战篮球。范甘迪和唐龙有点东西，这是所有观众对你和范甘迪的评价。最终，西部以140比138赢下了全明星赛。科比布莱恩特凭借32分6篮板8助攻的表现，荣膺全明星赛 MVP。这一世和前世不一样，是小牛队的老板马克库班亲自为科比颁发了全明星 MVP 的奖杯。对这个小牛队多年来一直对抗的巨星，库班显然对科比有着极深的感情，也难怪后来科比因为意外去世后，库班决定退役科比的24号球衣了。对手的尊重才是对你最大的肯定。全明星赛结束后，常规赛继续进行，果然不出你所料，快船队的库里、哈登等人接连撞上了新秀墙。2-3个月份，快船队的几名新秀表现的都有些不如人意，但是马努、吉诺比利这段时间状态火热，成功帮助球队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本赛季吉诺比利为快船队替补出战42场，场均28分钟的上场时间，可以高效拿下16分5篮板3助攻，表现堪称完美。这表现让波波维奇看到了直拍大腿，后悔不迭。4月初的时候，快船队的几名新秀都缓过来了，纷纷找回了赛季初的状态。2010年4月14日 NBA 常规赛收官战正式打响，快船最后一场常规赛的对手是湖人队。这场比赛，湖人让科比和加索尔休息了，让他俩安心准备季后赛。毕竟今年湖人队的目标依旧是夺冠，快船这边人员齐整，个个都能打，你索性没有安排轮休。最终快船以107比91战胜了湖人。本赛季快船的赛程算是完美的首尾呼应了。今天比完后，东西部球队排名也都出来了，东部与前世相差不大，克利夫兰骑士以59胜23负的出色战绩雄踞东部榜首的位置，奥兰多魔术队以57胜25负的战绩紧随其后。接下来的3到8名依次是51胜31负的亚特兰大老鹰队，50胜32负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46胜36负的迈阿密热火队，45胜37负的密尔沃基雄鹿队，43胜39负的夏洛特山猫队，41胜41负的芝加哥公牛队。骑士和魔术两队也被认为是今年最有机会进入总决赛挑战卫冕冠军洛杉矶湖人队的2支队伍之一。他们的当家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和德怀特霍华德也是当下联盟最具有交易价值2名球员，甚至高于湖人队的科比。西部这边的排名就很精彩了，主要是因为有了快船这支黑马球队的搅局，整个西部的排名顺序和前世相比大变样。湖人58胜24负锁定西部榜首位置，西部第2的球队是达拉斯小牛队，他们的战绩是53胜29负。西部第8的球队是波特兰开拓者队，他们的战绩是50胜32负。第2到第8只差了3个胜场，可见今年西部的球队是有多卷了。西部第3的队伍是菲尼克斯太阳，他们的战绩同样为53胜29负。西部第4是洛杉矶快船，战绩是52胜30负。紧接着，西部第5是犹他爵士队，战绩为51胜31负。西部第6是丹佛掘金，战绩同为51胜31负。所以西部第7就是圣安东尼奥马刺了，他们的战绩是50胜32负，靠着对阵波特兰开拓者的胜场排在了西部第7的位置。排在西部第9，遗憾没能进入季后赛的球队是俄克拉荷马雷霆队，他们在你前世的战绩应该是50胜32负，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季后赛。常规赛结束后，季后赛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快船自05至
2005-06赛季后，时隔3个赛季终于再次进入季后赛。对于快船季后赛的前景如何，各路评论员和大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快船今年是一支伪强队，他们利用新奇的战术打法，为他们额外赢得了高出他们真实实力的5到8个胜场。但不得不说，唐龙是一名出色的教练。这时史密斯的发言倒也中规中矩，毕竟快船的战绩确实是靠着你对篮球战术的超前理解获得的。季后赛才是检验一支球队的真正成色的舞台。或许快船队在首轮季后赛就要原形毕露了，这是国内著名解说舒群老师的评价。在他看来，只有一支靠着控球后卫做大脑的老派球队才应该获得比赛胜利。就比说那支有着克里斯保罗的钓鱼大队新奥尔良黄蜂，像快船这种控球后卫主进攻、组织串联球队的任务交给大前锋的球队，他根本看不上眼。对于首轮快船和爵士的交战预测，几乎所有人都给出了爵士4比2或者4比1赢下快船的结论。虽然常规赛快船对阵爵士的战绩是3胜1负，但是仍旧没人看好快船。毕竟快船的当家球星斯蒂芬·库里只是个1年级新秀，他太年轻了。更何况每次快船打爵士，只要让德隆去单打库里，库里根本防不住，只能呼叫协防。常规赛强度不够，可能还没问题，但到了季后赛，如果爵士就一直打你库里这个点，完全可以给你打崩了。可现实直接狠狠地扇了所有人一巴掌。季后赛首轮，快船干净利落的以4比0的总比分横扫了爵士。布泽尔和奥库这个传说中的姚明苦主组合，在面对快船时根本就不堪一击。他们的运动能力被快船的伊巴卡和米尔萨普全面包围，只能起到拉开空间的作用，但是想要在外线得分，简直难于上青天。后卫德隆进攻端挡拆战术被快船队直接用无限换防策略拆解掉，剩下的油也只有单打库里这一点。但是库里也是真争气，在经历过科比的防守调教后，硬生生的顶住了德隆的坦克式突破，实在扛不住了。还有米尔萨普和伊巴卡帮他协防，所以快船始终没有让德隆翻起浪花来。首轮季后赛，库里4场比赛场均20.3分、3.6个篮板、5.4次助攻，这数据虽然比不上他常规赛的23.1分、5.0个篮板、6.6次助攻的22+5+6的超级表现，但对于一个1年级菜鸟来说，已经很强了。至于库里常规赛为什么后半段篮板提升到了5个，那自然是你的安排了。主教练安排球员刷数据，这很合理吧？常规赛后半段，库里撞上新秀墙后得分明显下降，你索性让他防守时退到禁区内，让伊巴卡和米尔萨普帮他卡位，他去拿篮板接着组织进攻，这也使得库里篮板数和助攻数均得到提升。2010年5月1日 NBA 官方公布了09-10赛季最佳新秀阵容的名单，这份名单一出，立马引起无数争议。当然，主要是针对的新秀第一阵容，泰瑞克·埃文斯场均20.1分、5.3篮板、5.8助攻、1.5抢断、0.4封盖；斯蒂芬·库里场均22.1分、5.0篮板、6.6助攻、1.9抢断、0.2封盖；詹姆斯·哈登场均17.5分、5.5篮板、6.7助攻、1.7抢断、0.2封盖；塞尔吉·伊巴卡场均11.3分、10.5篮板、3.2助攻、0.8抢断、1.8封盖；约纳斯·杰雷布科场均9.3分、6.0篮板、0.7助攻、1.0抢断、0.4封盖。最佳新秀第一阵容有3名球员来自洛杉矶快船队，看上去好像是快船队有黑幕，但是球迷更多的是为快船队鸣不平，认为是联盟黑掉了快船队4名新秀同进最佳新秀1阵的壮举。最佳新秀2阵的5人分别是密尔沃基雄鹿队的布兰顿·詹宁斯、新奥尔良黄蜂队的达伦·科里森和马库斯·索顿、纽约尼克斯队的乔尼·弗林，以及洛杉矶快船队的吉布森。泰吉布森本赛季场均9.0分、7.5篮板、0.9助攻、0.6抢断、1.3封盖，这表现明显要比杰雷布科好，但是联盟还是将其排除在第一阵容之外。而吉布森则是再一次泪目了，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人总是我？随着最佳新秀阵容的出炉， NBA 09-10赛季最佳新秀也评出了，没错，毫无疑问就是斯蒂芬·库里。库里新秀赛季场均得到22+5+6，这是自2003年詹姆斯后的又一次有人可以场均得到20+5+5。库里也成为了 NBA 历史上第4位在新秀赛季打出这种表现的人。前3名分别是大欧罗伯特森、迈克尔乔丹和勒布朗詹姆斯，无一例外都是历史级别的超级巨星。其实今年还有泰瑞克埃文斯也打出了20+5+5，只不过在库里的光环之下，他就显得有些暗淡了。由于今年优质新秀井喷式的出现，再加上还有一个尚未出过场的状元白魔兽格里芬，人们普遍认为09新秀年是不输03白金一代的选秀大年。早在几个月之前，你就开始安排库里在赛季后半段刷数据了。对此，快船队中的其他人也是见怪不怪了。同为后卫位置的几名老将理查德森、克劳福德和洛瑞等人显然有了意见，他们认为自己如果能有库里的战术核心位置，打出来的数据不一定就比库里差。尤其是克劳福德，本赛季他作为替补席上的主要火力点，场均可以贡献16.3分。第一轮系列赛结束后，最佳第6人的结果出炉，正是古马尔克劳福德。你清楚的知道他攻强守弱的特性，特别适合打第6人这个点，所以你才会更多的安排他去打第6人的位置。只是可惜克劳福德自己似乎并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自己有打首发的能力，只是被你偏爱的库里顶替了自己的位置。甚至到了季后赛，你明显把吉诺比利的角色推到了替补席第1火力点的位置上，这也导致克劳福德的季后赛数据大打折扣。尽管与快船还有最后1年合同，但是克劳福德已经委婉的向你表达了自己下赛季换队的想法，你并不意外也表示理解，但是对于他不想打第6人的这个想法完全不能认同。前世的他就是在这个赛季开始该打第6人，到了你这里反而不愿意打了。归根结底，克劳福德应该是不愿意给库里、哈登这2个新秀打替补了吧？其实对于你来说，现在阵容中的这些人绝对不会交易的也就4个人：库里、哈登、伊巴卡和米尔萨普。甚至米尔萨普，如果有球队能给出好的筹码，你也愿意交易，无非是让哈登去组织进攻，伊巴卡去策应，再找个锋线防守悍将，效果其实也差不多。你知道，快船今年这套阵容过了首轮就算是及格了。2010-2011赛季才是快船起飞的赛季，你有信心通过
选秀和休赛期的操作，将快船升级到王朝球队的配置，到时候整个2010年代的这10年都将是洛杉矶快船的时代。第2轮，快船的对手是湖人，面对这支如日中天的湖人，你心里十分清楚，在季后赛强度下，快船根本碰不过湖人。前2场比赛，科比和加索尔2人表现出色，以109比88和99比90的比分兵不血刃地拿走前2场的胜利。第3场，快船全员3分都投开了，快船3分球命中22粒，湖人只有8记3分，最终快船队以120比108顺利扳回一城。第4场，双方手感都不好，都是靠着强突强打拿分。比赛结束前10.2秒钟，快船队还落后湖人队2分。米尔萨普前场持球，借着哈登的掩护往篮下杀去，拜纳姆补了上去，但是却放空了篮下的伊巴卡。不过这时候加索尔已经回到了篮下，死死地挡住了米尔萨普攻框的路线。米尔萨普看了一眼弱侧底角阿泰斯特正被奥多姆死死地盯着，根本参与不到这次战术里。无奈之下，他只好将球回传给了弧顶的哈登。哈登拿到球后，面对老于直接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他后往篮下杀去。老于赶紧追了上去，生怕哈登杀到篮下造成拜纳姆或者加索尔的犯规。没想到哈登却突然停下，把球从裆部往后边传过去，随即便在原地做了一个挡人的动作，绕过去，绕过去。科比突然在一旁对着老于大喊，老于赶紧往哈登身后的库里扑去，可惜为时已晚，库里早就等在了3分线外，连调整的动作都没做。起球，出手，嘟，中场哨声响起，全场比赛结束。刷，篮球在亮着红光的篮板背景中空心入网，压哨绝杀。斯蒂芬·库里在自己第1年的季后赛之旅就投出了一记压哨绝杀球。库里看到球进后，兴奋地挥动着自己的拳头，跳起来朝着哈登就撞了上去。哈登也是开心的不行，自己和库里这套配合演练过无数次了，终于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落地后的库里一转身，朝着教练席就跑了过来，你直接张开了双臂，一把搂住了跳进了自己怀里的库里。干得漂亮，干得漂亮！透过库里的后背，你看到了一脸冷静的科比波澜不惊地往球员通道走去。你知道这轮系列赛已经结束了，那个男人可是黑曼巴科比布莱恩特，当他被压哨绝杀输球还能保持冷静，说明接下来他就要开启杀神模式了。果不其然，接下来的2场比赛，科比没有给快船队任何机会。2场比赛，科比一共砍了82分，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快船给击沉的。快船队被大比分4比2淘汰回家钓鱼去了。但是你对这个赛季快船的表现已经很满意了，毕竟上赛季的快船还是战绩联盟倒数第2的鱼腩球队。不光是你自己，包括 ESPN 在内的众多媒体都对快船的这一年表现做出了肯定，称快船这一年是 fantastic 的一年。快船队的老板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家伙，你看着报道上说的，十分赞同的点了点头。西部决赛的2支队伍是湖人 vs 太阳，这和前世一样。分区决赛开打之前 ，NBA 官方就公布了今年的 MVP， 没有任何悬念。今年的 MVP 是勒布朗詹姆斯，场均29.7分、7.3篮板、8.6助攻、1.6抢断、1.0盖帽。其率领的克利夫兰骑士队战绩59胜23负，联盟第1。这个 MVP 得的实至名归，没有任何争议。你看着这则消息，心中不免一阵唏嘘。谁会想到今年的 MVP 将会在这个夏天选择离开母队？最佳阵容一阵和前世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霍华德、詹姆斯、杜兰特、科比和韦德，这没什么争议。联盟现役球员中毫无疑问的最强5人。第2阵容则是发生了变化，斯塔德迈尔、安东尼、诺维茨基、德隆威廉姆斯以及斯蒂芬库里。原本第2阵容的内势被库里挤了出去，尽管库里没有做到像邓肯一样新秀赛季就入选最佳阵容一阵，但是能进入第2阵容，这已经是惊喜中的惊喜了。要知道，强如詹姆斯和韦德也是在第2个赛季才入选最佳阵容2阵的。第3阵容同样发生了变化，当然不光是因为内势下沉到了第3阵容，除了邓肯、加索尔、内什、乔约翰逊4人以外，最后入选第3阵容的是保罗·米尔萨普。米尔萨普以场均14.3分、10.3篮板、8.0助攻、1.2抢断、1.8盖帽的全面表现，强势顶替原本的一个傲狗进入了最佳阵容3阵。与此同时，米尔萨普还入选了最佳防守阵容2阵。西部决赛，湖人兵不血刃4比1淘汰太阳，与凯尔特人会师决赛，那是遗憾出局。你在现场观看了巨5的比赛，看到那时离场时的落寞背影，你也不免感到有些遗憾。那时也是你最欣赏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你清楚的知道，那是多年来饱受背部伤病的困扰。前世的他12年转投湖人，想要在职业生涯末期拿到一个总冠军，可惜他自己也好，湖人队也好，状态都大不如从前了。最终他带着遗憾退役。如果这一世的内势还会在职业生涯末期选择转投其他球队争冠的话，你一定要说服他来快船，帮他拿下至少1枚总冠军戒指。而今年的总决赛也是异常惨烈，甚至可以称为 NBA 历史上最激烈的总决赛。最终科比率领湖人在抢七大战中以83比79成功卫冕，获得2009-2001赛季 NBA 总冠军。科比也如愿以偿拿到了第5个总冠军和第2个 FMVP。从今天开始，他就可以在奥尼尔面前横着走了，因为他有5个总冠军，而奥尼尔只有4个。同时，科比在追随乔丹的路程上更往前进了一步，距离乔丹的6冠就只差1冠了。借着这股势头，科比有信心在明年再拿下一次冠军，在总冠军数量上追上乔丹。但是你知道，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今年湖人再次夺冠后，胸口这股气已经散了出去，而且3连冠的难度不只是这一点，还有人员变动和伤病问题。科比这次3连冠没能拿到，主要还是因为他在11年3月份的一次脚踝伤，进入季后赛后脚踝伤病复发，所以才被小牛淘汰出局。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即便科比这一世没有经历这次脚踝伤，你也不会让湖人拿到3连冠了，因为快船在2010至2011赛季的目标就是夺冠。这个夏天，湖人已经没有操作空间了，但是快船还有许多的可操作性，毕竟今年的休赛期绝对会是21世纪以来最精彩的一年。看看这一连串自由球员名单吧：勒布朗·詹姆斯、德克·诺维茨基、克里斯·波什、阿马雷斯·特德迈尔、乔约翰逊。仅仅是最佳阵容中就有6名球星成为了完全自由球员，
除此之外，还有保罗·皮尔斯、雷阿伦，今年防守科比出奇效的托尼·阿伦、大鲨鱼奥尼尔、大 Z 伊尔戈斯卡斯、杰梅因·奥尼尔、哈队哈斯勒姆、大本中华莱士、布泽尔、科沃尔，还有被交易到纽约尼克斯的特雷西·麦克格雷迪。另外，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的名单当中也有不少不错的球员，比如孟菲斯灰熊的鲁迪·盖伊、休斯顿火箭的路易斯·斯科拉等等。今年夏天，你绝对可以好好操作一番，让这艘小快船直接变成宇宙级航空母舰。当然，在自由市场开启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 NBA 1年1度的选秀大会。早在5月19日那天，抽签大会就已经举行完毕了，签位顺序和前世大差不差，唯一的区别就是快船队已经脱离乐透区了，所以原本快船是首轮第8顺位，现在则成了首轮第24顺位。由于你囤积的选秀权都在明年之后，所以今年你得想办法操作一下才行。借着等待选秀大会开幕的这段日子，你又干了一件大事，你飞到了羊城，约见了一位老朋友，没错，就是博人的骄傲大姚。上赛季只要快船和火箭有比赛，你都会单独约大姚吃个饭，你对大姚的尊重和喜爱程度是非同一般。今天你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说吧。大姚看了一眼手表，说道：“他不能出来太久，毕竟国家队集训不是度假。”你伸出2根手指说道：“2件事，一件是场内的，一件是场外的。场内的事是想让我去快船吧？”大姚笑了笑，接着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踝，下赛季我能不能打都还不一定呢。下赛季你肯定不能打，你斩钉截铁地说道，至少也要休养到11年才行。你也是这么觉得？大姚有些好奇地问道。所以我的医生建议我不要参加这次的世锦赛。不光是你的医生，恐怕国家队的队医也不会允许的，否则今年就会是你的职业生涯的最后1年。你可真没有在吓唬大姚。前世的大姚在10至11赛季复出，结果只打了5场比赛，就再次脚踝应力性骨折，赛季报销之后，大姚再也没有打过哪怕1分钟的比赛。最终在2011年的7月9日，大姚宣布退役。这不论是对 NBA 还是对国家男篮的球迷来说都是一个噩耗。而你想要改变这一切，你不光要让大姚的职业生涯继续下去，还要让大姚拿到 NBA 总冠军戒指。大姚沉默了许久，终于抬起头来问道：“你的建议是？我希望你下个赛季可以一直休养到身体彻底能够出战了再复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减重。”大姚一脸意外：“减重？为什么？”你立马说道：“你现在的伤病都是因为体重给了你的下肢太多负担，只有减重才可以让你摆脱伤病困扰。”但是大姚皱起了眉头：“如果我减重了，那我还怎么和那些大佬黑们对抗？今年的季后赛你看了吗？”你没有直接回答大姚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他一个问题：“看过了，每一场我都看过了。”大姚说道：“这是我的工作。你觉得奥尼尔还是从前的奥尼尔吗？”大姚低头思索着什么。可是还有霍华德呢？你刚进联盟的时候多重？没等大姚回答，你自己就接着说道：“你只有130公斤。第一次对位奥尼尔，你开局就给了他3个火锅。”对，大姚点点头，接着又笑了说道：“然后他整场比赛在我头顶上扣了10个。”哈哈哈，你笑了。你知道大姚这是在开玩笑。面对那时的奥尼尔，你130公斤的体重也丝毫不落下风，所以我认为你把体重减到135公斤以下，面对现在的霍华德也毫无问题。当然，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说，那就是未来几年甚至都不需要面对霍华德，因为未来几年从东部杀出来的球队都会是热火队，而那支热火队，即便大姚再减重多一些，也没有人能顶动大姚。最关键的是，你又补充道，减重对你的身体好。你看着大姚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又趁热打铁说道：“我希望你能来快船，我们一起赢下总冠军，建立王朝。”大姚听到你的话，突然抬起头，惊讶地看向你：“所以你希望我和火箭结束合同吗？”大姚终于问到了关键问题上。是的，你点点头，然后我会为你提供一份5年2500万的长约。原本大姚最后1年的合同就有1769万，5年2500万，去掉各种税，最多也就比1769万多挣了几百万，但是合同期却成了5年。说实话，吸引力真的不太够。当然，不同于其他球队，我会给你一个特殊条款。看到大姚皱起了眉头，你赶紧试图用其他条件说服他，在快船效力期间，国家队比赛你有最高的优先级。这意思就很明显了，大姚是一个国家荣誉感极强的人。大姚看着你，突然笑了，他是真没想到，你这小子竟然给出这样的条件来。最后，你接着直接甩出了一份合同来，这是我让秘书拟好的代言合同，我正式邀请你成为我们亲力体育的代言人。亲力是你在福建省创办的一个运动品牌，咱这可以算阴阳合同了吧？大姚突然笑了，拿起合同看了起来。所以这就是场外的那件事吧？大姚看着合同说道。是的，你点了点头。大姚看完合同后倒吸了一口凉气，你还真是敢给啊！合同上的数字是10年5亿人民币，我要选择跳出合同吗？大姚问道。或许还有别的办法。你突然坏笑着说道。1周后，当你刚从国内飞往纽约的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手机上也收到了一条 NBA 新闻，大姚宣布执行与火箭的最后1年合同。随即，火箭与大姚达成了买断协议，具体的买断数额为1000万美刀。这条新闻一出，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现在的大姚的巨额合同已经成为了火箭的负担，他们巴不得赶紧把大姚给处理掉。本来白养大姚1年要1700多万美金，现在只是1000万美金就把大姚处理掉了，这可太划算了。幸好大姚愿意坐下来和我们好好谈谈。处理完大姚合同后的白人死胖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在几天前，大姚的伤病报告不知道是被哪个混蛋给泄露出去了，全联盟其他29支球队总经理的办公桌上都摆上了大姚的伤病报告。尽管没有明说，但结论基本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大姚已经不能再打球了。原本金州勇士队是想出篮板狂魔彼得林斯来交换大姚，但是看到这份报告后，他们立马
就撤了。好在白人死胖子反应迅速，他赶紧联系了大姚，大姚也表示理解，提出愿意少拿一部分钱和火箭达成买断协议。该死，我一定要找到是谁泄露出去的。白人死胖子骂骂咧咧的拿起了全联盟都收到的那份大姚伤病报告，刚翻了几页，突然发现不太对，他赶紧又翻了几页，接着便一脸颓然的瘫倒在座椅上。这份报告不是火箭队医出具的，这是一份假报告，里面关于大姚的伤病情况直接进行了避轻就重的春秋笔法。原本大姚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经过这么一改，大姚直接就成了无药可救了。莫狗，喜欢我送你的这份大礼吗？你笑着把手机收了起来。2010年6月24日 ，NBA 选秀大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拉开帷幕。当你带着3名女伴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时候，顿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你带来的女伴太扎眼了；另一方面，是大家都想看看你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会选谁。去年选秀大会上，你那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他们还历历在目。而就在不久前，洛杉矶快船队和犹他爵士队达成了交易，不过是2笔交易合并起来的一笔交易。快船和爵士首轮选秀权互换，同时快船会将上赛季的最佳第6人古马尔克劳福德送到爵士，而快船会得到罗尼普莱斯和942万的交易特例。不过人员交易要在7月1日以后才能完成。快船的得到的这个签位是首轮第8顺位，你看到这个签位不免觉得有些好笑，历史的车轮怎么又转回来了？但是你绝对不会再用这个第8顺位选择阿米奴了，你的目标肯定是你的洛杉矶老乡保罗乔治。如果将2010年 NBA 选秀重排的话，保罗乔治就是当之无愧的第1顺位，这可是当年率领步行者在东部和如日中天的3巨头热火打到抢七的狠角色。而且前世的他兜兜转转，最终还是来到了洛杉矶快船，这一世就不要让泡椒走那么多弯路了，直接来快船就好了。很快，大卫斯特恩上台宣布了华盛顿奇才队的选择，约翰沃尔依旧是状元，第2和第4顺位连着2支球队都选择了侧翼球员，但是都没有选保罗乔治的，眼光这东西还真是很难看准啊。接下来，表妹德马库斯考辛斯被国王第5顺位拿下，巅峰赛季的表妹可以算是联盟第1中锋了，就是他的情绪实在是太不稳定了，大伤之后的表妹竟然还能开发出来3分能力，不得不说，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球员。如果可以的话，你是很想得到他的，只可惜今年快船的筹码实在是不凑手，终于到快船的第8顺位了。随着大卫斯特恩念出保罗乔治的名字，现场一片哗然，这个唐龙他又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要知道此前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把保罗乔治排到前10顺位，甚至连乐透顺位都排不上他，可是这个唐龙送走了上赛季的最佳第6人，就只为了选下这个在弗雷斯诺州立大学打小联盟比赛的大2生。看看保罗乔治的选秀报告吧。优点：乔治在某些比赛发挥出色，拥有出色的臂展和射程，出手很快，他的运动能力很强，转换进攻能力出色。好吧，只看优点的话，他就是一个能跑能跳的黑人小伙子，毕竟他这些特点在好多黑人侧翼球员中都会出现。缺点：乔治最大的劣势就是无法自己创造得分机会，他运球后投射效率非常低，他的控球能力不好，得分依靠定点投篮和攻守转换，投篮出手选择糟糕。这些缺点一摆出来，鬼才会把他排进乐透秀里啊！但是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乔治的这些缺点全都没有了，而且有很多还成为了他的优势，就比如说无法自己创造得分机会。后来的泡椒可是联盟顶级的侧翼单打球员，比史密斯看到这个选择，赶紧就开喷了。毕竟他作为一个尼克斯球迷，和你可是有着世仇的。我实在无法理解唐龙的选择，尽管他去年从尼克斯手中抢走了库里，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是真的有眼光。今年快船最应该选择的是来自堪萨斯大学的科尔阿尔德里奇，他们在上赛季送走了克里斯塔曼，阵容中只有德安德鲁乔丹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中锋，很多时候他们甚至需要伊巴卡去打中锋。呵呵，你微微一笑，我们确实需要一名真正的中锋，但是我已经有大姚了，哪怕是他们需要一名侧翼球员。雷史密斯继续说道，他们也还有维克森大学的阿米奴以及巴特勒大学的戈登海沃德可以选择。是，你说的对，你笑着点点头。如果没有保罗乔治，我真的应该选海沃德，因为雷霆今年的签位比快船靠前，所以快船的24号签得以保留。这个签位你选了白边哈桑怀特塞德，随即将他下放到了发展联盟。而今年快船队的第2轮选择全被交易了，所以后面没有快船什么事了，你也没有着急走，索性坐在现场看起了热闹。当第60顺位宣布结束后，你有些遗憾，但又有些兴奋地松了一口气，自己想要的那名球员果然没有球队选他，那说明自己今年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拿下他。NBA 落选秀，任何球队都可以和他接触，并且给他开出合同，一般都是10天短合同，只要他可以在夏季联赛或者是季前赛打出好的表现，就有可能得到球队的长合同。选秀大会结束后，你早早就等在了人员通道出口位置。就在刚刚，2010年选秀大会尘埃落定，可今年的落选秀中还有一位是你想要的人。选秀大会结束后，你早早就等在了人员通道出口位置，在退潮的人员中，你拦住了一个同样是黄皮肤的年轻人。嘿，杰里米，有兴趣和我聊聊吗？看着这个满脸失落的家伙，你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要灰心。林书豪出生于加州，哈佛毕业，刚刚落选了2010年 NBA 选秀。原本的林书豪有着传奇一般的职业生涯，一个黄种人以落选秀的身份进入 NBA， 职业生涯首次出场就以替补身份拿到了25分7助攻5篮板的出色数据，带领当时深陷泥潭的纽约尼克斯战胜了篮网。而他面对的篮网当家控卫德隆威廉姆斯只得到21分。接下来就是大家熟知的零疯狂时期，林书豪带领纽约尼克斯豪取7连胜，在此期间他可以场均贡献24.4分4篮板9.1助攻的数据，这数据完全是一个联盟顶级控卫的数据。而他同时也创造了 NBA 球员首发前3、前4、前5场总得分最高纪录。如此出色的一名球员，仅仅是因为肤色的原因遭到了歧视，所以才没有被选中。这个漏你不仅要捡，还要狠狠的捡。哇哦！
教练，您是洛杉矶快船队的教练唐龙。林书豪一眼就认出了你。首先我要和你说声抱歉，你笑着说道。但是我相信你也可以理解，我之前把今年的次轮选秀权交易出去了。所以林书豪突然眼睛一亮，如果快船队这个次轮签还在的话，您是会选我的，对吗？当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下你，十分感谢您的认可。林书豪的眼里满是激动的神情，我也十分愿意为快船队出战。毕竟林书豪欲言又止，伸出了双手晃了晃。我明白，你点了点头。那您可以在今年的夏季联赛给我一个机会吗？当然，不仅如此，我还会给你提供一份均薪100万的4年标准新秀合同，你愿意接受吗？当然，林书豪赶紧点头答应道，我愿意接受，感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这份新秀合同和首轮末位能拿到的合同差不多，足以说明你对林书豪的认可。林书豪迫切想要一个能进入 NBA 打球的机会，为了能让林书豪实现自己的梦想，林书豪的母亲甚至拿出来他自己养老金支持他。而在最落魄时，林书豪连饭都吃不饱，甚至住在队友的沙发里。现在你肯给他这个机会，林书豪自然不会错过。选秀大会结束后，接着就是自由市场大门开启的日子了。尽管快船以现有的阵容已经可以进入西部半决赛了，等几名新秀再成长一下就可以夺冠了，但你对当前的阵容并不满足。首先是昆廷·理查德森，他的合同在09-10赛季结束后就已经到期了。这个家伙上赛季替补出场虽然表现不错，但你可没打算留下他，你的天眼可不是白开的。这应该是理查德森最后一个表现及格的赛季了。埃尔索顿情况和理查德森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索顿今年是球队选项，你只能和他说了声抱歉，选择了不执行球队选项。而在去年夏天执行了球队选项的凯尔·洛瑞，则在赛季结束后成为了受限自由球员。上赛季他替补出场20分钟，场均可以拿到8.3分、3.6个篮板、4.5次助攻，这个效率在弱队都可以打首发控卫了。洛瑞很不爽目前自己在球队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自己不比库里、哈登差。其实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他有什么好不服的呢？输给库里和哈登，洛瑞一点也不冤。洛瑞这种水平的球员，续约后拿去做筹码交易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你毫不犹豫地给洛瑞提供了资质报价。快船队休赛期第一笔交易正是关于洛瑞的交易，这一是因为你的乱入，整个 NBA 联盟格局也都因为蝴蝶效应发生了改变。猛龙竟然直接找到了乌杰里担任他们的球队总经理。原本乌杰里应该是从2010年开始为掘金工作3年，在2013年再加入猛龙的。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剧本，把洛瑞和德罗赞扶正，猛龙重回季后赛。在之后就是一系列操作，帮助猛龙拿下19年的 NBA 总冠军。总之，在你看来，这是一个十分有能力的经理人。所以在交易市场开启的7月1日当天，你就接到了乌杰里的电话。乌杰里开门见山道：唐，我打算给洛瑞提供一份报价，不低于500万。这种废话就不要多说了，你一眼就看穿了乌杰里的把戏，除非你给他年薪1000万级别的合同，否则我肯定会匹配报价的。乌杰里尴尬地笑着说道：哈哈，够直接，我喜欢你的性格。唐，还是说出你的报价吧。而且我也知道，你们今年夏天还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毕竟你们刚刚失去了当家球星。早在1年之前，龙王克里斯波什公开表态不会执行10-11赛季的球员选项，他将离开多伦多猛龙，成为一名完全自由球员。所以目前摆在乌杰里面前最棘手的事情，就是要尽量填补波什走后留下的大坑。唐，我想要洛瑞和吉布森，现在猛龙阵容中的球员任你挑，哪怕是特克格鲁都行。乌杰里说道。特克格鲁，你他妈当我是傻子啊？这个大漏勺去年才和猛龙签订了5年5300万的大合同，而09-10赛季，特克格鲁场均只有11.3分、4.7个篮板和4.1次助攻。就这种高薪低能还是大长约的球员，你就是白送给我，我都嫌占薪金空间。乌杰里先生，你们猛龙阵容中都是一些什么水平的球员？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一点也不惯着乌杰里，我要选秀权。你当然需要选秀权了。尽管现在人们都觉得2011年是选秀小年，但是你可是重生回来的人，你可是知道2011年绝对是个选秀大年。之前你已经在与森林狼的交易中得到了一个11年的首轮选秀权，快船本身也有一个选秀权，还拥有和火箭的首轮互换权。即便是这样，还是不够用。11年首轮选秀权，你至少需要3个：克莱·汤普森、科怀伦纳德、吉米·巴特勒。这3个人，你一个都不想错过。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明年不受保护的首轮选秀权。乌杰里也知道你不好对付，只好硬着头皮说出了自己原本就想好要给出的筹码。刚好，这也是你需要的筹码，但是这筹码还不够。乌杰里先生，您可以再重复一下猛龙队需要的球员吗？乌杰里一头雾水，但还是回答道：我们需要凯尔·洛瑞和泰吉布森。好，那请允许我先为您简单介绍一下这2名球员。不必了，我对他们的信息了如指掌。乌杰里打断了你的话。不，我想您并不了解，否则您绝对不会用一个明年的首轮签就打算打发掉我。哈哈哈！乌杰里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起来。这个唐龙真是骂人都不吐脏字的。明年的首轮，再加上13年的首轮，你直接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乌杰里直接拒绝道：唐，你一定是疯了，一定是。前是保护，2年有效期。说完，你又补充了一句：要是到15年你都没让猛龙走出乐透区，我劝你还是不要干什么球队总经理了，这份工作不适合你。乌杰里思考了一会儿，在电话那头点了点头。好，成交。既然你这么爽快，那我也给你好人做到底，给你一点小建议吧。什么建议？是关于舰队思路的吗？乌杰里问道。没错，你点点头，用洛瑞和德罗赞为舰队核心，至少在东部列强中会有猛龙的一席之地。乌杰里沉默了好久，应该是在认真思考你的建议。谢谢，我会考虑的。这笔交易会给快船创造一个118万的交易特例，不过显然你用不到。就在你和乌杰里达成交易当天，德鲁古登宣布以5年3200万加盟雄鹿。7月2日，孟菲斯灰熊宣布5年8200万续约鲁迪盖伊。波士顿凯尔特人与保罗皮尔斯完成了4年6100万的合同续约。
7月4日，达拉斯小牛与诺维斯基达成口头协议，合同为4年8000万。7月5日，亚特兰大老鹰6年1.12亿续约了乔约翰逊 ，NBA 又一名议员先生诞生。7月6日，不甘示弱的纽约尼克斯宣布以5年1个亿签下斯塔德迈尔。7月7日，克里斯波什宣布加盟热火，同时德维恩韦德也宣布留队。7月8日，雷阿伦以2年2000万留守凯尔特人。芝加哥公牛宣布以5年8000万签下爵士球员卡洛斯布泽尔。凯文杜兰特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已经与雷霆队达成5年8500万美元的续约协议。不愧是社交达人杜小帅，别人都是在官媒上宣布，只有他是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偷偷放消息。至此，绝大多数的大牌球星都已经有了归宿，只剩下一个万众瞩目的超级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哪怕是重来了一遍，依旧没能改变。2010年7月9日 ，NBA 年度大片决定第一部正式上映，我决定把天赋带到南海岸，加入迈阿密热火队。这句名言一出，詹姆斯立马成了全民公敌。谁都想不到，这个不久前还信誓旦旦地说不会离开克利夫兰的家伙，竟然转身便投入了迈阿密热火队的怀抱。愤怒的克利夫兰球迷气得直接当街焚烧他的骑士球衣。在这之前，从没有人敢相信克利夫兰人民的骄傲竟然会选择当一名叛徒，当一个逃兵。同时，他还要为这件事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在全美直播的时候告诉他所背叛的那些人，那些曾经爱他、支持他、拥护他的人。你在电视上看到詹姆斯惺惺作态的样子，满脸的嘲笑。克利夫兰人民，你们的愿望我一定会帮你们实现的，我一定会让詹姆斯在迈阿密狗屁都得不到一个的。其实韦德在休赛期的时候只是联系了波什，说服他加入了热火，和自己一起争夺总冠军。是詹姆斯主动联系了韦德，提出想要加入热火组成3巨头的想法，韦德自然没有道理拒绝。也就是从这时起，詹姆斯给全联盟起了个坏头，导致 NBA 成为了后来那种巨星抱团成为常态的样子。打不过了，不是去想办法提升自己，而是想着怎么去找更好的队友。人人都想通过捷径获得总冠军，更有甚者，还有打不过冠军队伍就加入他们的，这让詹姆斯都给看傻了。我让你模仿我，没让你超越我啊！总之，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热火拿到总冠军，让所有人都知道抱团这种捷径不仅行不通，而且还十分可耻。通过选秀挑选球员、培养球员、组建冠军阵容，这才是一条正道。轰轰烈烈的闹剧结束后，自由市场上的大鱼也都有了归宿。接下来就是各队补强的时刻了。自由签约开启后，你就马上和大姚以及2名新秀保罗·乔治和林书豪签了约。至于利文斯顿，上赛季他表现不错，有其他球队给他开出了年薪300多万的合同，但是利文斯顿主动找到你，表示愿意继续为快船队打球，你也没小气，直接给他开了一份3年1000万的中场合同。至此，快船队10-11赛季球队阵容已经初步确定：中锋大姚500万，德安德鲁·乔丹85万，大前锋伊巴卡120万，米尔萨普850万，小前锋阿泰斯特658万，保罗·乔治256万，后卫吉诺比利1185万，哈登430万，库里319万，肖恩·利文斯顿330万，林书豪85万。这套阵容在后世人眼里简直就是一艘宇宙超级无敌豪华银河战舰。然而，你今年夏天并不打算就止于此。快船现有阵容中一共有11名队员，薪金总和4818万，而 NBA 2010-2011赛季的工资帽为5804万，奢侈税起征点为7030万，离着工资帽还差着将近1000万呢，还有很大的补强空间。至于奢侈税，你都不用去考虑这些事情。快船现在的阵容，光吃新秀合同的红利还能再吃至少3个赛季。首先，先解决一下侧翼阵容深度的问题吧。目前快船阵容中，侧翼是一老一少的组合，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保罗·乔治今年才刚进联盟，肯定不会马上就达到他日后巅峰的实力。而阿泰斯特，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在这个赛季状态下滑严重。当然，下滑只是体现在进攻端，防守端的阿泰斯特还是那个人见人怕的鬼见愁。你是知道这情况的，但依然用大合同签下了阿泰斯特，目的嘛，想让他帮助快船的侧翼锋线群快速成长。今年的保罗·乔治，明年的科怀伦·纳德和吉米·巴特勒，这些人在新秀时期都可以接受到阿泰斯特的指导，所以这个大合同给的一点也不冤。唐，成功了，和你想的一样，3年1500万。迈尔斯兴奋地打来电话说道：“干得漂亮！你是怎么搞定他的？”很简单，迈尔斯说道：“我只问了他一句话，是哪一句？你虽然已经猜到了，但是还是想把这份成就感给到迈尔斯。”迈尔斯说道：“我问他，你想为家乡打篮球吗？真是让人感到欣慰。今年夏天有人抛弃了家乡去了远方，然而依然还有人愿意为了家乡而战。对于迈尔斯的工作效率，你很满意，想要和一名白人球员签约，果然是让白人管理层去谈最合适。确定完签约事宜后，你拿起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出去。雅虎体育办公室中，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白人掏出手机来，查看了一下刚收到的短信 ，from 唐龙凯尔科沃尔，3年1500万。1分钟后，名为 WOJ 的推特用户发了一条新推特：快船队以3年1500万签下了上赛季曾效力于爵士的侧翼球员凯尔科沃尔。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家伙就是著名的 WOJ 大神，最近的他可是炙手可热的大名人。主要原因就是在前段时间的选秀大会上，他在每一顺位的选秀结果公布之前，都会发出一条预测推特，最终的结果与他的预测完全一致。原本他应该是2011年选秀大会才开始出名的，但是这一世有了你靠着前世的记忆，提前把乐透秀的选择结果告诉了 WOJ， 然后 WOJ 再拿着这些结果去和其他球队谈判，拿消息换消息，一来二去就掌握了全部的选秀动态。选秀大会使得 WOJ 有了一些名气，之后 WOJ 对自由市场的准确预测，则是直接让他名声大噪，尤其是提前半个月预测了詹姆斯加盟热火的消息。这次那条推特下，
有好多克利夫兰的球迷都跑过去骂他，但是在决定之后，所有人又都跑去和他道歉。你这么卖力的提前帮助 WOJ 打响招牌，其实也是有目的的，只凭着你的记忆，最多也只能记住哪些球员潜力大，但是其他事情，因为自己的重生，已经慢慢开始产生了蝴蝶效应，怕是再过不了2年，联盟的格局就会和前世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如果有 WOJ 帮忙的话，自己就可以提前得知很多消息，在面临突发状况时，也能快人一步反应。今年夏天自由市场上的侧翼球员中，最适合快船的就是科沃尔了，他拥有着一手精准的3分，无球跑动后接球投射能力很强。你已经决定了，新赛季让已经成长了1年的哈登去打主控，米尔萨普可以去侧翼，也可以去处理球，这并不冲突。同时，科沃尔虽然在侧翼单防的能力一般，但是整体的防守能力非常不错，可以完美适应快船的无限轮转的防守体系，所以科沃尔在快船打球一定可以得心应手。你之所以有这个信心，那还不是因为前世看过老鹰的球，这无意之中你还激活了米尔萨普和科沃尔的羁绊属性。唐，搞定了。迈尔斯又打来一通电话，这么快？对于迈尔斯的工作效率，你感到十分惊讶。没有人和我们抢布拉德吗？火箭也想要他，但是只肯给出2年全额保障。迈尔斯说道，我给他提供了一份3年1500万的全额保障合同，他需要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迈尔斯说道，所以你甚至都没有告诉他快船这个赛季的目标是总冠军吗？有什么关系呢？迈尔斯说道，只要马内给够了，谁关心老板画的饼够不够大，够不够圆呢？你说的对，你很尴尬，这话你真没法反驳。不过你知道，有个人应该很喜欢吃大饼，这人也是你最喜欢的球员，没有之一。试问哪一个80末90初的篮球男孩没有幻想过这样一幅场景：街头的球场上，输着地拢沟的自己穿着过膝短裤，在一帮人面前玩 crossover， 给 WOJ 发过去签约米勒的短信后，你拨了一个号码出去。嘿，阿伦，这个赛季有兴趣和我一起捧起总冠军奖杯吗？今年夏天，你又开始了自己的骚操作，先是耍了阴招让火箭裁掉了姚明，随后你将姚明招至麾下，又在选秀大会拿下没人看好的保罗乔治，后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弄来几个11年的首轮签，但你还没停下脚步，随即你又给阿伦艾弗森画起了大饼。嘿，阿伦，下个赛季有兴趣和我一起捧起总冠军奖杯吗？请问你是哪位？电话那头的阿伦艾弗森一头雾水，我是唐龙，洛杉矶快船队的总经理兼主教练。哇哦，真的吗？艾弗森声音突然激动起来。是的，我知道的，你们快船队今年是一支难以置信的球队，你们有罗恩和保罗这样的老将，也有斯蒂芬和詹姆斯这样的未来之星，你们真的是一支很棒的球队，所以你打给我是为了，我刚刚说过了，我想要签下你，和你一起捧起明年的总冠军奖杯。就在不久前的7月6日那天，艾弗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动态，表示自己想要重回 NBA， 但是半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联系过他。他的经纪人尝试着联系了几家后卫现有空缺的队伍，但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艾弗森今年已经35岁了，他不再年轻了，甚至于他已经与经纪人开始计划到海外联赛去打球了。原本时间线，艾弗森去到了土耳其联赛。Oh my god， 我是在做梦吗？请您稍等一下，塔瓦纳，艾弗森妻子塔瓦纳，他们打给我了。快船，对，洛杉矶快船。Oh my god， 他们竟然打给我了。Hello， 抱歉，唐，你还在吗？当然，我还在。艾弗森小心翼翼地说道，你们应该并不缺后卫，当然，但是我们需要你。你坚定地说道，你知道的，在很多时候，你对年轻球员来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励。艾伦，来吧，我的更衣室里需要你，让我们一起在洛杉矶捧起总冠军奖杯，你愿意吗？当然，我愿意，毫无疑问，我十分愿意加入洛杉矶快船队。艾弗森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我已经帮你在洛杉矶租下了1整年的公寓，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一起来。对了，一会儿我的助手艾米丽会联系你的，你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她帮忙。我先挂了。放下电话后的艾弗森一脸激动地拍了拍身前的桌子，接着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第二天，你专程到机场去迎接艾弗森一家，一同来接机的还有哈登、泡椒和科沃尔，这3人都是加州人。当你问他们愿意不愿意一同来接机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下来。毕竟他们要迎接的人可是达安·艾弗森，96年黄金一代的状元秀，也是 NBA 历史上最矮的状元秀，2000至2001年 NBA 常规赛 MVP，4次联盟得分王，职业生涯进入过7次最佳阵容，入选过11次全明星。然而，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灵动飘逸的球风。欢迎来到洛杉矶！见到艾弗森后，你直接张开怀抱迎了上去。唐，哦不，教练，感谢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艾弗森见到你朝自己走来，直接上去抱住了。艾弗森的合同是1年118万，用的是之前与猛龙进行交易时获得的交易特例。你花了部分现金委托了一下76人进行了先签后换。你本来认为用不到这个交易特例，但是如果不用这个特例的话，你只能给艾弗森提供36万的合同，这有点骂人了。而118万，这和去年艾弗森拿到的合同差不多，这也符合艾弗森的预期。至此，2010至2011赛季洛杉矶快船队最后1名队员成功入队。现在快船队阵容中一共有14名队员，中锋大姚500万，布拉德米勒450万，德安德鲁乔丹85万，大前锋塞尔吉伊巴卡120万，保罗米尔萨普850万，小前锋罗恩阿泰斯特658万，凯尔科沃尔500万，保罗乔治256万，肖恩利文斯顿330万，后卫马努吉诺比利1185万，詹姆斯哈登430万，斯蒂芬库里319万，阿伦艾弗森118万，林书豪85万，薪金总计5886万，刚刚超过本赛季5804万的工资，冒不到100万。只看薪金的话，绝对算是一支经济适用队了。随着快船阵容
容的组建完毕，关于球队的一些不和谐言论也随之出现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关于艾弗森加入快船的。昨天你和艾弗森敲定完加盟事宜后，你就发了一条短信给 WOJ， 结果当 WOJ 这条推特发出来之后，一旦激起了千层浪。我虽然不是快船队的球迷，但我认为唐龙今年夏天的操作烂透了。看看是谁来了，天哪，是阿伦·艾弗森，一个身高只有1.8米的35岁老头，他还有能力打 NBA 吗？快船的后卫群本该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唐龙今年夏天都做了些什么？他送走了上赛季的最佳第6人克劳福德，又交易掉替补控卫凯尔·洛瑞，然后呢，他选了一名和他一样是黄皮肤的落选秀，还签下了本该无球可打的艾弗森。说到这个，他还和已经职业生涯接近结束的大姚签下了5年长约。一个队伍中，包括主教练在内，是不可以有3个黄皮肤的人的，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失败。管理员警告：您的言论已涉嫌触及种族歧视，请立刻删除。啊，不对，最后一条是系统提醒，你看多了直接看花眼了。总之，对于你今年夏天的操作就是一个意见，瞎这逼搞。就连和你关系变得不错的巴克利都打来电话问道：唐，我很不理解你的操作，你今年是打算放弃夺冠了吗？不，当然不。你说道，夺冠是一定要夺的，但是我想帮阿伦也拿到1枚总冠军戒指，可惜你已经退役了，不然我肯定也会签下你的。你是认真的吗？巴克利撇撇嘴，那我现在辞掉工作加入快船队还来得及吗？当然，快船队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查尔斯没有总冠军，巴克利先生，见鬼！你这个小混蛋！巴克利直接被气笑了。如果明年快船队真的拿到了总冠军，我一定会辞职加入快船的。好，那到时候我一定会安排你主防板凳的。你哈哈大笑说道，我说的是加入教练团队，你这该死的小混蛋！巴克利直接气呼呼地挂掉了电话。一切尘埃落定后，你带着林书豪和泡椒打满了整个夏季联赛，同时也帮他们纠正了一些问题，而且你还专门喊来自己的教练团队，帮助他们2人进行单独训练。这样一来，等新赛季开始，2人应该会很快适应 NBA 的节奏。2010年10月26日 ，NBA 揭幕战正式打响。斯台普斯中心时隔数月，再次迎来了卫冕冠军湖人和他们的首战对手洛杉矶快船队。本赛季的赛程安排很有意思，再次以洛杉矶德比拉开新赛季的帷幕。上个赛季的湖人虽然输掉了揭幕战，但最终却赢得了总冠军。而且不同于上赛季揭幕战的是，今年揭幕战的湖人阵容十分齐整。休赛期快船队可以算是大刀阔斧的操作，而湖人今年夏天的操作只能说是不痛不痒。他们放走了乔丹·法马尔，随后以4年1600万签下了自由球员史蒂夫·布雷克，然后又以2年350万的底薪签下了渴望得到总冠军戒指的巴爷马特·巴恩斯。从纸面上看，湖人的实力比上赛季的夺冠阵容更强了。几乎所有媒体和球迷也都认为湖人很有可能再次取得3连冠。但是你知道，今年的湖人已经不行了，阵容老化，伤病缠身，整体状态下滑严重。所以当科比在季后赛带着伤腿对抗小牛的时候，身边几乎一个能站出来的帮手都没有。再加上小牛的战术天克这支老弱病残的湖人被横扫也是意料之中。整个湖人后卫线就科比一个防守尖兵，结果还伤了，其他人那都什么防守？但凡看过比赛的人心里都有数，老于已经不知道被针对过多少次了。而布雷克还他妈不如老于呢，老于好歹还有个壮硕的身子能顶住人，布雷克是又慢又没有对抗，活脱脱一个后场大漏手。你甚至认为科比能受伤就是成天帮这俩儿子协防给累的。3连冠真不是那么容易拿的。09、10的湖人，12、13的热火，17、18的勇士，哪个不是倒在了第3年？作为过来人你是知道的，自打00至02年湖人3连冠之后，联盟过去了整整20年，都再没有一支球队拿过3连冠了。但是既然你都重生了，那达成21世纪第2次3连冠的任务，自己必须要扛起来。听着，兄弟们，艾弗森在更衣室里对着围成一圈的快船队员们说道，在今年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无球可打的一天，我一度很接近总冠军，我努力了但没能成功，但我知道你们都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过去已经做到了什么。我从最艰难的环境到成为状元秀、最佳新秀，再到 MVP， 我进过最佳阵容，当选过全明星 MVP， 参加过奥运会，我做了太多事情，甚至还改变了 NBA 的篮球文化。我该感谢上帝赐予我的一切，因为能被选中已经足够了，能进入 NBA 的球队已经足够了。上帝赐予我这么多成就，但我没有夺冠，我想那是上帝不想让我夺冠，但是我仍然想要在职业末年为了总冠军再拼一次。很幸运，我遇到了唐，这个联盟中唯一还愿意给我机会的主教练。看看你们吧，兄弟们，你们还年轻，你们的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我们快船从未获得过总冠军，但是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你们让我觉得，我们可以为洛杉矶带来一座不一样的总冠军奖杯，一座属于洛杉矶快船队的总冠军奖杯。上吧，兄弟们，让我们去干翻湖人，干翻湖人！阿泰斯特听得热血沸腾，直接高声喊道：“干翻湖人！”其他球员也都一起高声喊着口号，脸上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教练，签下 AI 真是一个睿智的决定。阿特金森来到你身旁说道：“如果可能，我都想以快船球员的身份上场比赛了。”韦伯也一脸感慨地说道：“今天赛前的第一件事依然是要颁发总冠军戒指，过程无需赘述。只是今年快船队员们的气势已经和去年完全不同了。去年他们都是一脸羡慕地看着湖人队员们戴上总冠军戒指，而今年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战意，那种想要一口吞掉湖人队，把总冠军戒指抢过来的熊熊战意。这个状态就对了。你看到队员们的状态，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今年这个总冠军，快船拿定了，耶稣都拦不住，我说的。而且快船不仅要拿，还要拿不止一个，起码也得是3连冠起步。可你也清楚，3连冠哪那么容易？首要的前提是要保持好阵容的健康。所以今年和湖人的季后赛一结束，你就直接带着库里一家找到了全美最好的治疗关节韧带伤的医生。你给库里的脚踝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结果让库里一家都大为震惊。库里从高中开始就习惯性扭伤，因为这个原因，库里的脚踝肌腱组织杂乱无章且缺乏韧性。在你和老戴尔的极力劝说下，库里接受了脚踝手术。医生还建议库里最好可以休养3到6个月的时间，这样一来可以让肌腱彻底复原，也彻底消除了库里的伤病隐患。你
毫不犹豫地让库里休战半年。前世库里因为这个职业生涯差点报销，你可不想赌。库里在圣诞节前后才能复出，也就是说，赛季头2个月的比赛，快船必须以没有库里的阵容应战了。情况相同的还有大姚，过去这几个月，大姚状态恢复得不错，而且他也在训练师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减重，目前体重已经下降到了145公斤。现在的大姚，按照新队医的意见，其实已经可以出战了，但是你直接一票否决了，然后把火箭原本的队医全炒，随后花了重金从菲尼克斯挖来了他们医疗团队，让他们帮助大姚和库里进行康复。你希望快船能有一个100%健康的大姚和一个脚踝不再脆弱的库里。在大姚减重到135公斤以下之前，他绝对不可以上场比赛。不过恢复性训练可以有，可以帮助大姚恢复状态。同时你也给大姚安排了一项新的训练项目，投3分。由于库里和大姚的缺阵，所以今天快船队的首发阵容是中锋布拉德米勒、大前锋米尔萨普、小前锋保罗乔治、得分后卫阿伦艾弗森、控卫詹姆斯哈登。湖人这边依旧保持了上赛季的夺冠阵容，中锋安德鲁拜纳姆、大前锋保罗加索尔、小前锋特雷沃阿里扎、得分后卫科比布莱恩特、控球后卫德里克费舍尔。比赛开始，拜纳姆争到球权，湖人队组织进攻。来到前场后，老于把球交给了科比。科比接到球后，没有急着下球，而是冲着所有人做了一个拉开单打的经典手势。这球科比要单打哈登。今年夏天的哈登哪都没去，跟着科比练了整整1个夏天，甚至连一个大屁股都没叫到自己公寓去。这个夏天，哈登可没少和科比打1对1，结果自然是每次都被科比狠狠地教育一顿。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哈登现在1对1防守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同时单打水平也是突飞猛进。科比笑着对哈登说道：“詹姆斯，让我看看最近你有没有好好训练，放马过来吧。”哈登毫不示弱地说道。就在刚刚 NBA 2010至2011赛季正式打响，新赛季的揭幕战，快船在缺少库里和大姚的情况下，凭借你出色的战术指挥，巧妙的人员使用，竟在上半场结束领先卫冕冠军湖人14分。中场休息时间，湖人队更衣室一片死寂。赛季还未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在讨论今年拿下3连冠的事情。可没想到的是，这才赛季第1场比赛，湖人众将脑袋上就被浇了一盆凉水。你们不必沮丧，科比突然站出来说道：“快船可不是什么鱼腩球队，别忘记去年我们拼了6场才拿下他们。”众人突然醍醐灌顶。是啊，单就去年他们的阵容就已经将湖人逼到第6场了，今年的快船肯定更强了，能压着自己打，没有什么好意外的。你们知道快船队今年的目标吗？科比问道。是总冠军。没等众人回答，科比直接说道：“和我们一样，快船今年也想要拿到总冠军，但我们已经连续2年拿到总冠军了，而快船他们队史上甚至1次总冠军都没有拿。现在就让我们出去，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卫冕冠军的实力。”科比还是那个精神领袖，但是很可惜的是，湖人已经不是前2个赛季的湖人了。他们现在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湖人队今年最耻辱的一节比赛。下半场一开始，湖人再次派上了首发阵容，而快船这边则是派上了米尔萨普、乔治、阿泰斯特、哈登和吉诺比利的死亡五小阵容。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很少有人敢派出这么大胆的阵容来。经过今年夏天的演练，快船的这套阵容已经趋于成熟。今天的拜纳姆和加索尔状态非常一般，既然如此，那就试试整个夏天训练的成效。即使不成功，那就换回常规阵容再打就是。场上，拜纳姆面对比自己矮了10公分的米尔萨普，进攻端是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反而防守端因为脚步跟不出去，被米尔萨普投中3记3分球。哈登和吉诺比利2人互相掩护，为对方创造了许多得分机会。2名左手将的配合相当默契。但最值得表扬的球员当属第一次打 NBA 正式比赛的保罗乔治。泡椒被你安排去防守加索尔的时候，可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毕竟2人身高有10公分的差距，而且加索尔可是2届总冠军的核心人物，而泡椒却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菜鸟。快船队这边，除了你没有一个人看好他能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泡椒成功完成了防守端的任务，他利用自己的速度和弹跳优势，选择绕前防守，阻止加索尔接到队友的传球，没有球权，你再厉害也施展不开。即便加索尔接到了球，阿泰斯特也会在第一时间上前进行包夹，迫使加索尔赶紧把球处理掉，不给他单打泡椒的机会。整节比赛，加索尔只在罚球线附近有过1次中投，仅仅得到可怜的2分。尽管菲尔杰克逊连着叫了3个暂停，仍然没能止住湖人队的败势。快船队这边，除了专注于防守的阿泰斯特没有得分进账以外，其余4人在本节比赛中全部得分上双，而湖人队只有科比靠着个人单打能力拿到了12分。任谁也想不到，卫冕冠军湖人队在新赛季的第1场比赛就被人单节打了一个46-20。第4节比赛彻底成了垃圾时间，双方都派上了替补队员。赛前关于快船的质疑声，此刻全部烟消云散。在当家球星没有上场的比赛中，快船竟然暴揍了卫冕冠军湖人队，这展现出来的实力简直可怕。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快船队以118-87拿下了赛季首胜，31分的分差，也是湖人近2年来最大一场失利分差。快船队再次用实力证明了湖人队并不是一支不可战胜的球队。也许是快船队给起的坏头，湖人接下来的9场比赛输掉了5场，4胜6负，也是湖人近几年来最差的开局战绩。快船队虽然取得了开门红，但是随后的9场比赛也只赢了5场，6胜4负的战绩暂时排在西部第3。排在第1和第2位的是马刺和小牛。小牛本赛季崛起倒是在你的意料之中，毕竟原本历史进程中，小牛就是今年的常规赛西部第3，同时也是今年的总冠军获得者。而马刺竟然还能崛起，你是真没有想到。赛季开始，马刺就拿下了3连胜。马努现在已经到了快船，而且马刺本赛季的阵容变化也不大。前世的马刺是靠着 GDP 的出色发挥，在这个赛季豪取西部第1，现在缺少了重要的一员，马刺竟然还能打得这么好。直到快船本赛季的第4场比赛遇到了马刺，你懂了。不愧是波波维奇，真的是有2把刷子。上赛季的邓肯因为爆发力严重下滑，马
马刺开始改变打法。在这个过程中，邓肯表现十分挣扎，但是上赛季波波维奇在研究了快船队的打法后，突然有了灵感，他让邓肯踢到罚球线附近去做策应，同时进攻手段上用更多的中投替代了篮下背身单打，如此一来，直接将禁区中的卡曼解放了出来，同时邓肯还能兼顾到侧翼的杰弗森，以邓肯为轴心，彻底激活了没有主动进攻能力的卡曼和杰弗森。而托尼·帕克和乔治·希尔这对后场双子星本赛季也得到了进化，两人的打法很像上赛季快船的浩登组合，进攻十分高效。赛季初同样是3连胜的马刺和快船两队的比赛，最终的获胜者是圣安东尼奥马刺。比赛结束后，你有些欲哭无泪，自己虽然打劫到了马努，但是好像无意中释放出了一头猛兽啊！这波波老爷子真不愧是诸葛维奇，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套，他玩的是炉火纯青啊！不过经历了这不太满意的开局后，快船的第11场比赛迎来了东部鱼腩新泽西篮网队。此役快船队全员皆兵，有8人得分上双，最终以120-96的比分大胜篮网，快船瞬间找回状态。接下来就是连续3场的客场之旅，第12场做客明尼苏达挑战森林狼，快船队直接把森林狼的后场球员给打爆了。森林狼的首发控卫是拜伦戴维斯，得分后卫是埃里克戈登，两人都是从快船被交易到森林狼去的。本场比赛之前，两人放出豪言是要让前来挑战的快船队铩羽而归，可结果是快船队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你在听到了两人放出的狠话后，直接把今天的进攻重点放在了外线上。原本你是打算用伊巴卡加小乔丹这对黑粗硬组合去暴击森林狼那对由米利西奇加凯文勒福组成的内线软白甜组合的，但是戴维斯和戈登却跳了出来当了出头鸟，这要是不针对他俩一下，真当你唐龙叫唐伟了是吧？总之这场比赛森林狼后场俩人直接被快船的后卫线给打爆，埃里克戈登全场11投3中，只得到8分3个篮板，拜伦戴维斯全场8投1中，只得到4分5板3中。反观快船队这边，詹姆斯哈登全场15投9中，得到26分7个篮板，并送出了10次助攻，拿到了25+10+5的出色数据。马努吉诺比利全场12投6中，拿到18分4个篮板。阿伦艾弗森替补出场，但是仍旧在拜伦戴维斯头上拿到了10分。戴维斯和戈登经过今天这场比赛，算是彻底老实了，再也没有说过打爆快船这种梦话。第二天，快船虽然是背靠背作战，但仍旧赢下了印第安纳步行者。这场比赛，哈登也拿到了23分10篮板11次助攻的3双数据。11月20日，快船的客场之旅来到了第3站纽约尼克斯。当你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后，热情的纽约球迷用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表达了他们对你的喜爱。法克唐龙，法克唐龙！要知道，纽约从不法克无名之辈，你被法克自然是有原因的。今年夏天，你做客了一档体育访谈节目，和一起录节目的嘉宾还有史密斯这个铁杆的尼克斯球迷，你的头号黑粉。如果让你自己选，你肯定不会来录这档节目。不过，今天这档节目的制作人丽娜是金卡戴珊的好姐妹。休赛期你为了挑战极限，和卡戴珊姐妹切磋了一下球技，谁知他们把你防得晕头转向。这时候还不是他们说什么你就答应什么了？其实你是不愿意的，这还不是为了稳住联盟最佳防守球员姐妹俩，不让他们去祸害自己的队员。为了这支球队，你付出的太多了。这期访谈节目简直就是专门为了攻击你而录制的，鸣枪案件接二连三的向你袭来。节目最后，主持人聊到了2009年选秀时的趣事，还在大屏幕上播放了史密斯当时气急败坏的样子。看完视频的你哈哈一笑，对史密斯说道：“早知道你会这么生气，我应该提前给尼克斯队的管理层打个电话的。”得了吧，史密斯说道，即便你打电话告知了我们，你还是会选库里的，谁让你们的顺位要更靠前？瞧吧，你对着史密斯摊了摊手，你都说了我们的顺位更靠前，所以我选择库里合情合理。史密斯狠狠地瞪了一眼你，你知道的，我们尼克斯当时对斯蒂芬可是志在必得，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斯蒂芬肯定会在第8顺位被我们选中，但是这个家伙他竟然在没有试训过库里的情况下就直接抢下了库里，我真不知道他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我怎么想的并不重要，斯蒂芬上赛季的表现已经说明了一切，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就是我们快船队想要的舰队核心。接下来你说出的这段话不仅刺痛了史密斯的心，同时也彻底刺痛了录制现场每一个尼克斯球迷的脆弱内心。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如果你们当时拿下斯蒂芬，再加上今年签下的阿马雷，你们就同时拥有了2名最佳阵容的球员了。接下来你们只需要再通过交易得到1名明星侧翼球员，就能拥有冲击总冠军的实力。但是很可惜，你们不愿意为得到斯蒂芬付出更多的代价，而我为了得到斯蒂芬，可是送出了我们当时的2名后场核心，是你们自己错过了斯蒂芬，而不是我抢走了斯蒂芬。史密斯被你的话彻底说懵了，过了好久都没有缓过神来，下一秒你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起来，已经憋了一整场的气，再不发泄就没机会了。而且你们尼克斯什么水平，你们没有个比数吗？给你们斯蒂芬你们也培养不出来，就算现在我把斯蒂芬送给你们尼克斯，你们尼克斯也照样不会是我们快船队的对手。法克唐龙，现场1名观众直接破了大防，一旦激起千层浪，这个人带完头，其他的现场尼克斯球迷全都跟着大声骂了起来。有意思的是，这场录制竟然没有因为这个而暂停，而是继续录了下去，最后这段竟然还在电视上播了出来，而制作人丽娜也因为这期访谈在业内名声大噪。下个赛季等快船和尼克斯遇到的时候，我会让你们每一个人都闭上嘴。说完，你直接转身离开，热情的现场球迷大喊着口号欢送你，滚出纽约。此时站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球场中，你微笑着对现场2万名球迷挥动着双手，仿佛是在感谢现场球迷对你的热情欢迎。只见你直接伸出一只巴掌在，一脸认真的对着尼克斯球迷们一个单词一句的说道 Tonight we 50。靠近你的球迷听到后更加激动了，欢迎更加热烈了。这个黄皮混蛋
蛋说今晚要赢我们50分。法克唐龙，法克唐龙！伴随着一阵阵的欢呼声，两队的比赛拉开了帷幕。唐，你在尼克斯可真受欢迎啊！坐在替补席上，阿泰斯特笑着对你说道：“还不都是因为斯蒂芬？”一旁的库里知道你说的是因为当时截胡了自己的事，但是我认为值得，哪怕是被他们骂一辈子也值得。说完，你直接躺到了椅子上，安静的欣赏起今天的这场屠杀来。阿泰斯特听完你的话，笑着回过头摸了摸库里的脑袋。库里看着你满脸的感动，他已经打定主意了，只要快船不放弃自己，那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快船。嘟！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快船对阵尼克斯的比赛正式开始。不出意外，第一节比赛刚结束，尼克斯就快要崩盘了。快船35-18尼克斯。当计分器上出现这个数字的时候，尼克斯球迷又愤怒地骂了起来：“法克唐龙，你很无辜，这节你甚至连个战术都没布置。快船队的跑位战术都是平时训练好的，米尔萨普在场上布置一下，队员们接着就能跑出来。在其他队中是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战术素养的。也不看看快船阵容中都是些什么人，登哥、妖刀、泡椒、28卡、米神，哪个不是球商高高的？”第二节比赛，尼克斯的主教练麦克德安东尼把威尔森钱德勒换了上去。德安东尼这个教练，但凡平时看球的应该都认识，他是当年那支炮轰大队太阳的缔造者。从04年开始率领太阳连续打出了4个精彩的赛季，那支太阳队连续4年胜场都超过50场，有2年甚至超过了60场，但是他们却从未进过哪怕一次总决赛。无论战绩多好，到了季后赛总是避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也正是因为德安东尼无法带着太阳队在季后赛更进一步，他逐渐失去了管理层的信任，再加上他和当时的太阳总经理史蒂夫科尔关系急剧恶化，没错，就是后来勇士主帅科尔。最终德安东尼离开了太阳，来到了纽约尼克斯。斯塔德迈尔能来尼克斯，除了尼克斯肯给出5年1亿的大合同之外，恐怕最大的因素就是自己的恩师德安东尼在尼克斯队任教。德安东尼接手的尼克斯真是一副烂摊子，哪怕是今年来了斯塔德迈尔，以现在的阵容恐怕还是无法进入季后赛。在前世，他们在本赛季的全明星赛结束后，交易来了安东尼和比卢普斯，而尼克斯也终于时隔7年再次打进季后赛。总之，在有米可吹的时候，德安东尼还是很会做菜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尼克斯还没把安东尼和比卢普斯这2道菜请过来，你让他这个巧妇拿什么吹？换上场的锋线球员威尔森是目前尼克斯板凳席上的第一火力点，本来以他的实力应该打首发的，但是这样一来，尼克斯板凳席就没有靠谱的输出点了。第二节把他换上场，就是想要抢分。德安东尼心里很清楚，这节要是顶不住的话，尼克斯这场比赛直接就没了，不到半场就让人打花，这也太丑陋了。现在的尼克斯还没有完成重建，绝对不能让一场惨败打击到队员们的信心。另一边，你倒是不慌不忙，直接换上了替补阵容，小乔丹、阿泰斯特、科沃尔、利文斯顿和林书豪。艾弗森不久前伤到了手指，要缺席5到8场比赛，所以你就临时把发展联盟的林书豪提了上来，缓解一下快船队后场人手不够的危机。德安东尼看到这套阵容的时候，缓缓地松了一口气，只要尼克斯这边打得好一些，第二节还是有机会再追上比分的。但德安东尼万万没想到，就是快船这套阵容依旧把尼克斯压着打。第二节比赛，快船又打了尼克斯一个30-25。上半场比赛结束，快船65-43领先尼克斯22分。中场休息过后，德安东尼再次派上主力，你这边也同样派上了主力。这一节比赛过后，双方比分进一步拉开，快船103-61尼克斯仅仅领先尼克斯42分。可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要换上替补进入垃圾时间了，不就是换替补吗？你笑了，快船的替补可是堪比弱队主力的。第4节开始的哨声响起，你对着准备上场的5个人就说了一句话：“给我往死里打！”快船这几人听到你这话，哪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可是都长着耳朵的。现在尼克斯球迷的祝福还一直回荡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上空呢。说起来，阿泰斯特真够意思，这节比赛他直接拿出了季后赛的防守强度，对面那几个替补球员在他手里就跟小鸡崽子一样，一不留神直接就被他从手中把球给夺了过来，接着就是一记长甩到前场，林书豪接住球直接就飞起扣篮了。林书豪冲刺速度有多快？直接拿数据说话，他的启动速度是22.42公里，而同届的状元秀以速度见长的约翰沃尔的启动速度是21.33公里，而同样都叫沃尔，快船的科沃尔虽然速度不快，但是他投篮准啊。上个赛季科沃尔的3分命中率达到了53.6%，虽然每场比赛只能命中1.1球，但是也足以说明他的3分能力了。最后一节，科沃尔单节命中了4记3分球，创造了他个人单节命中3分次数的新纪录。而小乔丹在林书豪的帮助下完成了3次空接，其中一次小乔丹直接骑在莫兹戈夫的脑袋上把球扣了进去，这一扣直接把莫兹戈夫都扣傻了。他才刚进联盟不到1个月的时间啊！最后还剩30秒的时候，双方比分已经来到了136-77，快船足足领先了59分。你一看这不行，赶紧叫了个暂停。暂停回来后，林书豪直接上去抱住了对面的莫兹戈夫。尼克斯获得2次罚球机会，莫兹戈夫是真争气，2罚1中。快船队发球后，林书豪直接把球运过半场后停了下来，不打了。最终两队的分差也定格在了58分。看着这个比分，你轻轻说道：“克里斯 ，This is for you。”比赛结束后，你直接起身来到场地中央，先是高高举起右手，代表今天和尼克斯球迷约定好的赢50分。接着左手往身后一背，右手放到胸前，对着尼克斯的球迷360度鞠躬致意。而你正对着的方向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和奇怪帽子的家伙，你是故意的，因为你认识这个家伙，斯派克里，美国电影制作人、导演、编剧、演员。尼克斯是没有吉祥物的，但作为从尤因时代就一直伴随着尼克斯走到现在的人，斯派克里就是尼克斯队的吉祥物。看到你一脸挑衅的冲着自己鞠躬后，斯派克里瞬间破防，法克有唐龙，法克唐龙。和他一样破防的还有尼克斯的球迷。
尼。鞠完躬，你直起身后，朝着德安东尼走过去。德安东尼一脸铁青，眼睛都不看你一眼，随意一握手便转身就走。第二天，纽约的大街小巷上都传遍了你的名字，街头冰激凌店，只要大声喊出法克唐龙，就可以享受买一送一的特权。有人在街边兜售印有法克唐龙的文化 T 恤，一时间整个纽约都在法克你。回到洛杉矶后，你直接被寡姐从机场劫到了自己家中。你看着穿着新衣的寡姐，笑着问了一句：“思佳，你要对我做什么？”寡姐突然邪魅一笑：“你知道我也是纽约人，所以我要……”就在刚刚，快船队结束了与尼克斯的比赛，最终快船以136比78大胜尼克斯58分。你与尼克斯球迷的友谊也更进了一步。快船队休息了一天，紧接着又要准备在主场迎战新奥尔良黄蜂队了。上赛季黄蜂队表现不佳，仅以37胜45负的战绩排在西部第12的位置。按你的话说，应该是黄蜂全队都被58分这个梦魇折磨了一整个赛季。本赛季他们终于准备忘掉过去，重新来过了。今年夏天，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引进了马克贝利内利，目的是打算用来给佩贾打替补的。但是结果发现，贝里内利这个家伙比佩贾好用多了，不仅进攻能力比已经下滑的佩贾强，在防守更是比佩贾这个大漏勺强了100倍。就在前天，黄蜂将佩贾斯托贾科维奇与杰里贝勒斯一起交易到多伦多猛龙队，换来了贾瑞特杰克、马库斯班克斯以及大卫安德森。昨天，黄蜂第一次用新阵容和西部鱼腩国王队打了一场，那场面只能用菜鸡互啄来形容。不过好在新阵容磨合的不错，保罗虽然只得到9分，但却送出了14次助攻，成功串联起了全队。最终，黄蜂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也许是这场比赛给了保罗信心了。赛前，保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控球后卫才是优秀的控球后卫？保罗是这么回答的：我从小接受的篮球教育告诉我，控球后卫的主要职责是串联全队，之后他的任务才是得分。我也始终秉持着这个观念，一直在努力。在我看来，如果一名控球后卫将过多的精力都放在进攻上，而忽略了串联全队的职责，那他就是一名不称职的控球后卫，他甚至都没能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保罗这话的意思可太明显不过了，就是在针对库里。毕竟保罗现在可是联盟最好的控球后卫之一，但是因为上赛季的战绩不佳，竟然直接被排出了最佳阵容。被挤出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库里的横空出世，如果不是库里的话，他应该还是可以入选最佳阵容第3阵容的。这场比赛，库里因为还在养脚踝的伤，上不了场，所以保罗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嘴炮一下呢？反正库里也没法上场打自己脸。话是这么说的没错，但是库里打不了，你唐龙还有别的办法。于是今天这场比赛简直成了一场大型灾难现场。保罗怕是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有今天这样一场比赛。阿泰斯特、吉诺比利、泡椒、哈登4个人轮番防守保罗，在保证自己不失位的前提下，其他人还会直接冲上去包夹保罗，目的就是完全切断保罗和其他队友的联系，让他无法送出助攻。更要命的是，原本喜欢在场下安安静静看球的你，今天变得特别聒噪。每次只要保罗一拿球，你就会对着场上大喊：嘿，注意58号战术！不止快船的队员，就连保罗自己都知道，快船哪有什么58号战术，这就是唐龙故意喊出来恶心自己的。在物理和魔法的双重攻击下，保罗只靠着自己单打拿下了可怜的7分，而他本场比赛的助攻数竟然只有0。由于失去了保罗的组织，黄蜂队惨败给快船队。赛后，你带着没有打比赛的库里出席了采访环节。我认为优秀的控球后卫不仅要能得分，更重要的是能串联全队，为队友送出助攻是控球后卫的本质工作。如果连一记助攻都送不出去的话，我想这个控球后卫是不称职的。现场记者哈哈大笑，所有人都知道你这话的意思。对了，还有一件事，你又补了一刀。我认为一名好的控球后卫是不会让队伍在季后赛中输给对手58分的。说完后，你直接起身带着库里离开，留下这帮已经笑到失控的记者。这场比赛过后，保罗被你打击的不轻，一度消沉了3天的时间。好在保罗也是一个好胜心极强的人，最终还是走了出来。而且你对他的这次打击，竟然产生了以毒攻毒的效果，让保罗直接彻底从58分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然后一飞冲天。本赛季同样一飞冲天的，还有圣安东尼奥马刺队。12月1日，快船本赛季第2次对阵马刺。快船在赛季初的那场比赛中也是输给了马刺，而之后的马刺也是越战越勇。在今天对阵快船之前，他们的战绩是15胜2负，高居联盟榜首。马刺之所以那么强，主要原因就是邓肯状态的强势回升。之前17场比赛，他场均可以拿到19.5分，抓下7.5个篮板，同时他每场还能为队友送出5.7次助攻，这是自他进入联盟以来头一次场均助攻数超过5次的赛季。现在的这支马刺以邓肯为轴心，以帕克与希尔为外线连接点，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团队篮球战术来。马刺整队运转流畅，不拖泥带水，也不盲目出手，总之就是张指导的那俩字：合理。遇到马刺这种队伍，你非常头痛。今天这场比赛打好了就是复仇之战，打不好的话，你肯定要被记者嘲笑很久。其实，在没有库里的情况下，两队的配置差不多，但是哪怕米尔萨普现在已经进了最佳阵容第3阵容了，他和邓肯之间还是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如何通过其他位置球员的发挥，以及利用战术打法来抹平米尔萨普和邓肯之间的差距，是快船这场比赛获胜的关键。说到底，快船想要赢马刺，就得要努力限制住邓肯，同时也得尽量切断他和帕克以及希尔之间的联系。不过让你庆幸的是，你之前把马努打劫了过来，否则这套阵容再加上一个历史级的最佳第6人马努，你还真不好对付了。今天这场比赛，快船队也迎来了艾弗森的回归，双方的首发阵容如下：中锋布拉德米勒 vs 克里斯卡曼，大前锋保罗米尔萨普 vs 蒂姆邓肯，小前锋凯尔科沃尔 vs 理查德杰弗森，得分后卫詹姆斯哈登 vs 乔治希尔，控球后卫阿伦艾弗森 vs 托尼帕克。你排出这套阵容后，米尔萨普眼睛顿时瞪得像铜铃，这是打算军训我吗？除了哈登以外，这几个人有谁能防守呢？他反复向你确认了好几遍阵容，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看来今天这场比赛，自己真得又当爹
也有当骂了。波波维奇看到你排出的这套阵容，直接看向你笑了，他怀疑你这个小子是故意和自己开玩笑的。比赛开始，卡曼和米勒高高跳起，卡曼毕竟运动能力还是要强一些，把球争了下来，球来到了帕克手上，随即开始组织进攻。弧顶处，帕克把球高调给了3秒区腰部位置的邓肯，米尔萨普迅速贴上。你在赛前也叮嘱过米尔萨普，防住邓肯手球很重要，要是让邓肯打开了，那就等于释放了托尼·帕克和乔治·希尔，到时候快传里外都要兼顾，就更难了。邓肯接到球后，直接背身顶了米尔萨普2下，米尔萨普压低了重心，2条腿上的肌肉都紧紧的绷住，硬生生的抗了下来。邓肯感觉到顶不动，也不强顶，直接一个被转身勾手打板。米尔萨普赶紧上前一步，跳起干扰，帮篮球砸筐而出，篮下米勒死死的将卡曼卡在身后，抢到了篮板。好，有希望。你看到邓肯这球没中，轻轻的攥了下拳头。等马刺所有人都往回跑之后，米勒把球交给了一旁的哈登。来到前场后，艾弗森上前帮哈登挡拆，于是马刺这边的帕克和乔治·希尔换防，哈登往后退了一步，示意所有人拉开，他要单打帕克。只见哈登突然一个加速启动，往帕克右侧杀过去，帕克赶紧跟了上去。哈登突然停了一下，做出一个想要变向的假动作来。帕克一愣，刚要思考该不该挡住他变向的路线，下一瞬哈登直接再次启动往篮下杀了过去。这是哈登最常用的突破技巧，利用节奏感突破。等帕克在启动的时候已经追不上了，只能跟在后边试图在哈登出手的时候干扰他一下。内线，卡曼赶紧协防了过来。哈登见到卡曼一点也不慌，直接原地一个急停跳投。卡曼离着哈登还有1步半的距离，根本不可能干扰到他。而一直追在身后的帕克只想着跟住哈登，完全没有想到哈登会突然干拔跳投。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哈登轻松将球打进。帕克示意卡曼赶紧发球，想打一个快攻，正准备接球呢，哈登突然冲了上来，一把将球断了下来。还没等帕克反应过来，哈登直接轻松打板上篮，再拿2分。专心！波波维奇对着场上大喊了一句。帕克这次知道小心了，看到哈登还要上前，先一把推开哈登再接球。结果哈登在他拿到球后，直接死死的贴防了上来。帕克有些懵，这怎么一开场就全场紧逼？好在发球的卡曼还在后场，他赶紧上前帮助帕克挡了一下，跌跌撞撞的运球到前场后，帕克看了一眼队友的站位，邓肯在罚球线附近，和他进行卡位的是米尔萨普。乔治·希尔此刻在右侧底角，艾弗森牢牢地盯着他，杰弗森在弱侧45度，不远处的科沃尔随时准备扑上去。卡曼来到前场后，则是直接落位到了禁区边缘底线附近，哈登也从前场退回来，挡在了帕克的面前。帕克给了邓肯一个眼神，邓肯心领神会，直接提上来和帕克做了个挡拆，接着帕克顺势就要往篮下冲，而此时的米尔萨普直接放弃了邓肯，和哈登直接上去对帕克进行包夹。帕克也没有想到两人会突然包夹自己，一下子慌了。哈登眼疾手快，上去一把将球拍了下来，帕克赶紧去抢拍走的球，直接倒在了地板上，结果还是被一旁的米尔萨普抢先一步拿到球。受害者帕克趴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哈登接过米尔萨普的传球，暴扣得手。不到半分钟，帕克就让哈登在自己头上连得6分。波波维奇直接叫了个暂停，这开局就让人家打了个6比0，太不像样了。他拿着战术板，认真的给帕克等人讲着战术，尤其是指了指帕克和乔治·希尔两人，你倒是一脸的无所谓，你的战术早布置完了，按原计划进行。你不咸不淡的说了句暂停回来，双方都没有换人。看着再度上场的艾弗森，波波维奇不免皱起了眉头，这唐龙搞什么鬼？总不会是打算让艾弗森来主攻吧？再次发球后，马刺这边明显从容了许多，帕克借助乔治·希尔的掩护到了篮下，在米勒面前直接一个抛投，篮球高高飞起，绕过米勒的手掌落入篮筐，马刺追上2分。再次来到进攻端，这次哈登直接把球交给了艾弗森，然后自己去了底角。其他人也明白是什么情况，全都拉开了，把舞台交给艾弗森。艾弗森拿球盯着帕克，他知道这个小子可是拿过 FMVP 的，这是他一生中最渴望得到的荣誉。但是这个小子真的比自己强吗？不，哪怕是现在的自己，面对帕克也绝对不落下风。只见艾弗森突然起步，想要从自己右侧强行突破帕克，尽管已经35岁了，但 AI 的速度还是快如闪电。帕克知道艾弗森速度快，但是远投能力一般，早就往后放了一步，所以此刻的他也能来得及追上艾弗森突破的脚步。艾弗森冲到一半，突然一个 crossover 往另外一侧杀过去，这个假动作做的实在太过逼真，帕克直接一个踉跄，脚下一绊，直接半跪在地。跪在地上的帕克眼睁睁地看着艾弗森在罚球线位置跳投出手，随后篮球落入篮筐，帕克再一次成为了受害者。好家伙，哈登打完艾弗森打是吧？今天这是要军训我是吧？帕克心中的火蹭的就上来了。轮到马刺队进攻，帕克直接示意所有人拉开，他要单打艾弗森。法国小超跑今年28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竟然让一个35岁的差点无球可打的老头给晃到，这个面子必须得找回来。艾弗森毕竟上了年纪，防守端的他在横移时的动作慢了半拍，直接让帕克从正面强突了自己。面对补防过来的米勒，帕克直接一个招牌转身，把米勒过了个干干净净。接下来只要轻松将篮球上进就可以了。可帕克手刚抬到半空，斜刺里突然杀出一个黑色身影来，米尔萨普突然出现在帕克面前，伸出手来一巴掌按在了球上。半空中的帕克瞬间失去了平衡，直接仰面朝天跌在了地上。篮下的米勒赶紧抓住米尔萨普拍落的球，看了一眼前场后，直接一个4分卫长转。此时的艾弗森已经出现在了马刺的半场，轻松将球接住，面对空无一人的篮筐，艾弗森直接一个加速冲了过去。来到禁区后，艾弗森和球起了3步，随后高高跃起，跳起后的艾弗森一个上篮
动作，把球扔向篮筐，但是篮球飞的高度好像太高了，直接砸到篮板上弹了回来。啥意思？现场球迷都有些懵，这艾弗森退化成这样了，连一个空篮都上不进了吗？就在所有人都愣神的时候，一个黑胖小子突然从后面赶了过来，在刚过罚球线1步半的位置，他突然腾空而起，双手抓住了从篮板上弹回来的篮球，是詹姆斯·哈登。半空中的哈登直接左手拉了一个满月，将球狠狠地砸进了篮筐，一记战斧劈扣，直接把篮板都扣得摇摇晃晃起来。快船的替补席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小乔丹起身后赶紧做出一副站不稳的样子，假装要摔倒了。泡椒、林书豪和利文斯顿也赶紧来到他身后扶住了他。不得不说，快船替补席上的戏是真足。受害人帕克再次以躺在地上的姿势看到了这一次快攻暴扣。第一节，快船成功将马刺给限制住了，快船队暂时以26-18领先马刺。托尼·帕克第一节比赛只得到了可怜的2分，更要命的是，他在防守端轮流被哈登和艾弗森点名，直接化身成了快船队的提款机。波波维奇索性让他下场休息。第二节换上了詹姆斯·安德森，这个安德森不是我们熟悉的大锤安德森，是马刺今年刚刚在首轮第20顺位选中的新秀。他的缺点有很多，比如运球喜欢低着头，比如篮球智商不够高，再比如他爆发力一般。但是最终获得了马刺队的青睐，并在首轮第20顺位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有3个优点：出色的接球投射能力和造犯规能力，以及优秀的外线防守能力。没错，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3D 球员。他能为邓肯拉开空间的同时，又不吃球权，同时也有一定的硬解能力。第二节比赛，马刺让乔治希尔主控，邓肯下沉到低位，同时把卡曼换下，换上了德胡安布莱尔。比起卡曼，布莱尔有一手中投能力，可以将禁区给邓肯腾出来。这样一来，不光给了邓肯好多低位单吃的机会，也给侧翼的杰弗森提供了不少单打机会。同时，由于马刺外线的3名球员都具有远射能力，快船这边也不敢轻易包夹邓肯。而第二节你直接5上5下，派上了伊巴卡、阿泰斯特、科沃尔、乔治和林书豪，这是你想要验证一下的阵容。一控4锋，看上去毫无章法，其实也是有点东西的。3名锋线不论是谁轮到了马刺的布莱尔，其他人就直接帮他拉开，让他点名布莱尔。布莱尔是一名矮壮型的大前锋，其身高只有2.01米，他的身体足够强壮，遇到同样是强壮型的锋线球员，他可以用力量顶住，但是遇到灵活型的锋线球员，由于体重过大，他的防守脚步就完全跟不上了。不过你这套阵容毕竟还不够成熟，虽说几名锋线球员打布莱尔的效率都不错，但是同样快船也防不住马刺队的进攻。慢慢的，马刺把分数追了上来。第二节后半段，邓肯打累了，换下场休息去了，替换上来的是卡曼，你也把伊巴卡和科沃尔换下，换上了布拉德米勒和吉诺比利2名内线球员对子，但快船这边却多上了一个蛮体力的马姆。很快，快船队又把分差给拉开了，波波维奇无奈，只能又派上邓肯。第二节最后，邓肯在结束前2秒一记转身打板命中，马刺终于反超了比分。上半场结束，双方比分快船43-44马刺，快船暂时落后1分。虽说第二节被对手反赢了9分，但是你一点也不着急，这才到第二节，还不到比赛的决胜时刻。下半场开始，你再次换回了首发阵容，你知道波波维奇的风格，下半场开场他必定会再次派上首发阵容。果不其然，马刺再次派出了首发整容，怎么办？继续照着帕克造呗，反正马刺能上场的人不多，自己这边可是人多势众。第三节，快船这边故技重施，再次让哈登和艾弗森军训帕克。不过这次帕克学聪明了，他更多的是让希尔去打控球，他打无球，这样一来压力就全给到希尔身上了。希尔倒也争气，作为马刺战术中的外线第2组织点，他完美的完成了任务，不光能给邓肯和卡曼喂球，还能帮助杰弗森外线出手得分。为什么没有帕克？不是因为希尔不想，是不能。你让哈登和吉诺比利轮番上场，任务就只有一个，追着帕克跑，不让他有任何轻松接球的机会。第三节进行到还有4分钟结束的时候，帕克就已经累得快要脱水了。波波维奇赶紧叫了一个暂停，让帕克下场休息。看到帕克下场后，你嘴角微微一笑，战术意图终于达到了。打从一开始，你的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先把帕克给消耗掉，而在此之前，要是帕克不在场，就先慢慢打着。帕克只要一上场，就在进攻端疯狂消耗他。等到帕克体力耗尽，不能再上场组织进攻了，快船就可以一波带走马刺。看到帕克歇菜，你知道机会来了。随后你直接派上了米尔萨普、泡椒、科沃尔、哈登和林书豪。波波维奇看到快船派上场的死亡五小阵容后，心里顿时咯噔一声。第三节后半段，马刺队换下了当家控卫托尼·帕克，他本场比赛确实消耗过大。看到帕克歇菜，你知道机会来了。随后你直接派上米尔萨普、保罗·乔治、科沃尔、哈登和林书豪组成的死亡五小，准备一波流带走比赛。波波维奇看到快船派上场的死亡五小阵容后，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只是一个回合后，波波维奇就立马叫了个短暂停，接着换上了自己这边的阵容：邓肯、杰弗森、安德森、加里尼尔和乔治·希尔。他研究过快船的五小阵容，这套阵容核心就是打快速轮转，同时因为人人都有射程，打阵地战的时候也更容易创造出3分线外的空位来。唯一的问题就是内线防守问题。五小阵容的中锋位置一般都是由运动能力比较强的锋线球员担任的，他们的防守能力强仅仅是能防中锋，而不是防中锋防得好。遇到超级内线球员，就需要其他锋线球员帮忙去包夹对面的内线球员。拿现在这支马刺队来说，邓肯接球后，米尔萨普负责顶防，而离他们俩最近的泡椒或者科沃尔就要上前进行包夹。如果邓肯把球分出去，就需要利用全队的无限换防策略换其他人补过去。帕克和希尔同时在场的话，邓肯会第一时间把球分给他俩中的一个。帕克也好，希尔也好，只要在外线拿到球，就会在第一时间找到快船无限换防中外线必然会漏掉的那个人，赶在其他人换防过去之前就把球传过去，助攻他完成投篮。但是帕克不在场的话，就只能由希尔去完成这项工作。只有希尔一个人的话，那就很容易掐断邓肯和外线之间的联系。暂停回来后，是马刺的球权，邓肯毕竟是邓肯，哪怕
他是遭遇到了两人包夹，仍旧在低位强打成功。不过刚被单打了的米尔萨普斯毫不在意，拿着球就是一记长甩，趁着马刺队员还没撤回半场，快船队立马打起了反击。林书豪在中场附近接到球，接着哈登和林书豪前场2打1，面对只有希尔一个人防守的篮筐，林书豪轻松为哈登送出了一记空接暴扣。又是马刺的进攻回合，邓肯刚接到希尔的传球，泡椒就围了过来，没办法，他只能赶紧把球又传回给了希尔。希尔接到球，扫了一眼场上的局势，几名队友全都被盯着，没办法，他只能再找机会往篮下打。看到邓肯再次在禁区附近卡住了米尔萨普，希尔赶紧一个基地塞了过去，刚被打了一下，泡椒又围了上来。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邓肯在两人的包夹下完全出不了球。就在希尔准备叫暂停的时候，泡椒一把刀掉了邓肯手里的球，哈登快人一步抢先冲过来拿到了球。拿到球后的哈登直接将球甩向前场，林书豪此时已经冲过了半场，稳稳的接住球后，林书豪用了一个眼花缭乱的步伐，只运了一次球就来到了3分线内，然后上篮打进。这你看猛啊，这不是前世林书豪的名场面吗？当时因为这球走步还引起了大规模的争论，管他的，裁判没吹就是好球。接下来短短4分钟的时间里，快船直接打了马刺一个20-6的进攻高潮。等到第3节结束的时候，快船已经75-62领先了马刺13分。这一节结束后，波波维奇很是头疼，马刺现在的阵容深度真的是有点对付不了人多势众的快船队。第4节比赛，他无奈再次派上了帕克，见状你大手一挥，让吉诺比利替换下来科沃尔。吉诺比利本场比赛还没怎么上过场，体力十分充沛，你排给他的任务是主防帕克。马刺队底线发球，帕克准备接球，吉诺比利直接贴了上去，帕克推开吉诺比利接到球，但吉诺比利又再次贴了上去。帕克也是一个不肯服输的家伙，看到吉诺比利这么防守自己，他直接强行运球准备冲破他的防守。吉诺比利眼疾手快，看准篮球的落点，直接伸出手把球拍掉。帕克此时已经过了吉诺比利的半个身位，赶紧转身准备拿回球权。吉诺比利快他一步，直接抓起篮球朝着马刺的篮筐去了。刚发完球还没来得及到前场的杰弗森一愣，接着赶紧往篮下跑去进行防守。吉诺比利运着球直接冲着篮下就杀过去了，在河里冲撞区外直接起跳。杰弗森知道来不及阻止了，赶紧双手护裆站住，想要造吉诺比利一个进攻犯规。吉诺比利像是根本没有看到杰弗森，在空中直接把杰弗森狠狠地撞出了底线，同时左手高高举起，硬生生地把球砸进了篮筐。裁判哨响，阻挡犯规，2分有效，加罚1次。好样的！你激动地指了指吉诺比利，吉诺比利也笑着对着你伸出了手指。旁边的帕克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随后吉诺比利站上罚球线，稳稳地将球罚进。这一球过后，马刺全队的士气都消失殆尽了。接下来的比赛彻底让哈登和吉诺比利给统治了，两名左手将在末节比赛中全部得分上双，最终帮助快船赢下了比赛的胜利。快船108-96马刺。今天比赛发挥最出色的球员是詹姆斯哈登，他全场比赛15投9中，3分球7投4中，最终拿下26分10个篮板12次助攻的3双数据，当选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艾弗森今天同样表现出色，全场12投中8，3分球2投2中，砍下了20分，并送出了3次助攻。马努吉诺比利虽然是替补出场，而且只打了不到20分钟，但仍旧10分高效的拿到了16分，摘下3个篮板，同时送出5次助攻。马刺那边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是蒂姆·邓肯，本场比赛他17投11中，拿到25分12个篮板的大号2双，但是今天他和外线的联动被快船队成功的截断了，只送出了2次助攻。最惨的人自然要数帕克了，本场比赛他出战28分钟，只得到8分，送出了3次助攻。今天的帕克成功的担任了一个挨揍沙包的角色，快船的后卫线上几乎人人都要单打他，防守端就累了个半死，进攻端根本使不上劲。赛后你带着哈登参加了记者采访环节，期间你一直在夸哈登，说什么未来洛杉矶最好的得分后卫，还说什么球队未来至少会有2名 MVP 级别的球员，这一顿猛夸啊，最后夸的哈登都不好意思了，他直接发了条短信通知助手，计划有变，轰趴取消。回到洛杉矶后，哈登直接进了训练馆，苦练了一晚上罚球。第二天一早你就来到了训练馆，看到汗流浃背的哈登，你会心地点了点头，詹姆斯休息一下。你接着摆摆手示意哈登过来，哈登披着一条毛巾过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问道，教练您有什么指示？我想和你聊聊。你接着拍了拍一旁的座位，坐吧。詹姆斯，你和斯蒂芬是一起进的联盟，而且你的顺位还要比他高，但是我却让斯蒂芬做核心，让你去给他打副手，你说真心话，你没有埋怨过我吗？埋怨？哈登一愣，接着咧开嘴笑，不，我从未埋怨过您，相反我认为您的决定十分正确。真的？你很意外，你早就想找机会和哈登聊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从昨天的比赛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你有做一支球队核心的能力，而且以你为核心，成绩也未必会比斯蒂芬差，没比吧？哈登笑了笑说道，但是我和斯蒂芬已经做了1年多的队友了，从夏季联赛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从那时起我就能感觉到他未来必定是一名比我更加优秀的球员，所以在赛季开始前您说要斯蒂芬做球队核心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你被哈登这句话给说愣了，你万万没想到哈登会这么想。你拍了拍哈登的肩膀，如果我告诉你我有预见未来的能力，而未来你们2人会在不同的球队拿到 MVP， 你信吗？预见未来？哈登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得了吧，教练，你又不是先知，又不是女巫，那如果我说我真的可以呢？哈登挠了挠脑袋，您是指预见未来这事情呢，还是指我们2人都会拿到 MVP 这件事？我怎么可能会预见未来呢？我只是对你们2人有信心。你笑着拍了拍哈登的肩膀，所以我当然是说 MVP 的事。我不信。哈登摇了摇头，对自己这么不自信。你皱着眉头问道，不，我对斯蒂芬，对我都很有自信。哈登说道，但我指的并不是拿 MVP 这件事，我指的是我们2人未来会在不同的队伍这件事。这次轮到你不知道说什么了。突然哈登一脸严肃地说道，除非您想要卖掉我，否则我愿意做斯蒂芬
库里的皮蓬。听到哈登的话后，你整个人都傻在原地。你是万万没有想到哈登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仔细想想也是，当年火箭最猛的那几个赛季，哈登也不是一个真正当家人的角色，保罗才是。关键时刻球的处理都是由保罗进行的，可能他骨子里就没有那种非要当老大的基因吧。而且他前世在雷霆的时候，明明已经展现出来明星的实力来，却仍然愿意留在雷霆，所以说明他是一个有感情的家伙。但是雷管那下头的操作，直接葬送了一个王朝，未来的3个 MVP 都在队伍里，最后是硬生生的给拆散了家。当然，你点点头说道：“我绝对不可能交易掉你，只有傻子才会把你这么优秀的球员交易走。”但是你欲言又止，教练，您直说吧。哈登看出了你的犹豫，你想让我在队伍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马努是一个怎么样的球员？你没有直接回答。马努是我最喜欢的左手球员，我从小就一直在模仿他的脚步，特别是在他加入我们快船后，我有了更多向他学习的机会。闻言，你接着说道：“所以我明白了，教练。”哈登直接打断了你，您希望以后我扮演马努在队伍中的角色？没错，不过不是现在，等马努胜任不了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希望你愿意牺牲自己的数据去打他的位置。当然可以。哈登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和哈登聊完后，你说不出的畅快，看样子自己真的是没有看错人，是当年的雷管将哈登推到了他不愿意走的那条路上。尽管他在那条道路上也很成功，但是却始终无法捧起总冠军奖杯。当然，你也不确定现在把哈登带上的这条路对哈登是好还是坏，但你可以确定的是，这条路上哈登肯定可以拿到好多次的总冠军。斯台普斯中心，今天快船的对手是底特律活塞队，这支老牌强队从01至02赛季开始，连续8个赛季进入季后赛，还获得过1次总冠军。然而，上个赛季的他们只有27胜55负，只排名东部12。至于陨落的原因，那就太多了，一两句话都说不完。但是你要问现在哪支球队和活塞结怨最深，那可真是非洛杉矶快船队莫属了。首先就是罗恩·阿泰斯特，著名的04年奥本山宫打架事件的男1号，而当时的另一主角之一本·华莱士在今年重返活塞阵容中。今天这比赛，阿泰斯特绝对会全力以赴。除了阿泰斯特以外，快船阵容中还有一名队员和活塞结怨很深，那就是阿伦·艾弗森。2008年11月4日，丹佛掘金和底特律活塞达成交易，全明星后卫艾弗森和比卢普斯互换东家。来到活塞队后的艾弗森遇到的第一件事就让他感觉到大事不妙。他从进联盟以来，从他高中开始，他就一直穿3号球衣。来到活塞后，他竟然只能改穿1号球衣，而3号球衣则是属于07年活塞队在首轮第15顺位选中的新秀罗德尼斯塔基。一个全明星级别甚至是历史级别的后卫，竟然被一个2年级新秀比了下去，这让 A 十分不解。但是艾弗森仍然相信他可以在活塞队冲击总冠军。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对活塞队失去了信任。在来到活塞之前的一个赛季，艾弗森场均可以砍下26.4分，并且还能摘得3个篮板，为队友送出7.1次助攻。而新秀斯塔基，他的新秀赛季只能拿到7.6分、2.3个篮板和2.8次助攻。令艾弗森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时的主教练迈克尔·库里竟然会安排让他去给斯塔基打替补。在刚刚结束的2009年 NBA 全明星赛上，艾弗森可是东部全明星的首发后卫，让一个全明星首发去给一个2年级新秀打替补。比尔之所以被球迷所喜欢，正是因为他那永不放弃的精神，他那超于常人的胜负欲。现在活塞安排他给新秀打替补，无疑是在狠狠地打他的脸。也正因为如此，艾弗森和活塞队的教练团队产生了矛盾。最终赛季结束后，艾弗森离开了底特律，成为了一名完全自由球员。接下来的事前面都说过了，09年夏天，艾弗森以1年350万美刀加入了灰熊队。总之，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让艾弗森和活塞队之间的关系彻底闹僵，所以艾弗森今天也是卯足了劲，想要狠狠教训一下活塞队。于是，著名的斯台普斯惨案诞生了，你直接下了死命令，今天必须给我彻底防死活塞。活塞主帅约翰库斯特怎么也没想到，快船这支西部强队今天竟然会如此疯狂地针对他们这支东部鱼腩球队。当比赛结束的时候，库斯特已经双眼麻木了，计分牌上的数字此刻显得那么扎眼，快船96比48活塞，这是 NBA 自2000年以来是头一次有球队在单场比赛中得分不超过50分，而约翰库斯特这个名字也永远与这场耻辱的大败定在了一起。同时，还有活塞队中的这些人，他们的名字也将载入史册，请记住他们：理查德·汉密尔顿、本·华莱士、泰肖恩·普林斯、特雷西·麦克格雷迪、罗德尼斯塔基、本戈登、格雷格门罗、查理维拉纽瓦。不过也是，活塞今年的阵容毕竟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再加上是东部的鱼腩球队，实在是引不起人们的讨论欲望。但是如果一支球队中同时拥有3名 MVP 级别的巨星，那他们的事情可就要引起联盟的热议了。没错，就是那支球队拥有3巨头的迈阿密热火队。本赛季开赛后，3巨头开始磨合，前期表现不佳，17场比赛过后，战绩仅为9胜8负，远远低于人们对他们的预期。但是接下来，热火队便展示出他们的真正实力来。进入11月底，热火队全队状态反弹，豪取12连胜，并在12月份到1月份期间取得了客场13连胜的成绩。这个客场连胜战绩已经超越了07至08赛季火箭的客场12连胜，排在了 NBA 的历史第3位上。而他们第14次客场挑战的对手正是洛杉矶快船队。2011年1月12日，洛杉矶快船队坐镇斯台普斯中心，迎来了迈阿密热火队的挑战。过去2个月，迈阿密热火队气势如虹，在3巨头的带领下，他们以摧枯拉朽之势让热火队杀到了东部头名的位置。只要他们再胜2场客场比赛，就可以追平95年爵士的客场15连胜纪录，并列历史第2位。这场比赛也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度。快船队仍然以24胜12负位列西部第3。就在不久前，快船队相继迎来了库里和大姚的回归。现在的快船终于是完全体的快船了，正处于稳定上升期。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打一场硬仗来检验一下队伍的成色。今天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是中锋大姚 vs 扎朱纳斯伊尔戈斯卡斯。大
大前锋保罗·米尔萨普 vs 克里斯波什，小前锋罗恩·阿泰斯特 vs 勒布朗·詹姆斯，得分后卫詹姆斯·哈登 vs 德怀恩·韦德，控球后卫斯蒂芬·库里 vs 卡洛斯·阿罗约。以我们现在人的眼光，乍一眼看过去，两队首发几乎就是一份全明星的名单，只有卡洛斯·阿罗约一个 Cats， 但是这个阿罗约还真不是普通的 Cats， 他是波多黎各国家队的主力控卫，传球风骚，突破犀利，而且有一手不错的投篮。这个男人可是在04年以一己之力带队打爆了当时的梦六队。双方阵容中的勒布朗·詹姆斯、德怀恩·韦德以及阿伦·艾弗森可都是当时的受害者。这场比赛，波多黎各以92比73大胜米利坚19分，阿罗约一人就独得27分，并且送出了7次助攻，还有4次抢断，这也是米利坚代表队在国际赛场上最惨痛的一次败绩。所以说，双方阵容中的首发10人没有一个是无名之辈。今天这场比赛势必会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比赛正式开始前，你走上去和斯波教练握了握手，从他的眼神中，你似乎看出了他对自己有一丝羡慕。也许你是此刻唯一能读懂斯波眼神的人，因为现在的斯波并不受热火重视，无论是管理层还是球员。哨声响起，比赛开始，大姚直接腾空而起，争到球权。虽然大姚现在变瘦了，但是他的运动能力却明显提升了不少。大 Z 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就看到大姚已经腾空而起了。库里拿到球后没有着急过半场，而是指挥其他人先去落后位。这个赛季你开始着重培养库里的持球能力，现在的库里已经是联盟顶级的无球射手了，但是在持球方面他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阿罗约直接贴了上来，想要迫使库里犯错误。库里一个背运，轻松过掉了阿罗约，接着来到了弧顶位置。阿罗约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不让他有出手的空间。见没有空间，库里没有浪头，他左手运着球，右手给大姚做了叫挡拆的手势。大姚心领神会，直接提到弧顶3分线处和库里做了个挡拆。大 Z 跟了过来，帮阿罗约延误了一下库里。库里也不打算强突内线，等到阿罗约追过来后，直接一个背传，把球传给了弧顶3分线外的大姚。大姚拿到球后，看了一眼大 Z 的位置，确认方圆1.5米的范围内没人。大姚果断抬起了胳膊，将球投向了篮筐。别说大 Z 了，就连波什和詹姆斯都被这一球惊到了，赶紧跑篮下去准备抢篮板。唰，一阵清脆的入网声过后，篮球直接落到地上，不光进了，还是个空心。大姚满意的笑了，接着转身就往己方半场跑去进行回防了。真的假的？包括现场球迷在内的所有人都看愣了，这球竟然进了。底线发球后，轮到热火队进攻，韦德拿着球在弧顶和波什进行了一次挡拆，接着把球传给了波什。波什本以为会是米尔萨普防过来，但是大姚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是你安排的防守策略，目的自然是针对波什的超远射程。米尔萨普身高2米03，站立摸高267公分，而波什身高2米11，站立摸高足足有277公分，比米尔萨普高出了足足10公分，而且他是有投篮能力的。要是还让米尔萨普去防守波什，估计会直接被射成刺猬。波什看到防守人是大姚，愣了一下子，见到大姚双手张开，知道自己肯定是没有投篮空间了。但是波什知道大姚脚步缓慢，他完全可以突破大姚冲击内线，做了一个投篮的假动作后，波什直接运球往篮下冲了过去。大姚也赶紧转身回防，死死地跟住了波什的脚步。来到篮下后，波什直接起跳上篮，大姚也跟着他一同起跳。就在波什出手的一瞬间，大姚一巴掌狠狠地拍向了篮球，这一记火锅直接把波什给扇懵了。不可能啊，大姚怎么可能追得上自己？就在他愣神的功夫，米尔萨普已经拿到了大姚扇飞的篮球，然后直接塞给了哈登。哈登接到球后没有一丝犹豫，直接往对方篮下杀去。可惜韦德早就看出来波什要被冒，已经提前往后场退防了。这次快攻没能打成，哈登只好在边线附近运着球等待队友落位。克里斯，快回防！韦德对着还在前场愣神的波什大喊道。波什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往自己半场跑。而大姚在刚才盖完帽后就从后场冲了上来，此刻已经来到了弧顶处，看到大姚到了位置了，哈登直接把球传给了大姚。大姚拿到球后没有急着出手，而是往后瞄了一眼，接着他双手把球举了起来，做出准备投篮的姿势。波什一看大事不妙，赶紧从后方跳起来准备进行封盖，哪知道大姚只是做了个假动作，为的就是点起他。飞在半空中的波什自己都愣住了，心说这大姚又没有3分，我跳什么跳啊？而这边波什刚一落地，那边大姚已经再次举起球投了出去，篮球再一次应声落网，又是一记3分命中。攻防转换，热火队这次进攻选择了让詹姆斯在弱侧单打，阿泰斯特遵照你的安排，死死的将詹姆斯顶在禁区外面，其他人也都被防守球员盯住，不给詹姆斯任何传球的机会。11年热火小牛的总决赛，你是全程观看的，要说热火会输，球迷也不能只怪詹姆斯被打不了基德和巴里亚。这个时期的詹姆斯背身能力就是不行，但不行归不行，你们热火总得有战术吧？可有战术吗？毛都没有。詹姆斯单打的时候，其他人就处在原地站桩，等着詹姆斯自己处理球。这个时候，但凡能有个无球跑位的队友，詹姆斯也不至于这么被动。果不其然，面对阿泰斯特的防守，詹姆斯顶又顶不动，传球又没有路线，无奈之下，詹姆斯只好选择了自己跳投。同样果不其然，在阿泰斯特的干扰下，詹姆斯的这次投篮打铁了，大姚轻松收下篮板，然后把球交给了库里。这次进攻，热火队可没有人再敢大意了，大 Z 直接拉到了弧顶的位置去防守大姚。库里和大姚再次打了一个挡拆，一招先吃遍天嘛。拆完后，库里把球传给大姚，这次大 Z 倒是成功堵住了大姚的投篮角度，但是大姚仍旧无视了大 Z， 双手举起了球。大 Z 赶紧踮起脚想要干扰大姚，不让他投篮出手，结果大姚这次仍旧只是做了个投篮的假动作，将大 Z 点起来后，大姚直接弯腰运
运球往篮下杀去。波什再次被大姚震惊到了，这大姚竟然学了我的招数，大 Z 是肯定指望不上了。波什只好自己补了上去，向篮下攻框的大姚来。本以为大姚会传球或者停下来顶住自己，可谁知大姚竟然直接起了3步。波什还能怎么做？只得硬着头皮跳起来准备封盖大姚。大姚右手高高举起篮球，迎着波什劈头盖脸的就砸进了篮筐，全场人都惊呆了。大姚竟然隔扣了波什。在今天之前，谁能相信一个2米26的大个子竟然会像这样打球呢？大姚这个打法完全不像是一个中锋，更像是一个小前锋的打法，这在现在可能确实让人不敢相信，但是后世的观众就没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热火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这才开场1分多钟的时间，就让快船打了自己一个8比0，不叫个暂停怕是第一节就要打花了。暂停时间，斯波教练拿着战术板不停地讲着战术，不过热火的3巨头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在他们看来，刚才不过是因为大姚突然改变了打法，一时间没有适应过来罢了。现在知道了大姚的打法，肯定不会再给大姚轻易得分的机会了。但是斯波很清楚，大姚这打法目前显现出来的威力最多只有一半，如果不赶紧遏制住快船队的势头，今天怕是要迎来一场惨败了。暂停结束，热火这边下了大 Z， 然后把乔尔·安东尼换上，一个2米06的前锋，虽然都叫安东尼，但这个安东尼的进攻能力几乎为零，他的优点是有着出色的防守能力。换安东尼上来，主要是让他去看住米尔萨普，这样一来，波什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去防守大姚了。斯波教练的这次换人非常明智，米尔萨普的防守能力虽然很强，但是也不至于让对位的人连饼都吃不了。只要米尔萨普要去帮队友进行协防，安东尼就有机会吃到队友送到嘴边的饼，而让波什去主防大姚，这才是热火防守战术的重点。波什2米11，而且他手长脚长，速度在内线球员中也属于最快的那一档。如果说热火要找一个能防守住现在这个大姚的球员，那就只能是波什了。再次面对大姚，波什这次信心满满，大姚现在不就是另一个自己吗？只要自己不失位，大姚就没有得分机会。库里这次连挡拆都懒得打了，直接把球传给了弧顶的大姚。大姚拿到球后，双手拿球晃了一下波什，见波什没有上当，直接双手高高把球举起。波什冷笑一声：“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这是要假传真突，这也是我的招数。”结果让波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姚直接在波什头顶把球塞到了内线。就在刚刚，阿泰斯特借着米尔萨普的无球掩护，直接冲到了禁区里，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大姚的传球直接砸到了阿泰斯特的怀里，阿泰斯特轻松起跳，双手扣篮拿下了2分。该死！波什回过头看到挂在篮筐上的阿泰斯特，小声骂了一句：“这家伙的传球就像是从2楼飞过我头顶的电视机一样。”波什这话是有感而发，因为大姚的身高就在这，不管是传球时的视野，还是传球时的高度，都要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来。几个回合下来，热火队终于适应了大姚的打法，很快又靠着韦德和波什的挡拆以及詹姆斯的单打将比分追了上来。第一节比赛还剩4分钟的时候，你把大姚换下了场，大姚仅仅上场8分钟就拿到了12分，抢下4个篮板，为队友送去了3次助攻。回归后的大姚表现给了快船球迷一个大大的惊喜。接替大姚上场的人是和根硕一样让无数男人都感到自卑的辣的男人2巴卡。伊巴卡和波什两人在12年总决赛中1攻1防的精彩对决，给你的印象十分深刻。那年伊巴卡不过是进入 NBA 的第3个赛季，但已经排在了 DOPY 得票率第2名的位置，惜败给拳王泰森钱德勒，没能拿到 DPOY。但是总决赛上的波什在面对伊巴卡的时候，却打出了他季后赛最佳的系列赛表现。只能说，面对波什这种联盟顶级的大前锋时，伊巴卡还是有些稚嫩。你想的是，反正早晚都要在总决赛碰面，不如现在就让伊巴卡来感受一下波什的强大，这样提前适应好了，真到打总决赛的时候，反而更有经验，效果也会好一些。不出你所料，只是4分钟的时间，波什就在伊巴卡头顶上连拿6分。好在快船这边库里手感火热，在最后1分钟连续投进了3记3分球，其中还包括1记超远的压哨3分，成功帮助快船以31比25领先热火6分进入第2节。第2节比赛一开始，热火队阵容没怎么换，斯波的换人习惯是在第2节过半之后才开始下主力，为的就是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下半场一开始就抢分。所以第2节的前半节你也没有换主力，而且还再次派上去了大姚。第2节比赛一开始，热火的詹姆斯就在侧翼拿到了球，这次面对阿泰斯特的防守，他没有手软，利用加速过后的一个交叉步，成功晃开了阿泰斯特。接着詹姆斯轻松命中1记中投，完成了第2节两队的第1次得分。快船队进攻回合，库里在后场不慌不忙地推进着，而大姚再次朝着弧顶的位置跑了过去。波什也是下意识的就来到了弧顶位置，准备盯防大姚，结果来到弧顶的大姚没有停下，而是直接一个加速跑往禁区冲了过去。波什根本没有想到大姚会突然往篮下冲，顿时大惊，赶紧转身追上去顶住了大姚。他很清楚，绝对不能让大姚要到篮下那么深的位置，以大姚的身高，真到让他篮下，那基本上就拦不住了。大姚在禁区腰部位置停下，随后用背部死死顶住波什，将他卡在了身后。斯蒂芬，大姚喊了一声，接着将右手放在膝前位置进行要球。库里心领神会，找到合适的机会后，一个基地传球，精准的把球塞给了大姚。大姚右手放在膝前的动作，是内线球员和后卫球员之间最常见的信号交流。卡住防守球员之后，内线球员就可以向持球人伸手示意要球了。抬起手，意思就是要高吊球；手放在膝盖的高度，意思就是要低球。大姚现在的身体已经减重了10几公斤，下肢力量比之前要弱了不少。要高球容易让重心提高，会被防守人顶出已经要好的位置，但是要低球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哪怕是已经减重的大姚，背身单打波什也是吃饭喝水一样，背身顶了2下波什后，大姚直接一个经典背转身跳投。波什虽然已经努力想去干扰大姚了，但他拼尽全力跳，也就能刚刚够到大姚的手腕。大姚出手的瞬间，裁判的哨声同时响起，波什打手犯规。不过还没完，虽然大姚的出手稍微受到了犯规的影响，但球在篮圈上方弹了几下之后，
最终还是落入了篮网之中。裁判高高举起手，比了个耶，然后重重往下一压 ，N1。看到裁判又做出了一个加罚的手势后，波什此刻的内心十分崩溃。原本那个大姚就已经很无解了，现在的大姚还开发出了新的技能包，这还让不让联盟其他内线活了？大姚走上罚球线，投篮出手稳稳命中。接下来的回合，热火靠着詹姆斯的突破分球，波什命中了一记长中投，算是稍微挽回了一下颜面。快船再次发起进攻，这次大姚刚在3秒区外要到球，安东尼立马就补了过来，大姚都没让球在手里停留超过1秒钟，接着就传给了3分线外的米尔萨普。米尔萨普接球就准备投篮，安东尼赶紧又补了回来，没想到米尔萨普只是做了一个假动作，直接运球过掉安东尼往篮下杀去。大姚一个背转身离开，把禁区给米尔萨普让了出来。波什也顾不上大姚了，直接冲着米尔萨普就过去了。米尔萨普看到波什过来了，直接把球朝着篮筐抛了过去。大姚此刻已经出现在了篮下，他高高跳起，有饼干那么高，在空中拿到了球。詹姆斯提前看出了米尔萨普的意图，早就冲着大姚冲了过来。在大姚把球往篮筐中扣的瞬间，詹姆斯的身体狠狠地撞在了大姚身上，砰！场边的你都能听到两人骨肉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可詹姆斯的手只是按在了大姚的胳膊上，没能碰到篮球，而大姚则是双手抓着球狠狠地砸进了篮筐。不过因为詹姆斯的冲击力太强，大姚直接被撞翻在地，砰的一声跌在地上。大姚是直上直下的起跳，詹姆斯是冲过来助跑起跳，这种情况很容易让大姚受伤。你顿时大惊，赶紧起身站到场边查看大姚的情况。裁判再次哨响，来到大姚面前后，对着詹姆斯做了一个手势，阻挡犯规。大姚又是一次2+1，詹姆斯站在大姚另一旁，对着裁判摊起了双手，不停地喊着这是一个好球。阿泰斯特从后边赶过来，用肩膀一把顶开了詹姆斯，接着赶紧俯下身子来确认大姚的情况。现在这支快船队中，就属他和大姚的关系最好。米尔萨普也赶了过来，低着头问着大姚情况。大姚伸出手摸了摸膝盖，又尝试着弯了弯腿。过了大约5秒钟，阿泰斯特和米尔萨普一人一只手把大姚从地上拉了起来。大姚咋样啊？你情急之下直接用中文喊道。没事，就是摔了个屁股墩儿。大姚笑着对你摆摆手说道。你长出了一口气，看样子花大钱请来神医是对的。大姚起身后，再次来到罚球线，稳稳地将球罚进篮筐，连续打成了2次2+1，直接让观众都看嗨了。大姚还是那个大姚，洛杉矶球迷早就想看到大姚来洛杉矶了，可惜5年前没能成功。现在大姚虽然没有去到洛杉矶湖人，而是来到了洛杉矶快船，也挺好。经过你这2年的运营，快船队在洛杉矶的人气渐渐高了起来。回到赛场，大姚罚完篮后，热火发球，詹姆斯刚刚拿到球，库里直接就上去抱住了他。就在詹姆斯一脸懵逼的时候，快船队叫了个暂停，这是你示意库里去犯规的，为的就是赶紧把大姚换下来。本来队医给大姚的出场时间限制是不超过14分钟，但是因为刚才那一摔，你还是提前让大姚下场休息了。大姚本场比赛的个人得分也定格在了18分。大姚下场后，替换他上场的是伊巴卡。这场比赛你不打算用米勒上场，因为米勒的速度实在是有些慢。对面那帮怪物，詹姆斯、韦德、波什，哪个不是速度快如闪电的？让米勒上场的话，基本上只剩被打爆的份了。米勒更适合打那种对方有站桩型中锋的球队，而且最好其他球员的冲击力不要那么强，这样他的协防还能起到点作用。遇到天赋怪，米勒是真的毫无办法。但是快船这边的伊巴卡其实也算一个天赋怪了，能在詹姆斯巅峰时期从正面盖掉他的战斧扣篮的 NBA 只此一人。要不是那针封闭，伊巴卡的职业生涯本该更加辉煌。塞尔吉，我相信你可以的。你说着拍了拍伊巴卡的后背，想想我之前带你看小牛队比赛录像，想想我刚刚和你说的话。好了，上吧。是教练。伊巴卡重重地点了点头。第一节他表现的并不好，原因倒也不是真的能力不够。伊巴卡怎么说也在欧洲打过几年比赛，进入 NBA 也有1年半的时间了，能力其实已经完全够了，缺乏的就是比赛的经验。打普通球队得到的锻炼极其有限，但是打热火这种历史级的强队，绝对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好时机。今天这场比赛就当是为总决赛做准备了。你对今年的快船很有信心，打进总决赛问题不大。当然对热火你更有信心，他们不进总决赛的概率几乎为0。这次伊巴卡显然比第一节更有经验了，尤其是还现场看了下大姚是怎么防波什的。波什本以为他会像第一节那样好对付，直接拿着球晃了一下伊巴卡，就要在他头顶投篮。伊巴卡假装被晃，然后看准了时机跳起来一巴掌就把波什的投篮给扇出去了。没等热火的人反应过来，伊巴卡直接绕过波什拿到了球。冲起来的伊巴卡就像是一辆装甲车，尽管阿罗约已经在拼命追防了，但最终的结果不过就是多搭上了一次犯规。伊巴卡仍旧起了3步，对着篮筐就是一记暴扣。这次进攻结束后，热火全队上下天黑了，一个大姚，一个伊巴卡，一个是技术型，一个是力量型。最关键的是，这俩人都能里能外，单防和协防能力都很强。除了这俩以外，还有个最佳阵容的米尔萨普。快船现在这内线，说句联盟顶级不过分吧？詹姆斯是最能感受到这一点的，从他进攻屡屡受挫就能感受出来，想要在侧翼1对1打赢阿泰斯特就很吃力了。就算是过了他，后面马上就会有伊巴卡或者米尔萨普协防过来，即便是把球分出去，另外一人也会马上再封堵上去，根本不给热火往里打的机会。詹姆斯尝试过往外打，利用自己的突破吸引对手包夹，然后把球分给外线投篮。但是快船队的外线防守也很好，几乎不给热火外线轻松3分出手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热火队打得很艰难。这时候的热火还真就缺一个卢指导，直接让詹姆斯错位单打库里就完事了。这个时候的库里防守处于联盟后卫里中游偏上的水平，又是大伤初愈，你让库里去单防后卫球员问题不大，但是防詹姆斯这种身体素质变态的家伙，那肯定是防不住。但是不得不说，教练和教练之间
是有区别的。斯波的战术属于老牌教练的风格，更多的是注重热火的防守。进攻层面，他也有些许想法，但是因为有3巨头在，他几乎没有话语权。但是他仍旧一眼看出了热火进攻的问题所在。斯波直接把詹姆斯给换下，换上了另一个詹姆斯，身高2.03米，身体素质爆炸的詹姆斯·琼斯。这个段子很多球迷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琼斯个人的最大成就，不是作为球员拿到的，而是作为太阳队的总经理时拿到了年度最佳总经理的荣誉。但不能因为这个就忽略了琼斯作为球员的能力。琼斯虽然和詹姆斯都是小前锋，能力差距还是挺大的，但他比起詹姆斯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就是他有一手稳定的3分球能力。相比起詹姆斯在侧翼需要单打空间，琼斯需要的仅仅是一个3分线外出手的空间。詹姆斯下场后，面对迎上来的斯波，没有选择和他击掌，而是直接阴着脸撞了一下斯波的肩膀，随后走向替补席。这一幕也恰巧被媒体给拍了下来，赛后也引发了不小的热议。你本以为由于自己的到来产生了蝴蝶效应，所以撞肩门不会出现了，可谁知道这个时间线的撞肩门竟然是自己催生出来的。琼斯上场后，热火队的局面瞬间就打开了。韦德持球主攻，除了和波士打挡拆以外，他还有了另一种选择，就是在吸引包夹后把球传给侧翼的琼斯。琼斯不负热火众望，连续命中了2记3分球。上半场结束，快船58-53领先热火5分。下半场，斯波把詹姆斯重新派回了场上，不过换下的人是安东尼，而不是琼斯，等于是让波士暂时打5，詹姆斯打4。快船这边则是上了小乔丹、米尔萨普、泡椒、库里和哈登这个组合。刚开场，库里就利用反击直接一记急停3分出手，篮球应声入网。随后热火再次进攻，詹姆斯侧翼卡住了泡椒要球，韦德把球传给了詹姆斯。面对刚进联盟的菜鸟新秀，詹姆斯利用身体往内线开凿，就在他靠近到禁区边缘的时候，哈登却突然出现在詹姆斯身后，趁着詹姆斯不注意，直接一把将球刀掉。库里这次被韦德死死的盯住，根本没有接球的机会，哈登只好自己持球推进，很快他就冲到了对方的篮下。不过琼斯此时也追了回来，死死的卡住了哈登上篮的角度。哈登没有办法，只好先把球往外运。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突然看到一个粗壮的黑影从3分线外冲了过来，哈登随即把球往篮筐上方一挑，琼斯赶紧转过身，看到了脚已经踩到罚球线上的小乔丹，赌上03白金一代的尊严，琼斯直接双脚起跳进行封堵，小乔丹又往前跨了一步，接着高高跳起。比起姚明的高高起跳，这小子是真的高，单手接住空中的球后，小乔丹隔着琼斯狠狠地扣进了篮筐中，琼斯在半空中直接被撞得横了过来，随后重重地跌倒了地上。快船替补席上顿时疯作一团 ，yes， 这样就对了 ，my boy。韦伯兴奋地大喊大叫着，阿特金森和乌杜卡两人则是双手抱着头对视了一眼。詹姆斯看到这一幕，顿时气性也上来了。下一回合，他直接拿着球冲进禁区，在3人的包夹下，把球硬生生地放进了篮筐，而且还造成了小乔丹的一次防守犯规，打了一个2+1。真不愧是詹姆斯，换做其他人估计早就被扇得找不着北了。第3节，快船队全员皆兵，打出了一节漂亮的团队篮球来，而热火那边则是彻底抛弃了战术，只是凭着詹姆斯和韦德个人实力硬往里打。等到第3节比赛结束的时候，热火已经追到了81-83，被联盟中前5球员之中的2人轮番单打，这换哪支队伍也防不住啊。不过好处是，他们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他们这种打法特别消耗体力。第4节一开始，韦德、波士和詹姆斯都被换下场去休息，你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换上了米尔萨普、泡椒、科沃尔、哈登和库里这个5小组合。2分钟，仅仅是2分钟，快船队就打了热火一个15-0的小高潮。斯波教练赶紧叫了个暂停，把3巨头又换了上去，这再打2分钟，估计比赛直接就被快船给带走了。1个回合后，你也叫了个短暂停，进行了一次人员大调整。上场的是伊巴卡、米尔萨普、泡椒、阿泰斯特和吉诺比利。目前快船队中防守最好最全面的5个人，控卫一直暂时由吉诺比利担任，其他4个人全是锋线球员。吉诺比利可是国际赛场上的老手了，对位同样是适应 FIB 风格的阿罗约，他完全没有问题。阿泰斯特则是专门负责盯住韦德，泡椒负责盯住詹姆斯，伊巴卡负责盯住波士。米尔萨普的任务最重，他需要时刻帮助防守3巨头的3名队友进行协防。你很清楚，单靠一个人的力量绝对防不住3巨头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是有米尔萨普在，他的协防能力一定可以有效遏制住3人的进攻。只要撑过这关键的5分钟，热火自己就崩了。快船与热火最后5分钟的比赛打的是相当沉闷了，双方展开了一场防守大战，整整5分钟，两边加起来得了不到10分，说是打出了总决赛的防守强度也不为过。但是这么一来，着急的不是快船而是热火，因为热火和快船的分差始终维持在2位数，快船101-87热火。眼瞅着比赛还剩下最后5分钟了，热火队终于沉不住气了。这次进攻，詹姆斯在3分弧顶外持球，借了琼斯的一个掩护后，直接干拔了一个3分。詹姆斯是有3分能力的，但现在体力下降严重，投篮稳定性也随之有所下降。这球直接弹框而出，米尔萨普拿下篮板球后，直接一个长甩就到了前场。韦德拼命想要，但还是没能追上第一时间就下快攻的吉诺比利。马努轻松上篮拿下2分。嘿，罗恩 PG， 你吹了声口哨，接着给了他们俩一个上前包夹的手势，两人心领神会。攻防转换，詹姆斯继续3分线弧顶持球，阿泰斯特直接上去和泡椒一起进行包夹。面对2人的包夹，詹姆斯没有传球，而是选择强行突破。可在2人包夹的情况下，他根本起不来速度。阿泰斯特眼疾手快，直接从侧面双手抓到了球，詹姆斯也赶紧抱住了球，两个人4只手就这样死死地抓住了球。裁判哨响，争球。随着篮球被裁判抛起，阿泰斯特噌的就跳了起来，詹姆斯也赶紧跟着跳了起来。半空中的阿泰斯特没有够到篮球，直接落了地，而后跳的詹姆斯则是喜滋滋地把球拍向身后的阿罗约。可就在阿罗约准备接球的一刹那，一个妖娆的身影从詹姆斯和阿罗约中间窜
了过去，他用力一拍球，直接把球拍向了前场。没等其他几人反应过来，一早落地的阿泰斯特直接冲了出去。阿泰斯特拿到球后，面对空无一人的篮筐，直接暴扣得手。快船105比87热火领先优势已经来到了18分。詹姆斯现在心态已经有点小崩了。韦德拿到球后，到了前场示意让詹姆斯拉开。詹姆斯迈着慢悠悠的霸王步来到了边线处，韦德弧顶持球，准备单挑阿泰斯特。阿泰斯特稍微往后移动了半步，尽量防他突入内线。韦德往后退了2步，突然一个加速冲了出去。阿泰斯特赶紧上前挡住他的路线，结果韦德突然一个交叉步后停在了原地，直接干拔跳投。由于阿泰斯特的重心已经偏向了一侧，此刻根本来不及再回正身子起跳封堵，球直接砸到篮圈后沿，干脆利落的落到地上。快船105比90热火，还有15分的分差。快船回合，米尔萨普来到弧顶后，接到了吉诺比利传过来的球，他见琼斯还没站稳，直接3分出手，可惜未能命中。又到了热火这边，还是韦德持球攻，这次的阿泰斯特稍微往前靠了靠，他怕韦德再像刚才那样投3分，但是韦德作为球场上唯一一个 FMVP， 怎么可能是随便就防得住的？稍微点了一下阿泰斯特后，韦德直接躬身一个加速突了过去。阿泰斯特见势不妙，赶紧回身追了上去，可毕竟是闪电侠啊，阿泰斯特是追不上了。米尔萨普此刻还在另外一侧，来不及过来补了。无奈之下，离着韦德最近的泡椒只好暂时放弃了詹姆斯，想要拦住韦德杀往禁区。韦德看到泡椒补了上来，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把球甩给了处于空位的詹姆斯。詹姆斯接到球后，顺势往后退了一步起跳出手，篮球应声入网。快船105比93热火，两队的分差只有12分了。你直接叫了个长暂停，给热火那边灭火降温。再次回到场上，你把哈登和库里都派上了场，同时把伊巴卡、米尔萨普和阿泰斯特也留在了场上。快船队边线发球，伊巴卡、哈登和库里直接打了一个3人交叉掩护的战术，最后跑位的库里来到了另一侧的底角，周身空无一人。发球的米尔萨普直接横向大转移，把球给到了库里的手里，处于大空位的库里手起刀落，再次斩获3分。快船108比93，再次将分差扩大到了15分。相比于快船复杂的跑位，热火队的进攻战术就朴实无华多了。韦德和波什打了一次挡拆配合，随后波什也用一记3分对快船队还以颜色。快船108比96热火，比赛还剩最后2分半了，双方仍然还有12分的分差。12分的分差，如果是别的队伍恐怕就真不一定好追了，但是热火队那就不好说了。快船队进攻，米尔萨普在弧顶打了一个双掩护战术，球最后给到了3分线外空位的库里，不过詹姆斯还是及时绕过了挡拆，对库里的出手造成了影响。库里顶着詹姆斯3分出手，篮球稍稍偏出，篮板球被波什拿到，随后波什一记长甩，篮球飞向刚冲过半场的詹姆斯，拿到球的詹姆斯运了一下球，然后再过了罚球线一步后直接起跳，只见一架轰炸机滑翔到了篮筐旁边，大力暴扣得手。第4节最后时刻，试问还有谁能像詹姆斯这样滑翔战斧劈扣？在 NBA， 身体天赋就是最强大的武器，而这项武器最猛的就是勒布朗詹姆斯。轮到快船这边，米尔萨普和伊巴卡在内线打了一个配合，伊巴卡获得一个轻松打板得分的机会。下一回合中，韦德和詹姆斯打了一个传切配合，韦德在底线接到了詹姆斯的传球，直接起跳上篮，米尔萨普及时补了过去，但是仍旧被韦德造了一个防守犯规。韦德走上罚球线，2罚1中，第2罚偏出，伊巴卡保护下了后场篮板，接着把球交给了哈登，哈登弧顶持球，库里上前做了个掩护，防守他的人换成了阿罗约，库里则是直接拉着韦德就往边线去了。哈登摆摆手，示意其他人都拉开，他要单打阿罗约，这是刚才你给哈登下达的指示，你要锻炼哈登在关键时刻处理球的能力。热火的球员全都注意力高度集中，尤其是防守库里的韦德，以库里的无球跑动能力，很有可能一不留神就让他跑出空位来接到球。哈登在阿罗约面前运了2下球，突然一个加速往前突破，阿罗约随即跟了过去，死死的卡在哈登身前，哈登突然一个胯下急拉，把球拉了回来。阿罗约由于刚才冲得太猛，回身的时候踉跄了一下，不过还是追了回来。哈登胯下回拉后，又接了一个后撤步，彻底拉开了他和阿罗约之间的距离。后撤到3分线外的哈登，直接在阿罗约面前起手投篮。尽管阿罗约拼尽了全力，但仍旧无法扑到哈登面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球投向篮筐。3分球进，比分直接来到了快船113比99热火，快船领先了热火队14分，而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半了。斯波叫了本场比赛热火队的最后一次暂停，他心里清楚得很，这次进攻热火队如果没能打成的话，比赛赢得概率就很小了，所以这很有可能是热火的最后一击。由于暂停过后是一个前场界外球，斯波布置了一个双人内切，接球人反跑的战术，在接到球的一瞬间就可以拉开热火场上5人的空间。上前接球的人是韦德，他可以根据场上的局势选择自己打还是给到詹姆斯，布置这打法也属无奈之举。詹姆斯不愿意跑战术，那就只能交给明星球员自己解决问题了。你那边倒是没怎么布置战术，只是把大姚、科沃尔和吉诺比利换了上去，换下来的是伊巴卡、米尔萨普和阿泰斯特。现在快船场上的这套阵容，防守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但是这5个人是快船队罚球命中率最高的5人，而你也知道，热火的战术只能是交给韦德和詹姆斯打，让哈登和吉诺比利去防他俩，科沃尔进行协防，问题应该不大。至于波什、大姚绝对把他安排的明明白白。哨声响起，热火队是波
波什在界外发边线球，琼斯和阿罗约直接朝着两侧底角跑过去，而韦德则是一把推开哈登，来到波什面前接到了球。面对防守自己的哈登，韦德不敢大意，尤其是在自己体力已经消耗严重的情况下，韦德没有选择强突，而是直接对着詹姆斯叫了个掩护。詹姆斯上前进行完掩护后，接着就对韦德大声喊着要球。韦德没有二话，直接把球传给了詹姆斯。詹姆斯拿到球后，面对的是比自己矮了5公分的吉诺比利，他把头高高举过球顶，眼神不停瞄着队友的跑位。吉诺比利完全不去在意这些，只是做好了防守的架势，不让詹姆斯轻易突破。詹姆斯把球藏到腰间，把头使劲往前顶着，给自己创造出一个下球的空间来。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詹姆斯要突破的时候，他却直接把球狠狠地塞进了内线。刚刚韦德把球交给詹姆斯后，就已经开始跑位了，借着波什的无球掩护，韦德冲进了禁区，人到球到，韦德拿到球后就要起跳扣篮，大姚出现在了他面前，张开双臂封住了他上篮的空间。面对大姚的防守，韦德仍旧高高跳起，大姚也跟着一同起跳。跳在空中的韦德突然把球从右手换到了左手，顺势往中路一送，空切到禁区里的詹姆斯接到了球，接着就是双脚高高跳起扣篮。大姚此刻根本没有可能再回过头封堵詹姆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詹姆斯在快船的禁区起飞。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热火队打出了一次精彩的詹韦连线配合的时候，吉诺比利出现了，他从詹姆斯身侧突然出现，用尽全力跃起，两只手狠狠地招呼了上去，砰！詹姆斯和吉诺比利两人的身体狠狠地撞到了一起，接着篮球砸到了篮筐后沿飞了出去。裁判哨响，示意吉诺比利防守犯规，干得漂亮！大姚直接上去摸了摸吉诺比利的头，这球犯规就是最好的选择，只要不让詹姆斯扣进就行。詹姆斯的罚球一向不稳，更何况今天的他已经消耗太多体力了。第一罚，球稍稍偏出，詹姆斯云淡风轻的和队友击了下掌。第二罚，詹姆斯对左手吹了口气，缓了缓节奏出手，球再次偏框而出。大姚把波什牢牢的卡在身后，拿到了防守篮板球。詹姆斯一脸失望，他虽然罚球一般，但是极少会出现2罚不中的情况。不过他还没放弃，直接冲上去抱住了大姚，想要通过犯规战术追分。大姚走上罚球线，稳稳的命中了2记罚球，其个人得分也来到了20分。看看计分牌上的比分，快船115比99热火，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15秒的时间，热火队已经落后了整整16分。斯波在大姚罚第2球之前就把主力球员都换下了，这场比赛没必要再打了。最后，洛杉矶快船以118比105大胜迈阿密热火队。至此，迈阿密热火队的客场13连胜被洛杉矶快船队终结了。他们没能创造历史，但是热火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不管是媒体还是评论员，几乎清一色的认为今年的总冠军肯定是热火队的。本场比赛，快船这边可以说是全员皆兵，其中有3人得分超过20分。库里拿到快船队内最高的26分，同时摘下了5篮板，送出了5次助攻。哈登得到23分，抢到了8个篮板的同时送出9次助攻。大姚得了20分，摘到5个篮板，送出3次助攻。3人表现全都可圈可点，尤其是大姚，仅仅上场10分多钟的时间就高效砍下了20加。不过和热火队3巨头比起来，快船这3人的数据就显得有些乏善可陈了。韦德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1分，同时还摘到7个篮板，送出5次助攻，甚至还有3次盖帽。詹姆斯得到27分，8个篮板以及6次助攻。波什得到26分，怒摘13篮板，还送出了4次助攻。3巨头加起来得分比快船3人组高了整整15分，篮板、助攻等其他数据的碾压比得分还要离谱。但这同样也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热火队除了3巨头以外，其他所有人加起来只得到了21分，而快船这边除去5位首发，光是替补球员都得了28分，这就是阵容深度的差距。3巨头的确很猛，但是3巨头带来的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由于薪金空间的束缚，队伍不能招募来优质的角色球员，这样一来，比赛的胜负就全要看3巨头的状态。这个问题热火队明白也很清楚，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解决。2011年2月6日，热火再次与快船相遇，这场比赛热火3巨头表现出色，以105比97的比分拿下了快船。快船这边之所以会输，是因为库里和大姚只打了10几分钟就下场休息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又遭遇了伤病，而是出于你对球员的保护。库里和大姚的出场时间被严格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只有这样，快船队才能在今年季后赛中走得更远。当然，虽然他们俩上场比赛的时间被缩减，但是你却赋予了他们俩更重要的任务，在面对球迷的签名、合照等要求时，只要他们俩能满足，就必须得满足。你想过轮休他们俩，但是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做法。一方面是不能辜负观众买的票，另一方面是如果轮休的话，两人的出场数就达不到入选全明星的场数要求了。库里经过一个辉煌的菜鸟赛季，人气非常高，几乎铁定可以成为全明星首发。而大姚也因为洛杉矶人民的热情，票数在中锋位置上一骑绝尘。毕竟今年的全明星赛可是在洛杉矶举行的。2月中旬 ，NBA 公布了2011年全明星阵容，全明星赛双方人员名单：东部全明星首发，后卫德里克罗斯，芝加哥公牛；后卫德怀恩韦德，迈阿密热火；前锋勒布朗詹姆斯，迈阿密热火；前锋阿马雷斯特德迈尔，纽约尼克斯；中锋德怀特霍华德，奥兰多魔术；替补后卫拉简朗多，波士顿凯尔特人；后卫乔约翰逊，亚特兰大老鹰队；后卫雷阿伦，波士顿凯尔特人；前锋保罗皮尔斯，波士顿凯尔特人；前锋克里斯波什，迈阿密热火；前锋凯文加内特，波士顿凯尔特人；中锋埃尔霍福德，亚特兰大老鹰；主教练道格里弗斯，波士顿凯尔特人。东部全明星阵容对比去年改变不大，仅仅是斯塔德迈尔进入，然后把公牛队的诺阿挤了出去，同时因为票数多的关系，小斯也把加内特挤出了首发阵容。今年凯尔特人上半段战绩十分出色，所以东部主教练换成了道格里弗斯。西部全明星首发，后卫斯蒂芬库里，洛杉矶快船；后卫科比布莱恩特，洛杉矶湖人；前锋卡梅隆安东尼，丹佛掘金；前锋凯文
文杜兰特，俄克拉荷马雷霆，中锋大姚，洛杉矶快船，替补后卫拉塞尔维斯布鲁克，俄克拉荷马雷霆，后卫詹姆斯哈登，洛杉矶快船，后卫克里斯保罗，新奥尔良黄蜂，前锋蒂姆邓肯，圣安东尼奥马刺，前锋德克诺维茨基，达拉斯小牛，前锋保罗米尔萨普，洛杉矶快船，前锋布雷克格里芬，俄克拉荷马雷霆，主教练格雷格波波维奇，圣安东尼奥马刺。西部全明星这边阵容变化就比较大了，首先是大姚和保罗都没有受伤，全都入选了西部全明星，其次就是加入了今年极有可能获得最快进步奖，来自洛杉矶快船队的詹姆斯哈登。上赛季哈登场均有 17.5 分、5.5 篮板、6.7助攻的出色表现，也使得他成功入选了最佳新秀一阵。本赛季初，由于库里的缺阵，哈登成为了快船阵容中的后场核心。在快船队已经比完的56场比赛中，他场均可以拿下 26.3 分、6.7个篮板，送出的助攻数则是高达 9.6次。不管是得益于快船体系也好，还是因为他掌握了快船队大量的球权也罢，总之，哈登这个数据完全值得一个全明星的席位。大姚就不用多说了，投票这种东西，他怎么可能会输呢？如此一来，今年的洛杉矶快船阵容中有4人同时进入了 NBA 全明星，是今年队内成员入选全明星最多的队伍。有当年活塞 F4 和凯尔特人3巨头加隆多内维尔，除了哈登以外，还有另外一名全明星菜鸟，那就是2009年的状元秀，来自俄克拉荷马雷霆的布莱克格里芬。今年雷霆队打得十分出色，目前高居西部第4，杜兰特越发的无解了，而维斯布鲁克也越来越成熟。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布雷克格里芬了，这个外号白魔兽的家伙，第1年加入 NBA 就可以场均轰下22分，抓到12个篮板，而且他那飞天遁地的打法也特别吸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收获了一大批球迷。今年入选 NBA 全明星实至名归，他也成为了继去年库里之后又一个新秀赛季入选全明星的球员，未来不可限量。总教练这边，圣安东尼奥马刺今年打得实在是太好了，好到离谱。在波波维奇老爷子的带领下，今年全明星周末前的马刺队战绩一骑绝尘，波波维奇也成功成为西部队主教练。你这次特地没有坐在场边，而是进了一间 VIP 包厢中，而你的包厢内也是星光熠熠。梅梅、寡姐和加朵等人组团来到了斯台普斯中心，出现在你的包厢内。经过几场比赛的磨合，这几位常规轮换球员现在也是以姐妹相称。全明星赛正式开始后，第1节比赛两队打得中规中矩，不过显然东部全明星要更胜一筹。当然不是说实力还不好说，只是单纯的从精彩程度上来说，东部那首发都是一帮什么妖人，罗斯、韦德、詹姆斯、小斯和霍华德5个人全部都是飞天遁地型的，一个个的拿到球就是哐哐往篮筐里干的。西部明星队这边也不甘示弱，科比、安东尼和杜兰特3人也是频频冲击篮筐，大姚和库里则是在外线不停得手，双方直接上演了一场对轰大战。第2节换上替补球员之后，节奏稍微慢了下来，西部这边直接换上了一控4锋，保罗负责主控，邓肯、斯基、米尔萨普和给利芬4人就不停的吃饼，这战术不能说是有效，只能说是无敌。东部那边也想效仿一下，派上了朗多、小斯、波什、加内特和霍福德，场上的画面也是风云突变，从对轰大战变成了阵地大战，而且同样也是谁也防不住谁。但是西部还是技高一筹，毕竟他们的控卫可是保罗，说句保罗压了朗多一辈子没毛病吧，一个05年进的 NBA， 一个06年进的 NBA， 职业生涯俩人一直在暗暗较劲，两人的恩怨那也是说来话长了。最有名的一次就是保罗在火箭，朗多在湖人的那次，原本是英格拉姆和哈登之间的冲突，结果被拉开后，保罗和朗多这俩兄弟又杠上，保罗直接上手顶到了朗多的脸上，而朗多则是直接一拳挥到保罗的脸上，接着保罗就是一记炮拳警告，最终两人扭打到一起，其他人赶紧上来劝架，而原本已经走远的英格拉姆突然冲了回来，上来就是一记漂亮的直拳打到了保罗的脸上。最终这次冲突也是该处罚的处罚，该禁赛的禁赛，因为朗多彼时身处洛杉矶湖人，湖人又有那个男人在，而那个男人又是一个穿着皇帝的新衣被媒体大肆吹捧的家伙，所以赛后几乎所有媒体都大肆渲染今天的事属于保罗挑事不成反被揍。可事后不盲目听信媒体放屁的真球迷反复观察录像求证，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是朗多挑的事。原来两人只是正常发生口角，结果朗多突然吐了一大口唾沫到保罗脸上，这才导致保罗突然不理智，把手顶在了朗多脸上，结果朗多却不讲武德，直接一拳偷袭了跑。从两人被拉开后，詹姆斯抱着保罗的时候，保罗不停地擦脸，这事也能证明这个结论。所以这全明星的第2节，双方打得火药味十足。不过表现最出彩的是保罗和杜兰特、格里芬两人的配合，保罗不停地给格里芬和杜兰特送出空接暴扣，那一次次的起飞轰炸，直接把对面的篮筐都炸红了。你也梦回前世的那个空接之城。通过今天和杜兰特、格里芬的配合，保罗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我可以和杜兰特、格里芬联手，那即便是3巨头的热火也未必会是我们的对手。上半场结束，两边加起来一共得了150多分，让洛杉矶的球迷看了直接大呼过瘾。第3节，双方又把还没怎么打过的几名球员上去露脸，随便打了打。东部全明星117比113，西部全明星，双方带着4分的分差进入到了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比赛，东部全明星直接派出了朗多、雷阿伦、詹姆斯、皮尔斯和加内特，意图很明显，他们想拿下今天这场全明星赛。不得不说里弗斯这家伙真是有意思，他可能认为凯尔特人这4人组再加上一个詹姆斯，那就是联盟无敌阵容了。可惜詹姆斯不是后来的杜兰特，打不过就加入这种事也太 low， 他是绝对不可能干的。西部全明星这边，波波维奇也派出了一个和东部差不多的阵容，库里、哈登、米尔萨普、
普、大姚以及科比，这不就是快船的4人组再加上科比吗？你还别说，这套阵容一上场，球迷瞬间就兴奋到了极点。这里是斯台普斯中心，这里是洛杉矶，场上的5名全明星全部来自洛杉矶，你让他们怎么能不兴奋？波波维奇很清楚，既然是要赢，那就要找配合最好、最熟悉的阵容来搭配，就像06年那次全明星，东部派出了活塞4人组加詹姆斯一样。那阵容虽然不是最强阵容，但是打起来就是无解。今天快船4人组加上科比，估计比那支4+1还要强。现场观众更是一边倒的支持西部全明星，这和支持自己的主队没什么区别。MVP，西部这边科比一拿球，现场观众就开始喊了起来。科比给洛杉矶这座城市带来了5座总冠军奖杯，他值得被洛杉矶球迷这样对待。来到前场后，科比直接做了一个拉开的手势，所有人都自觉地为科比腾出位置来，而东部的詹姆斯则是来到了科比面前，观众此时全都站起来，这下真有好戏看了。24 vs 23，就在刚刚，洛杉矶全明星赛迎来了万众期待的一幕，24 vs 23。面对防守自己的詹姆斯，科比一脸的轻描淡写。有记者曾经问过科比，如果他和詹姆斯打1对1，谁会赢？科比毫不犹豫说道：毫无疑问，我会赢，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从小就是打1对1的，这是我的饭碗。而同样的问题问到詹姆斯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是一个团队至上的球员，篮球不是1对1的运动。这个回答也没什么问题，篮球确实是一个团队运动。从数据上看，詹姆斯也确实是一个更团队的球员，尽管这个更团队可能是建立在更多的球权基础上的，但是很多时候篮球比赛确实是需要1对1去解决的。就比如说热火队进攻受挫时的韦德，以及骑士队进攻受挫时的欧文，如果没有韦德和欧文关键时刻站出来1对1，热火和骑士根本不可能获得总冠军。詹姆斯只能给一支球队提供一个打进总决赛的基本盘，而赢得总冠军则必须有一个能在关键时刻出来1对1结束比赛的单打手。这一点保罗和詹姆斯很像，可以说保罗就是一个弱化版的詹姆斯，俩人都能给团队提供一个基本盘，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们都需要队友站出来去杀死比赛，因为他们两人没有足够能杀死比赛的能力。詹姆斯是因为单打技术问题，而保罗纯粹是因为身高问题，比如18年火勇大战，又比如21年总决赛。但其实这2次机会是保罗自己没抓住，因为保罗这2次的队友哈登和布克都没有机会站出来杀死比赛。关键时刻，保罗是真的喜欢大包大揽，坚持要自己去打，最终才导致了这2次的系列赛失利。而詹姆斯比保罗强就强在这里，在关键时刻，詹姆斯敢于也勇于把球权让给韦德和欧文，最终成就了霸业。你绝对不能说詹姆斯在关键时刻喜欢甩锅，他只是在关键时刻更信任队友。回到比赛这边，科比面对詹姆斯的防守，没有用什么花里胡哨的招数，只是持球往右路突破，在詹姆斯中心移动的一刹那，瞬间刹车，接着就是一个中距离急停跳投，轻松将球打进。回过头来，詹姆斯也在弧顶位置持球单打科比。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詹姆斯要强突科比的时候，雷阿伦突然借着皮尔斯的掩护跑出了空位，詹姆斯二话不说，直接甩了过去。雷阿伦接球就投，完全无视即将扑过来的哈登，球在空中划了一道高高的弧线，空心入网。詹姆斯倒退着往后场回防，同时还不忘和跑回来的雷阿伦拍了下手。热火队现在就缺一个雷阿伦这样的球员。第4节比赛，双方越打越激烈，不过最终还是西部这边取得了优势，并且慢慢有把东部队打崩的趋势。问题不是出在年龄上，而是投射水平的原因。西部全明星这边全都有投3分的能力，同时外线能处理球，内线也能策应，可以说这支队伍不一定是最强的，但一定是最合理的。反观东部全明星这边，除了雷阿伦和皮尔斯以外，其他人的远射能力都很一般，尤其是朗多，不能说不行，只能说是根本没有远射能力。詹姆斯直接自作主张叫了个暂停。再次上场后，东部全明星的阵容换成了詹姆斯、雷阿伦、皮尔斯、约翰逊和波什，一个能让詹姆斯完全掌控球权，同时其他人也都有投射能力的阵容。波波维奇也调整了西部的阵容，上场的是库里、科比、安东尼、杜兰特和米尔萨普，这阵容直接把你给看傻了。波波维奇这老头有点东西啊！当年宇宙勇死亡五小是什么阵容？库里、汤神、一哥、杜兰特和格林。现在这阵容，科比是终极版汤神，安东尼是攻击强化版一哥，米尔萨普是强化版德古拉，然后库里和杜兰特只是年轻了一点的自己。这阵容一拿出来，东部全明星绝对没得打。事实也果然不出你所料，不到3分钟的功夫，西部全明星就把东部全明星打花了。库里和杜兰特的超强投射，科比的无解单打，安东尼的顶级3威胁，再加上一个能处理球的米尔萨普，东部全明星根本毫无招架之力。西部哪个人的进攻不是必须包夹才能限制住？就5个人，你上哪去全给他们上包夹去？最后，西部全明星毫无悬念的以160比148大胜东部全明星队。而今年的全明星 MVP 给到的是斯蒂芬库里，他打了整整32分钟，全场出手19次，命中了12球，没有一个2分球，全是3分球。最终，库里拿下了全场最高的36分，捧起了全明星赛 MVP 奖杯。但是，打了32分钟的库里并不是全场最累的人，最累的人正坐在包间里擦着汗。全明星赛结束后，快船也进入了全面备战季后赛的状态中，你不再有所保留，而是让快船队火力全开，全力争夺季后赛主场优势。大姚和库里的上场时间也全都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毕竟常规赛只有不到1/3的赛程了，这个时候再不抓紧时间练兵，怕是就来不及了。原本残阵的快船战绩一直在西部第4到第6之间徘徊，但是全明星赛过后，快船队阵容齐整，直接开始奋起直追。在常规赛收官前，快船队成功杀到了西部第2的位置，58胜24负，仅次于本赛季西部唯一一支60加胜场的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排在西部第3的是洛杉矶湖人队，今年常规赛他们的表现大不如去年，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今年是在达成3连冠的湖人仍然是一支谁也惹不起的王者之师。排在西部第4的是达拉斯小牛队，今年
年的他们并没有被看作是有争冠可能的队伍，所以除了你，估计也没有人会把小牛队当作夺冠路上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排在西部第5的是俄克拉荷马雷霆队，今年他们是西部进步最大的一支球队。雷霆3少仅仅用了1个赛季，就将胜场数提升到了55场。西部第6到第8依次是丹佛掘金、波特兰开拓者以及孟菲斯灰熊，西部第8竟然又是灰熊，你不禁有些期待起来。原本这一年的常规赛结束后，马刺是被看作最有希望终结湖人3连冠的队伍，可是在季后赛首轮，马刺面对西部第8的孟菲斯灰熊，竟然直接被4比2淘汰出局。这是 NBA 历史上第4次黑八，同样也是拿到过4次 NBA 总冠军的波波维奇一生的污点。东部战绩和前世相差不大，排在第1的是芝加哥公牛队，胜场达到了62场，联盟第1。本赛季公牛队在铁帅希伯杜的执教下，成了全联盟防守效率最高的球队，同时在进攻端还有德里克罗斯负责组织串联起全队的进攻。唯一的问题就是原本在这支队伍中的2名球员泰吉布森和科沃尔2人都被你搞走了。不过同时公牛队也收获了维恩哈灵顿和托尼巴迪，总之影响不是很大。排在第2的是迈阿密热火，尽管赛季初战绩不佳，但是后半程热火队奋起直追，还是冲到了东部第2的位置。排名东部第3的是老牌劲旅波士顿凯尔特人，他们在今年引进了大鲨鱼奥尼尔，目的就是为了能在总决赛中对抗湖人。可现在东部这情况，首先得能解决掉热火队这个大麻烦，才能考虑总决赛的事情。东部第4是由联盟第1中锋德怀特·霍华德领军的奥兰多魔术队，东部第5是乔约翰逊和埃尔霍福德这一内一外搭档的亚特兰大老鹰队，东部第6是纽约尼克斯队。在全明星赛结束后，尼克斯和掘金完成了一笔惊天大交易，尼克斯用4名主力球员加上4个未来选秀权，换来了安东尼和比卢普斯，而原本就拥有斯塔德迈尔的尼克斯也组成了属于他们的3巨头。最终在安东尼、斯塔德迈尔和比卢普斯的带领下，尼克斯成功杀进了今年的季后赛。东部第7和第8分别是费城76人和印第安纳步行者，2支弱旅没啥好说的。4月17日，快船队终于迎来了他们今年季后赛的第1个对手——波特兰开拓者队。本赛季，开拓者队的当家球星布兰登·罗伊做了双膝手术，2块半月板都被摘除了。尽管赛季中期罗伊回到了赛场上，还在对阵掘金的比赛中投进了1记绝平3分，但是你知道，这已经是罗伊最后的荣光了。原本在11至12赛季开赛前，罗伊就会宣布退役，但是很快罗伊又宣布复出。被开拓者特赦后，他加入了明尼苏达森林狼。加入森林狼后，罗伊仅仅打了5场比赛就再次进行了手术，随后被森林狼裁掉。随后，罗伊再次宣布退役，一代天才就此陨落。面对这样一支开拓者队，快船毫无悬念的4比0将他们横扫出局。首轮西部其他球队的对阵结果基本上也在你的意料之中。达拉斯小牛4比1淘汰了俄克拉荷马雷霆，洛杉矶湖人4比0横扫了丹佛掘金，而圣安东尼奥马刺再次以2比4输给了西部第8的孟菲斯灰熊。啥也不说了，波波维奇命中注定要遭此一劫啊！东部首轮的结果基本上也都和前世相差无几。芝加哥公牛4比2淘汰了印第安纳步行者，迈阿密热火4比1淘汰了费城76人，波士顿凯尔特人4比0横扫了纽约尼克斯，都是3巨头，但是尼克斯的3巨头和波士顿3巨头比起来还是太过稚嫩了，被横扫出局也属情理之中。奥兰多魔术2比4输给了亚特兰大老鹰，是东部唯一一支被下课上的球队。首轮比赛过后，快船队即将迎来他们季后赛第1个真正有威胁的对手——洛杉矶湖人队。湖人队今年总体阵容和去年差别不大，和湖人比起来，快船这边可以说是年富力强了。比赛开始后，大姚跳到了球，快船队开始进攻。禅师对于如何防守快船队可是做了不少功课的，他果断没有让拜纳姆去防守大姚，而是让加索尔去换位防守大姚。说实话，防大姚这事，别说是现在还没成长起来的拜纳姆了，就是拜纳姆的完全体霍华德来了，大姚也是吃饭喝水打魔兽。换加索尔来对位大姚的话，结果就不一样了。08年奥运会国家队对西班牙的比赛中，大姚全场只得了11分，而且在第4节时，大姚午饭离场，只能坐在场下看着队友拼命。事后就有人拿这个当证据来说大姚比不上加索尔。其实整场比赛看下来，要是没有大姚的话，国家队早就让西班牙打得找不着北了。你现在问大姚服不服加索尔，那指定是不服的。今天在季后赛里相遇，那就现实碰一碰吧。大姚来到禁区附近，直接坐住了加索尔，然后伸手向哈登要球，哈登一个基地把球塞到了大姚的手里。大姚拿到球后，拿后背顶了一下加索尔，加索尔吃到力，赶紧往前顶了一步，生怕大姚被打到禁区内部。大姚接收到这个信号后，直接一个背转身下球，整个身子贴着加索尔挤进了禁区中，接着起跳双手暴扣得手，减重果然有效啊！大姚小声嘀咕了一句，往自家半场回防去了。加索尔有些无奈，这大姚虽然变瘦了，但是速度却快了许多。轮到湖人队进攻，科比借了加索尔一个掩护，在罚球线附近急停跳投，球进，还了快船队1记2分。再次轮到快船队进攻，大姚帮助弧顶持球的哈登做了一次掩护，接着撤到3分线外。哈登冲进去后，面对补过来的加索尔，一记回甩，把球传给了3分线的大姚。大姚接到球，面对补过来的科比，直接起手投出1记3分，球进，大姚连得5分。科比很无奈，他刚才已经全力起跳。再次轮到湖人队进攻，费舍尔把球交给了罚球线位置的加索尔，接着开始跑位。加索尔假装要把球回给跑出3分线外的费舍尔，结果却突然转身跳投。大姚和加索尔不管是在联赛中还是在国际赛场上，都交手过了好多次。他这一手策应，大姚早就烂熟于心，甚至于加索尔会借着策应的幌子突然转身跳投，这也在大姚预测的几种可能性之中。大姚直接伸出手进行干扰，加索尔的投篮显然受到了影响，篮球弹框而出，米尔萨普收下篮板，哈登接过米尔萨普的传球，来到进攻端，大姚主动拉到3分线外，帮助库里进行了一次无球掩护，费舍尔直接被大姚完全挡住了，根本追不上库里。库里接到
到哈登的传球，直接出手，再次为快船队命中1记3分。湖人队再次进攻，这次很意外的没有让科比吃球攻，而是把球让费舍尔自己的处理。费舍尔直接找到一个弱侧单打库里的机会，在他看来，自己和库里哪都是差距，只有这身体强壮程度，库里可比不上自己。他直接背过身去，开始单打库里。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顶不动库里。在今年夏天库里做完脚踝手术后，你就让库里开始增重。除此之外，还要训练他的核心力量和上肢力量。提升核心力量可以让库里提升出手时的抗干扰能力，同时也可以大大提升防守的稳定性，减少球员受伤的几率。而锻炼上肢力量是可以让库里提升跳投时的稳定性，动作更不容易变形。增重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为了提升防守必须要做的事情。总之，现在这个库里实力可要比原本时间线中同时期的库里强多了。费舍尔单打没能打动库里，果断把球传向了弧顶处的科比。哈登早就有意识去拦截，毕竟他可是最清楚好兄弟库里情况的人。费舍尔刚把球传出去，他就来到了传球路线上进行拦截，科比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就看到哈登把球给断了下来。拿到球的哈登就地进行了反击，直接运着球杀向湖人队的半场。科比赶紧回身追了上去，死死地卡在哈登的身侧，不让他有轻易上篮的机会。哈登到了3秒区内，直接起了3步。科比以为他要强行上篮，赶紧起跳进行封堵。跳在半空中的哈登突然把球一收，接着十分随意地往背后一甩 no look pass， 跟上来的库里在罚球线位置接到了球，运了一下后直接在河里冲撞去前起跳。科比此时刚刚跳起落下，而背后的费舍尔还离着库里老远，现在根本没有人能阻止库里。洛杉矶飞人斯蒂芬库里即将完成他本赛季的首次个人扣篮表演。只见库里双手抓球高高跳起，随后用右手单手将篮球狠狠地砸向了篮筐，哐啷啷，篮球在篮筐中来回弹了好几下，最终落入篮网之中，一记十分精彩的免扣。快船队的替补席顿时笑作一团，小乔丹站直了，双手抱成了一个环代表篮筐，艾弗森抱着伊巴卡的头，单手送进了小乔丹的篮筐中，伊巴卡的头在小乔丹胳膊中间撞了好几个来回，然后扑通一声坐到地上。艾弗森随后做了一个文斯卡特杀死比赛的动作。看到这些，场上的库里也是一脸憋笑。刚刚开场1分半钟，快船就打了湖人一个10比2的进攻小高潮，禅师叫了个暂停，把奥多姆换了上去，换下了阿里扎。快船的内线太不好对付，奥多姆上场可以帮助湖人内线的加索尔进行协防，同时奥多姆还可以在外线漏人的时候进行补防。这个时候奥多姆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一个能尽最大程度弥补湖人防守漏洞的球员。在进攻端，奥多姆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神经刀球员，只要注意力集中，他的进攻威胁还是很大的。可惜你早就掌握了打湖人的诀窍了，吃饭睡觉轮流单打费舍尔，这已经成了洛杉矶德比的必备节目。你奥多姆补防意识不是强吗？我不给你补防的机会，我单打。可怜的老于，哈登打完库里打，库里打完艾弗森打，艾弗森打完吉诺比利打，甚至吉诺比利打完林书豪都能打了。5枚总冠军戒指在手的控球后卫，面对快船这样一支青年军，感受到了来自世界深深的恶意。本场比赛的过程不再过多赘述，湖人队整场比赛就是刚刚这一段的缩影。科比受困于伤病，状态十分低迷，拜纳姆还没有成长到下个赛季全明星级别的水平，加索尔季后赛状态不佳，被完全体的大姚彻底打崩了。费舍尔继续充当经验宝宝的角色，被快船的后卫群轮番军训。快船队和湖人队的首场比赛以快船105比84的大比分优势战胜湖人队告终。此役科比拖着受伤的膝盖，全场29投14中，砍下全场最高的35分，而加索尔的得分效率非常低，全场14次出手仅命中5球，还被大姚正面扇了3记大火锅。反观快船队这边，表现最出色的球员自然是大姚了，他全场15投10中，砍下快船队内最高的26分，同时还摘下了13个篮板，送出6次助攻以及5次盖帽，是快船队10首位在季后赛打出25+10+5+5的球员。后卫线上的库里哈登双子星表现同样亮眼，库里全场投中了6记3分球，还奉献了一次精彩的扣篮，最终给出了22分4篮板5助攻的完美答卷。哈登虽然只得到16分，但是却送出了全场最高的10次助攻，同时作为快船反击推动发起点，他还拿到了8个篮板。米尔萨普则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全场5投5中，拿到了12分10个篮板，送出了5次助攻。由于队友的火力输出太足了，米尔萨普除非有100%把握，否则根本不会出手。可以说米尔萨普是快船阵容中最无私的一名球员了。除此之外，艾弗森也出场15分钟，拿到了9分，摘下2个篮板，送出2次助攻。对于一名即将年满36岁的老将来说，这个效率已经算是十分高效了。阿泰斯特由于进攻状态下滑，几乎把脏活累活都干了，数据根本体现不出他对快船队的作用来。泡椒今天表现一般，全场只得到8分，摘到4个篮板。吉诺比利作为快船队的第6人，也有10分进账。第2场比赛，湖人再次输给了快船，这场比赛输的比第1场还要彻底。第1场科比能轰下35分，而这一场却没能延续上一场的火热手感，全场科比仅20投9中，得到23分。湖人其他球员的表现和第1场几乎无异，拜纳姆加加索尔的内线组合被大姚、米尔萨普和伊巴卡轮番蹂躏，大姚再次砍下了23分15个篮板的大号2双，现在的大姚就是最强的大姚。值得一提的是，哈登在这一场比赛中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12次助攻的3双。库里手感一般，全场只投中4粒3分球，得到了20分。两队第2场的比分是快船95比81湖人，快船再一次把湖人的得分限制在了85分以下，这直接让媒体和评论员都看懵了。快船队在季后赛中的整体防守表现竟然比常规赛时强出了不止一个档次，但是像快船队这种常规赛防守效率联盟第10，到了季后赛直接跃升到联盟第1水平的，那还真是从没见过。大姚也好，库里也好，这俩人几乎从来没进过联盟最佳防守者的讨论之中，但就是随着这两人在季后赛的强势表现，快船队的防守效率竟然得到质的提升。
快船和湖人的第3场比赛来到了湖人的主场，虽然两队的主场都在斯台普斯中心，但是两队主场设置还是不一样的。在紫金配色的主场氛围加成下，湖人的战斗力可是要提升一个档次的。赛前的采访环节中，禅师也是破天荒的主动表示，今天湖人一定会赢得比赛的胜利。事实证明，禅师嘴硬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今年的湖人根本不是单纯的战术问题，整支队伍上上下下全都是问题。哪怕禅师把湖人队的进攻战术进行了调整，仍旧不能阻挡球队的失利，无非就是从原本得不到85分的失败，换成了得到90多分的失败罢了。第3、第4战，快船分别以98比92、101比90的比分战胜了湖人队，直接4比0将卫冕冠军湖人队横扫出局。这个结果没有出乎任何人的意料。第3场比赛打到第3节的时候，在科比一次突破后的反手上篮之后，肯尼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的这支湖人队已经不是之前的那支湖人队了，我都无需多说些什么，你们只要知道这是科比本轮系列赛第一次突破得分就可以了。和他一起解说的巴克利以及安德森等人也是恍然大悟，科比此前的得分几乎都是外线得分，最靠近篮筐的得分也不过禁区附近的翻身跳投，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得分能力。当家球星是这种状态，球队的状态自然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除此之外，湖人还有一件场外的麻烦事，就在不久前，美利坚一家八卦媒体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来，那个上演死亡摘帽的香农布朗竟把死亡绿帽狠狠扣到了加索尔的头上。尽管加索尔并没有承认，但是在和快船的系列赛结束后，他马上就宣布了和女友西尔维亚分手。无论是真是假，加索尔的状态毫无疑问的受到了感情因素的影响。大当家是身体因素，二当家是感情因素，这样的一支湖人队，你怎么还能指望他能战胜快船这支超级新军呢？连续2轮系列赛，快船队都是干净利落的将对手横扫出局，关于快船队夺冠的呼声忽然就高了起来。这才是你接手快船的第2个赛季就已经率领快船队打出了现象级的表现。不出意外的，今年的年度最佳主教练将再次由你拿下。在快船队等待西部决赛的同时，今年的各种奖项也相继揭晓。在快船等待西部决赛的同时，今年的各种奖项相继揭晓。首先是开胃小菜，年度最佳新秀阵容：德马库斯·考辛斯、布雷克·格里芬、保罗·乔治、兰德里·菲尔兹、约翰·沃尔。保罗·乔治成功入选最佳新秀第1阵容。让人意外的是，林书豪竟然以落选秀的身份入选了最佳新秀2阵。本赛季林书豪场均可以贡献 8.3 分、2.6篮板、4.3助攻、1.3抢断、0.2封盖。关于林书豪的评价比较简短，这是属于落选秀的荣誉，也是属于黄种人的荣誉。年度最佳新秀的归属，最终是到了布雷克·格里芬头上。没办法，他的20+10数据实在是太强了。快船阵容中能够有2名球员入选最佳新秀阵容，你还是很欣慰的。今年的最佳第6人是湖人的拉马尔·奥多姆，结果和前世一样，没什么好意外的。很快，最佳防守球员的结果也出来了，获奖的是洛杉矶快船队的保罗·米尔萨普。米尔萨普是快船防守端的绝对核心，本来霍华德极有可能完成 DPOY 的3连，结果却突然杀出来一个米尔萨普来，这让他很是郁闷。但是评委也有理由啊，在库里和大姚还没回归之前，米尔萨普不在场的时候，快船队的防守效率排在联盟20位左右，而他在场的时候，快船队的防守效率就跃升到了联盟前10。在库里、大姚回归后，没有米尔萨普的快船防守效率只在联盟第8左右，而有了米尔萨普则是直接跃升至榜首。可见米尔萨普是对快船队整体的防守能力有着巨大加成的。他拿这个 DPOY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DPOY 选出后，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最佳阵容和 MVP 的揭晓环节了。首先揭晓的是 NBA 2010至2011赛季最佳阵容的名单：霍华德、詹姆斯、杜兰特、科比和罗斯。罗斯顶掉了韦德，入选了第1阵容。毕竟罗斯今年带领公牛拿到了联盟第162胜的战绩，而韦德和詹姆斯、波什组成3巨头之后，战绩竟然还不如公牛，所以罗斯入选最佳阵容第1阵容没有任何意义。第2阵容：斯塔德迈尔、诺维茨基、保罗加索尔、德维恩韦德和克里斯保罗。第3阵容，这个阵容就很有意思了，大姚、兰多夫、米尔萨普、哈登以及库里。除了兰多夫以外，4名球员全都来自洛杉矶快船队。兰多夫不用多说，今年他和小加索尔的内线组合几乎打爆了联盟所有球队的内线。米尔萨普今年因为队内角色原因，数据有所下滑，但依然被选入3阵。哈登本赛季强势崛起，尤其是在大姚和库里没有回归之前，他和米尔萨普一起扛起了快船队。本赛季哈登场均可以拿到 22.6 分、6.8个篮板和 8.3次助攻，进入第3阵容理所应当。至于大姚和库里，虽然出场数只有50场，但是从赛季的后半程开始，两人的表现绝对是联盟顶级。大姚在全明星赛结束后，场均可以砍下 25.8 分、12.2个篮板、5.4次助攻，同时每场还能送出 1.8个盖帽。库里在全明星赛结束后，场均可以得到 27.7 分，拿到 5.3篮板，送出 7.3个助攻，每场还能完成 1.2次抢断。要是能整个赛季都有这种表现的话，他们两人甚至可以直接入选最佳阵容1阵。原本这个赛季的最佳阵容应该是有威少的，可是由于队内多了格里芬，威少不得不做出了牺牲。虽然他俩都没能进入最佳阵容，但是在美媒评选的最应该进入最佳阵容而没能进入的人员名单中，他们两人也是排在了榜单的前2名。最后是今年的 MVP， 最终还是被德里克·罗斯收入囊中。罗斯本赛季场均25分、4.1篮板、7.7助攻，数据上看好像有些平平无奇，但关键的是他今年常规赛带领公牛打出了2000年以后的最佳战绩，带队成绩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强行从联盟中一众强人中把 MVP 奖杯给抢到手。一切荣誉都公布完毕后，对于快船队来说，本赛季只有一项荣誉可以争夺了，那就是总冠军奖杯。至于 FMVP 这项荣誉没那么重要，毕竟只是赛后媒体团评出来的奖项，说是个彩蛋奖励也不过分。但是现在这个时期还好，毕竟每年的 FMVP 基本上都是实至名归的。15年那种纯纯的黑幕，简直就是个笑话。按照15年的标准，那16年的 FMVP 应该是德拉维多瓦。哦不对，但凡压
鸭蛋笑话还当个人，即使媒体不当人，那16年 FMVP 应该还是伊戈达拉的。能够和16年总决赛媲美的比赛，估计也就只有02年世界杯的韩国比赛了吧。当然，真要细说起来，那年西部冠军也不应该是勇士，而应该是俄克拉荷马雷霆。西决那黑哨吹的也是肉眼可见的明显。鸭蛋笑话这个垃圾，为了西决多打几场，硬生生的把勇士给吹进了总决赛，而在总决赛中又硬生生的把勇士给吹死了。同样的情况，还有18年的西决，原本应该进入总决赛的是火箭，却硬生生的吹给了勇士。他似乎在向全世界的 NBA 的球迷昭告这样一件事：我想让谁赢，谁就可以赢。现在的 NBA 已经不是斯特恩的时代了，而是属于我笑话的时代。5月17日，2010至2011赛季西部决赛正式打响第一战，洛杉矶快船队在斯台普斯中心迎来了他们的西决对手达拉斯小牛队。小牛今年在诺维茨基的带领下，先是首轮4-1淘汰了雷霆，随后又在次轮中4-2淘汰了灰熊，昂首挺进西部决赛。今年的小牛非常强，同样今年的诺维茨基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无解的一年，除了德克以外，还有泰森钱德勒支撑起了小牛队的防线，骇客肖恩马里昂也是小牛队中最可靠的侧翼得分手。同时，队内的后场组合杰森特里和杰森基德表现也十分出色，特里主要负责进攻，而基德的防守和组织也为小牛队提供了后场保障。替补席上，巴里亚和史蒂文森等人也是同样表现出色。最关键的是，这些人都有些足够多的季后赛经验。季后赛和常规赛完全是两种比赛，哪怕你常规赛打出了 MVP 级别的水平，到了季后赛一样会被打得找不着北。没错，我说的就是首轮被小牛队4-1打得找不着北的雷霆队中那个有点小帅的男人。和雷霆一比，快船这边球员的季后赛经验简直不要太丰富。虽然库里和哈登等人只打了2年，但是看看其他人吧，大姚、阿泰斯特、艾弗森、尼尔萨普、吉诺比利，哪个不是季后赛经验丰富？最关键的是，吉诺比利可是曾经3次捧起 NBA 总冠军奖杯。在马刺队的时候，吉诺比利在季后赛甚至是总决赛，经常会有关键时刻的精彩表现。对于今年这支完全体的快船，你十分有信心可以捧起总冠军奖杯。比赛之前，首先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中锋大姚 vs 泰森钱德勒，大前锋米尔萨普 vs 诺维茨基，小前锋阿泰斯特 vs 肖恩马里昂，得分后卫哈登 vs 德肖恩史蒂文森，控球后卫艾弗森 vs 杰森基德。这是你向艾弗森承诺过的，每轮系列赛的第一场比赛都会给艾弗森打首发。你布置的战术是大姚和米尔萨普防守端换防，进攻端则是正常对位。不得不说，这一招十分奏效。第一节一开始，诺维茨基就尝试着单打大姚，结果他最引以为傲的金鸡独立竟然被大姚干扰到了，全联盟唯一一个能干扰到他金鸡独立的防守人。大姚毕竟有着2.26米的身高，在减重后身体的灵活度也大大提高，而诺维茨基的金鸡独立靠的就是身高臂长灵活性强，结果这几点上，大姚丝毫不虚诺维茨基，能防住他的金鸡独立完全可以理解。在快船的进攻端，大姚在禁区附近做出了单打拳王，简直不要太轻松。钱德勒的优势是护框和协防，但是大姚这种坐下来单打你的，钱德勒根本一点脾气没有。用奥尼尔的话说，你敢相信一个身高2.26米的大个子在你面前后仰跳投吗？小前锋位置上，阿泰斯特和马里昂两人基本上就是对子。后卫线上，进攻端艾弗森要比基德强，而防守端基德又要比艾弗森强，但是基德比艾弗森还要多了组织的属性。不过这个组织属性被哈登给补上了，而和哈登对位的史蒂文森基本上就是被哈登给完爆。第一节比赛，大姚和哈登表现出色。诺维茨基虽然进攻遇到了本赛季最大的阻碍，但是司机毕竟还是司机，调整好状态后，他单节6投4中，高效砍下8分。第二节比赛，你开始出招了，让艾弗森打首发其实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可以让库里替补出场。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处，但实际上以库里的火力输出去打替补，对小牛队的替补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好在小牛队能上场的就那不到10个人，第二节也不敢也没法全上替补。快船队兵强马壮的就没这些顾虑，第二节直接5上5下进行了一次人员大轮换，换上场的是小乔丹、伊巴卡、泡椒、吉诺比利、库里，这阵容把你自己都吓了一跳。原来快船队的阵容深度这么厚啊，替补球员都是全明星阵容。这套阵容第二节直接把小牛队给打懵了，尤其是这后场吉利里组合，不管放哪个队去，两人都可以打绝对首发了。特里和巴里亚直接被投的找不着北，尤其是巴里亚防守极具个人特色，你别看他只有183公分，但你如果让他防守粗壮型的球员，哪怕你比他高个23公分，他都能给你顶住。但是如果面对库里这种射程变态、灵活性超强的后卫，他是一点都防不住。哪怕是小牛队赶紧把巴里亚换下，换回了老将基德，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库里的起手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只需要借个掩护，基德就完全无法干扰到库里的投篮了。内线的小乔丹和伊巴卡俩人虽然进攻能力没有德克那么强，但是防守却非常出色，尤其是伊巴卡，现在就已经看出他有拿 DPOY 的趋势了。小前锋位置上，泡椒直接把替补上场的斯托贾科维奇打爆，佩贾这人命也是真的好。10至11赛季是他的 NBA 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这个赛季他依然可以拿到1500万的顶薪。在被买断后，他加入了达拉斯小牛，季后赛也好，总决赛也罢，他对小牛队贡献几乎为零。可就是这样，他依然在职业生涯最后一个赛季随队赢得了总冠军。只可惜这一世他的命就不太好了，因为他遇上了你率领的快船队。更惨的是，他这个全明星前锋在今天被一个新秀球员给打爆了，不能说是脸上无光，只能说是颜面尽失。
失。上半场比赛结束，快船队以53比42领先了小牛队11分。下半场一开始，诺维茨基发威了，面对姚明的防守，他接连命中3记中投，迅速迫近了两队的比分。而快船队这边却手感冰凉，好几次3分线外出手都是偏框而出。你索性派上了艾弗森和吉诺比利搭档后场，在大姚的策应下，让他们两人轮番冲击篮筐，去内线造杀伤。不得不说，这个战术的效果非常好。原本大姚就能调动钱德勒的位置，让他无法更好的进行协防，而且快船同时拥有2名历史级别的突破手，小牛的防守根本拦不住他们。哪怕艾弗森已经上了年纪，他依然可以打出5分钟巅峰水平的篮球。不到半节的功夫，钱德勒就领到了本场比赛的第4次犯规，下场休息去了。如此一来，小牛队的内线防守顿时开了一个大口子。替换上场的布兰登海伍德根本无法阻挡大姚，大姚这一节比赛狂砍12分，和诺维茨基两人主宰了对方球队防守端。第3节结束，快船队以80比66领先了小牛队14分。接下来就是第4节的决胜时刻了。小牛队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卡莱尔直接派上了一个进攻最强的阵容：诺维茨基、马里昂、特里、巴里亚和基德。诺维茨基打中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以说是常规操作。马里昂顶大前锋位置，以他的能力完全没有问题。巴里亚和基德也都足够强壮，都可以去顶防快船的小前锋。你看到小牛的阵容后，果断也选择了变阵，换上了米尔萨普、泡椒、吉诺比利、哈登和库里。对付进攻最好的办法就是进攻。半节过后，小牛不仅没能追上比分，反而分差还被拉开到了20分。很明显，卡莱尔的这个战术失败了。换作是打其他球队，这套阵容很有可能会效果拔群，但是很可惜，他们面对的是洛杉矶快船，一个在打跑轰方面效率联盟第1的球队。之后，比赛进入了垃圾时间，最终西部决赛首战，洛杉矶快船以104比91战胜了达拉斯小牛，取得了西部决赛的开门红。本场比赛，小牛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毋庸置疑是诺维茨基，他全场19投9中，拿下26分，同时还有8个篮板入账。快船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是只打了3节比赛的大姚，第4节都没机会上场的他，全场15投8中，其中包括2记3分球，最终拿到24分，并且摘下了10个篮板，还为队友送出了4次助攻。库里和吉诺比利分别得到了22分、20分，这3人也是快船队得分最高的3人。此外，哈登、泡椒和米尔萨普也都得分上双。第2场比赛，快船再次以98比91战胜小牛队，此役诺维茨基砍下了24分，马里昂也得到了20分，但是依旧没能抵挡住士气如虹的快船队。主要是库里手感太烫了，他砍下了2队最高的30分，尤其是在关键的第4节比赛，他连续命中2记3分，为快船队锁定胜局。5月21日，快船和小牛迎来了西决第3场比赛，快船队做客达拉斯，挑战坐镇主场的小牛队。尽管小牛队连输2场，但这一天的美航中心依旧座无虚席。小牛毕竟有库班这个热爱篮球又舍得花钱的老板在，达拉斯的篮球氛围可以算是联盟顶尖的。你很清楚，小牛在美航中心绝对是有战斗力加成的。前是2011年 NBA 总决赛，小牛在先输给热火2场后，回到美航中心立马开始了反击，直接连扳4场，拿到了今年的总冠军。有前车之鉴在呢，你可不想和前世的热火一样。果不其然，今天的小牛整体状态火热，不过不是进攻状态，而是防守状态。快船队经历了今年进入季后赛以来最艰难的一场战役，最终靠着诺维茨基在中场前3.6秒投中的1记准绝杀，小牛队顽强扳回一局。而靠着这记准绝杀，诺维茨基今天的个人得分也来到了36分，是西决前3场比赛中2队球员中最精彩的个人秀表现。最终，洛杉矶快船以88比90憾负于达拉斯小牛，这也是快船队本赛季第1次全场得分没有超过90分的比赛。很多人都只记得这一年的诺维茨基非常无解，但是对于这支小牛的防守有多强悍印象却不深。有了主场哨的钱德勒，在禁区中宛如神明一般，所有想来进犯小牛队篮筐的快船队员都被钱德勒拒敌于门外，一点也不给他们成功冲击篮筐的可能。除此之外，诺维茨基今天的防守也做得十分到位，尤其是在对位大姚的时候，大姚也是第1次感受到了翻身跳投还能被干扰到的恐怖。锋线上的马里昂，后卫线上的基德和巴里亚，今天的防守绝对打出了进入季后赛以来的最高水平。大姚此役发挥一般，只得到18分9个篮板。库里今天表现不错，拿到了队内最高的23分。吉诺比利是一如既往的稳定，拿到了18分4个篮板4次助攻。其他人的表现就真的一般了，尤其是哈登，本场比赛他彻底被基德给防住，全场只得到8分。第4场比赛几乎是第3场比赛的翻版，诺维茨基继续手感火热，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8分。钱德勒表现同样勇猛，拿下了15分16个篮板的大号2双。马里昂表现也十分出色，砍下了16分的同时还拿到了4个篮板。与此同时，特里和史蒂文森今天表现也非常出色，两人也都得分上双。只有基德今天状态不佳，全场1分未得，只拿到3个篮板，送出3次助攻。基布攻的名号基本坐实了，不过好在他还拿到了3次抢断，也勉强算是个机能防。快船队这边，尽管大姚库里和吉诺比利再次同时砍下20加，但依旧难掩球队失利。小牛全队的精神属性加成是真的恐怖如斯。5月25日，两队迎来了天王山之战，这场比赛有多关键？但凡看过 NBA 比赛的人应该都知道，赢下天王山的队伍，系列赛获胜的概率超过8成。由于现在的季后赛赛制是2211赛制，所以这场比赛是回到了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进行的。你本来还是挺有信心的，但是真和小牛队打完了4场比赛后，你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年轻了。NBA 不是玩纸面游戏的，不是谁拿到的球星卡多，谁就一定能赢。2011年的小牛队夺冠，被称作是最有含金量的一次总冠军。现在你终于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妈的，再这么下去，我和我的快船队就要成了试金石了。现在快船队已经没有退路，必须要背水一战了。原来的战术已经被卡莱尔和小牛队研究透了，想要赢下小
小牛队的话，这场比赛快船队必须做出重大改变。天王山之战以破天荒的排出了一大四小的阵容，中锋位置上是大姚，其他4人则是保罗·乔治、吉诺比利、库里以及利文斯顿。唐龙这家伙真的疯了 ！TNT 演播室里的巴克利不停地摇着头，他一定是在逗我，这阵容简直就是在自杀。或许是他已经输得失去理智了。安德森也附和道：“这套阵容是打算放弃防守了吗？”我倒是觉得下掉米尔萨普，换上利文斯顿可能会是一招妙棋。肯尼持有不同意见。米尔萨普本轮系列赛防守做得不错，但是在进攻端表现得一般。换上利文斯顿恐怕是为了在进攻端上寻求一些突破吧。拭目以待吧。巴克利也点了点头。比赛一开始，大姚就抢到了球权，接着来到前场要位，利文斯顿持球到前场，把球塞到大姚手里，先让大姚试试手感，只要大姚能打开了，今天这场比赛就赢了一半了。大姚拿到球，顶了钱德勒2下，接着一个跳步来到了罚球线附近，一记中投命中，快船队先拔头筹拿下2分。回过头来小牛进攻，看到防守钱德勒的是泡椒，基德果断把球调给了钱德勒，钱德勒背身单打泡椒，结果竟然没能顶动他。伊巴卡在场下看着泡椒，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肩膀。这个赛季他做的最多的1对1训练，就是和泡椒一起。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要训练泡椒能在防守端能顶4号位甚至是5号位的球员。钱德勒眼见进攻无过，只好把球交还给基德，基德无奈只好把球交给诺维茨基，让他去打大姚。今天的诺维茨基依旧手感火热，他在大姚面前做了个假动作，然后运球突破接了一个急停跳投，直接把大姚的重心晃飞，完成了投篮。球应声入网，司机还了快船队2分。快船再次来到进攻端，球直接交到了侧翼的利文斯顿手里，利文斯顿直接顶住了防守他的巴里亚，开始背身单打，两人差了将近20公分，但是巴里亚的力量比利文斯顿要强不少。不过利文斯顿根本不打算和巴里亚硬碰硬，对了2下后，利文斯顿直接一个背转身为自己创造出投篮空间来，紧接着2条矫健的小腿直接腾空而起，双手把球高高举过头顶。巴里亚刚刚被利文斯顿的背打给撞开了位置，刚把重心找回来，就赶紧拼了老命跳起来进行封堵，但是他毕竟只有1.83米，最终也就只能封到利文斯顿下巴的位置，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利文斯顿延射了自己，篮球直接空心入网，快船队再得2分。利文斯顿这次跳投完全可以用美如画来形容。轮到小牛队进攻，诺维茨基的中投被大姚干扰到，没能命中，泡椒保护下后场篮板后，再次把球交到了利文斯顿的手里，利文斯顿不慌不忙地持球运到前场，把球往库里手里一交，接着又拉着巴里亚来到了禁区外头，开始要位，还来，巴里亚不免有些生气，这是把我当成软柿子捏了。利文斯顿如法炮制，再次一个翻身跳投出手，这次的巴里亚就没那么客气了，他直接往前扑了出去，在利文斯顿出手的一瞬间，巴里亚的手也打到了利文斯顿的手肘位置，利文斯顿出手动作已经完成了，尽管手肘被打到，球仍然进入了篮网之中，裁判哨响，2分有效，同时示意巴里亚打手犯规，很好，你满意的点了点头。前些日子自己真是糊涂了，看现代篮球看的，差点忘记了 NBA 还有被打这项传统技术了。后世那所谓的现代篮球，别说后卫球员了，就是内线球员都已经很少被打了，辛辛苦苦凿进去也就得个2分，外线投篮多轻松，进了那可是3分。当然被打变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正面冲击篮筐的比例更多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改变，那就不得不提到2014年的希伯特法则了。希伯特有个外号，相信有不少人都知道，黑大姚。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外号，高圆圆。这2个外号代表了希伯特一前一后2个时期的状态。2段时期中间的节点是2014年3月31日，这一天 NBA 联盟颁布了垂直起跳规则，要求内线防守球员跳起封盖时只能直上直下，不允许有空中转身，同时手臂必须伸直。之所以会有这个规则，那还要从4天前的一场比赛说起。印第安纳步行者主场迎战迈阿密热火，这场比赛正值生涯巅峰的希伯特发挥的十分出色，原因很简单，对面的热火没有高大型中锋能遏制住他的发挥，波士完全顶不了希伯特，直接被打爆了。而且当时希伯特的护框能力是联盟顶级，特别克制以突破见长的球队。尽管这场比赛常务副 GOAT 依旧发挥出色，但是不得不说，希伯特的篮下防守让他感到非常的难受。可能是看到 GOAT 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希伯特心中有怨气了。希伯特在第4节的一次防守中，用鼻子狠狠地撞向了 GOAT 手肘，直接把自己撞回了更衣室进行治疗去了。然后联盟看到这样的危险动作后坐不住了，就出台了希伯特法则，为的就是保护 GOAT 手肘不再被高大型中锋所侵犯。这条法则一出，希伯特职业生涯轨迹也就此改变，受犯规数影响逐渐失去战术地位，0分0篮板成了家常便饭，加上长得高，也就有了高圆圆的外号。众所周知，这也不是联盟第一次保护喜欢突破的攻框手了。说起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09年。2009年，联盟修改了一项关于走步为例的规则，走1步不算走，走2步才算走。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泡椒、小卡、巴特勒和字母哥这样以突破见长的锋线球员，如果只能走1步，很容易就被拦下来，造成受伤的后果。可以走2步，那就能在防守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多走1步完成上篮，大大降低了受伤的概率。联盟为了保护泡椒、小卡、巴特勒和字母哥等人的身体健康，修改了2次比赛规则。不得不说，这一波人文关怀程度直接拉满，格局没得说。联盟可能是意识到了过去的那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比如为了限制鲨鱼，允许砍杀战术的使用，这样大大提高了内线球员的受伤概率，既限制了他们的得分能力不说，还让他们背上了更容易受伤的危险可能。而在保护泡椒、小卡、巴特勒和字母哥等人的这件事上，联盟真是不遗余力。作为联盟未来的牌面人物，一定要保护好泡椒、小卡
卡、巴特勒和字母哥的身体。什么？09年他们还没进联盟？那我记错人了，不好意思。回到比赛这头，利文斯顿站到罚球，轻松将球罚进。小牛这边的马里昂单打吉诺比利，一个打板小抛投命中。再次轮到快船队进攻，依然还是打利文斯顿这个点。这次基德主动和巴里亚换了防守人，他来防利文斯顿。利文斯顿并没有发怵，再次被打起了基德，一个精彩的左右晃肩后，利文斯顿再次跳起，投了一记半截篮，依然命中，干得漂亮，肖恩！你啪啪啪的鼓掌喊道。随后还颇为得意的看了一眼小牛队的主教练卡莱尔，卡莱尔无奈只好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小牛队的诺维茨一记中投打铁。轮到快船队进攻，还是一样的战术，只不过这次小牛队让外线的其他球员来帮助基德协防了，这样的确可以限制利文斯顿的单打。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利文斯顿的选秀模板可是魔术师约翰逊，他除了有一手娴熟的背身单打能力之外，还有非常强的助攻能力。就在巴里亚包过来的一瞬间，利文斯顿立马就把球传给了3分线外的库里，库里手起刀落拿下3分。下一个快船进攻回合，小牛换了马里昂来包夹，结果利文斯顿从一个极其夸张的位置把球直塞给了和他还隔着一个人的吉诺比利。拿到球的吉诺比利对着补防过来的钱德勒做了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晃起他的重心后，直接运球杀向了小牛队的篮筐。钱德勒连转身动作都来不及做，就被吉诺比利过了个干干净净。面对无人守护的篮筐，吉诺比利直接飞起一个暴扣，回过头来诺维茨基又还了一记3分球，稍微追了一下比分。又轮到快船队进攻，这次防守利文斯顿的人竟然换成了马里昂。利文斯顿面对马里昂还是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继续背身单打。利文斯顿连顶了2下，然后在马里昂发力前顶的一瞬间，直接一个被转身过掉了马里昂，只是一步就来到了篮下。利文斯顿双手抓起球，高高跳起，两手将球扣进了篮筐，背身单打 YYDS。现在快船队的进攻战术都是围绕着利文斯顿有点小无解的背打技术来布置的。时代在变化，球员技术也在进步，篮球技术只有通过不断打磨进步，熟能生巧之后，这才是真正的无解。这一场比赛，由于快船队打了小牛队一个措手不及，轻松拿下比赛的胜利。快船队赢下了天王山之战，拿到了本轮系列赛的赛点。利文斯顿今天全场12投9中，其中还有2个是2+1，最终全场砍下20分，另外还有3篮板5助攻入账。在利文斯顿的强大牵制力下，大姚今天打得特别好，他全场22投15中，其中3分球3投3中，最终砍下了整整36分。库里和吉诺比利依旧稳定，只不过球权都分给了利文斯顿，所以库里只得了18分，吉诺比利得了16分，数据略有下降，但表现依旧十分出色。5月27日，快船队再次做客美航中心，进行2队的第6场对决。你今天给队员下了死命令，必须全力以赴拿到比赛的胜利，你可不想拖到第7场。你很清楚，和小牛队的那帮老家伙比起来，这帮球员还都太过年轻，真要拖到了抢七，很有可能心态就会出现变化，到时候极有可能因为一点小问题导致球队兵败如山倒。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打响。5月27日，快船再次做客美航中心，进行与小牛的第6场对决。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和第5场一样，没有人员调整。火箭这边中锋大姚，前锋保罗乔治，前锋吉诺比利，得分后卫库里，控卫利文斯顿。小牛队中锋泰森钱德勒，大前锋德克诺维茨基，小前锋肖恩马里昂，得分后卫巴利亚，控卫基德。卡莱尔用这套首发连赢了快船2场，虽说第5场因为利文斯顿的横空出世输掉了比赛，但他苦思冥想了许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利文斯顿今天的状态不好了。事实证明，卡莱尔今天赌对了。第1节比赛，利文斯顿打满了1整节，不过这节他背身单打了6次，只有2次打成了，仅仅得了4分，和他上一场的出色表现比起来，落差有些大。好在今天大姚、吉诺比利和库里的手感不错，第1节双方战成了快船25比23小牛。第2节大姚、利文斯顿下场休息，小牛队马上找到了防守节奏。贾森特里本节发挥出色，单节狂砍12分。上半场结束，快船46比52落后小牛队6分。第3节，利文斯顿再次被派上场，虽然这节比赛他稍微找回了一些手感，但是小牛队却突然爆发了。不光是诺维茨基频频打中，马里昂和巴里亚也都表现神勇，甚至于基德都在这节比赛投中了2粒3分球。第3节结束，快船已经72比85落后小牛队13分了。这支小牛队强就强在，本来就已经有诺维茨这个超强的绝对核心了，然而其他球员也常常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所有人都觉得再这样下去，快船队今天应该要输了。第3节结束的短暂休息时间，你把球员都叫到了自己身边，最后一节由马努负责来组织。说完，你扫视了一圈众人，至于打什么战术，你们都看马努的手势，我不再布置。众人全都点点头，这个时候他们也绝对相信吉诺比利。顺境跑车逆境佛，绝境妖刀斩群魔。尽管这帮老美不知道咱们的这句顺口溜，但是他们知道马努吉诺比利这个名字。马努，单打还是打战术，你自己定。你拍了拍吉诺比利的肩膀，我只要一个结果，那就是胜利。你此刻多少有些无能为力了，对付正常的对手，你绝对可以应对。但是这支小牛不一样，他们队里的哪个家伙不是曾经响当当的人物？但你知道，对付这些家伙最好的办法就是动用核武器。马努吉诺比利，他就是现在这支快船队的核武器。关键时刻，战术已经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让超级球星去解决问题。第4节比赛，快船队在吉诺比利的带领下，开始了他们的绝地反击。吉诺比利有个外号叫20分钟的乔丹。第4节整节比赛也不过只有12分钟，这12分钟的时间，后来被达拉斯球迷称作是至暗12分钟，因为最后一节比赛，快船队全队得到了36分，而小牛全队只得到18分。整节比赛我们可以看到的镜头有：吉诺比利杀到篮下暴扣，吉诺比利外线强投3分命中，吉诺比利突破分球助攻队友命中，吉诺比利大帽诺维茨基，吉诺比利抢断特里基德，以及在比赛最后只剩30秒的时候，快船队仅以
以105比102领先小牛队3分，只要打进，快船就能赢下比赛。吉诺比利持球来到前场，先是将时间耗到还有12秒，随后在面对防守他的基德时，吉诺比利直接选择强行突破，在钱德勒完全没有失位的情况下，强行造了钱德勒一个打手犯规，并且还将球打进，将球稳稳罚进后，快船队108比102领先了小牛队6分。小牛队暂停回来前场发球，虽然诺维茨基第一时间就接到了球并且顺利投出，但是遗憾的偏框而出，最终快船队以4比2的大比分淘汰小牛队，进入2010至2011赛季的 NBA 总决赛的舞台。在总决赛中，他们要面对的是刚刚4比1淘汰了公牛队的迈阿密热火，只要击败了3巨头热火，快船队就将成为今年的 NBA 总冠军。2010至2011赛季 NBA 总决赛由洛杉矶快船对阵迈阿密热火，你对这次总决赛做了十足的准备。首先是内线防守问题，你带着大姚、尼尔萨普、伊巴卡和小乔丹看了好久的钱德勒比赛录像，让他们学习钱德勒的内线防守技巧，这在总决赛上对限制詹姆斯和韦德的突破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其次就是让外线球员都去练习1对1单防的技巧，这次的录像是詹姆斯的侧翼单打视频，尤其以热火对阵内线有高大中锋队伍的录像为主，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他们都熟悉詹姆斯的单打技巧，不管是突破习惯还是出手倾向，只要做到尽量限制就可以了。真放他突破进内线，那不是还有几名大中锋轮流在场上补防的吗？赛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认为热火会是今年的总冠军，热火夺冠的概率超过了70%，毕竟在他们看来，拥有3巨头的热火可是一路高歌猛进杀进总决赛的，连续3轮都是4比1的比分淘汰对手。而快船虽然前2轮是4比0横扫对手，但是在西决面对小牛这支老弱病残队的时候，却打了足足6场，并且第6场还是靠着大逆转艰难取胜的，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赢热火？你对这些言论全都嗤之以鼻，他们懂个啥？这支所谓的老弱病残队原本就是4比2战胜了热火拿下了总冠军的，只要按照小牛打热火的方式来，热火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总决赛首战，洛杉矶快船以97比88轻取坐镇主场的热火队，大姚本场比赛直接统治了攻防两端，拿到28分8个篮板，同时还送出去5记大火锅。整场比赛热火队一直被快船队压着打，毫无还手之力，只有韦德一个人在奋力抵抗，砍下全场最高的29分，其他人全都表现不佳，尤其是勒布朗詹姆斯，在你布置的针对性防守下，全场14投6中，只拿到了17分，这个结果直接惊呆了所有人。赛后 TNT 演播室，查尔斯今年还要打个赌吗？肯尼坏笑着问了巴克利一句，赌，当然赌。巴克利咧着嘴笑了，我赌今年的总冠军是快船队，哈哈哈。查尔斯你变了，安德森也哈哈大笑着说道，短短2年时间，你生生从一个快船黑变成了快船吹，那我们都来猜猜比分吧。肯尼说道，我认为快船会以4比1战胜热火拿下总冠军。不，安德森摆摆手说道，尽管今天快船队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我不认为快船会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所以你认为热火会夺冠？巴克利问道。不，我也认为快船会夺冠，毕竟他们掌握了如何限制住勒布朗的方法。安德森说道，勒布朗不是科比，他是可以被限制住的，除非把勒布朗换成了科比，否则我也认为快船会夺冠。那你的比分是？肯尼问道。4比2，或者是4比3，安德森说道。不过我更想知道查尔斯是怎么想的。康芒曼，这是你要问我，那就是4比0。巴克利直接一副飞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今年我吹定快船队了，快船一定会横扫热火队夺冠的。哇哦，大胆的想法。肯尼嘿嘿一笑，你认为就算热火同意，联盟会同意吗？或许他们不得不同意。巴克利也嘿嘿一笑说道。第2场比赛，快船再次以88比83战胜热火。这场比赛大姚再次砍下24分，外加12个篮板，宛如战神一般。库里今天手感火热，得到了27分。看似其他人好像没怎么得分，其实比赛过程十分残暴，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了。今天的比赛成了一场防守大战，因为今天的韦德和波什手实在是太烫了，快船全队不得不把体能和精力全都放在了防守。即便是这样，韦德波什2人仍然一个得到32分，一个得到24分，最终热火3巨头合砍64分。要知道，这前2场比赛可都是在迈阿密热火的主场美航球馆。接下来，快船就要回到洛杉矶，连续3场在斯台普斯中心迎战热火。事情的发展显然大大出乎了 NBA 管理层的预料，这势头不太对啊。第2场比赛刚结束， NBA 管理层就连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至于会议内容，不用说大家也都能想得到。第3场比赛，你直接让队员们甩开了膀子打进攻，在防守端绝对不能有太大的防守动作，不要给裁判任何机会。如果是吹走步、2次运球这些违例，不要争辩，直接认下。谁让咱们学艺不精，让裁判能抓住小辫子？最重要的就是一点，心态一定不能崩，这是5打8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果然如你所料，这场比赛裁判只差穿上热火球衣了，但是架不住快船这边就是准了。本场比赛快船全队3分球33投20中，光是靠着3分球就得到了60分。库里贡献了全队最多的8记3分球，本场比赛狂砍32分。最终快船以112比103赢下热火，大比分3比0。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任何人认为热火有夺冠的希望了。NBA 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在0比3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现在的问题是热火队考虑能不能被绅士横扫的问题了。你可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这里可是 LA 啊，这里可是斯台普斯中心。第4场比赛，随着裁判的中场哨声响起，洛杉矶快船队以105比95战胜迈阿密热火，以大比分4比0横扫对手，获得了2010至2011年度的 NBA 总冠军。砰！一枚巨大的彩弹从斯台普斯中心上空炸开，向世人宣告了这个激动人心的结果。尽管洛杉矶湖人今年未能达成3连冠，但快船队还是将今年的总冠军奖
奖杯带回了洛杉矶。快船的队员们站在场中，激动的和家人、球迷们分享着这份喜悦。你也在开心的同时，心中还在惦记着一件事：今年的 FMVP 究竟会给到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心里真是没有什么底。从表现上看，大姚、库里和吉诺比利表现的都非常好。大姚场均25分15分篮板，外加场均3次助攻和2次盖帽；库里场均26.5分4.5个篮板，还送出7次助攻抢断2.5次；吉诺比利场均20.5分4个篮板，还有4次助攻2次抢断和1.5次盖帽。数据上的话，吉诺比利稍微逊色一些，但胜在更全面。库里得分最高，助攻数也最高，但是大姚是唯一一个场均25+10表现的队员，数据上更有优势一些。差点忘了哈登，总决赛也有场均13分5个篮板5个助攻的精彩表现。米尔萨普已经习惯为团队牺牲了，总决赛6.5分7.5篮板5.5助攻，数据不亮眼，但是防守端表现十分出色。两队表现最好的球员其实是热火队的德维恩·韦德，他场均可以砍下28.5分，抢到7.5个篮板，送出5次助攻，同时还有1.5个抢断和1.5个盖帽。如果是热火队夺冠的话，那 FMVP 毫无疑问会是韦德的。可以用后来这么一句话来说，热火队输了，但是韦德没有输。热火的另外2位3巨头，波什表现属实一般，场均只有18.5分，抢到7个篮板。至于勒布朗·詹姆斯，他整个总决赛下来简直形同梦游，第一场拿到17分，第2场拿到8分，后面2场状态略有回暖，一场拿到23分，一场拿到22分，最终场均得分只有17.5分。不过好在每场比赛还能抢到7个篮板和7次助攻，总决赛场均17+7+7，看上去这数据好像还行，但是要知道，本赛季詹姆斯在常规赛中场均可以砍下27分，7.5个篮板和7次助攻，总决赛直接场均少拿了将近10分。你之所以不知道 FMVP 给谁，最大的原因还是品牌代言的问题。大姚和库里代言的青力是一家国产运动品牌，最近2年上升的势头十分明显。虽说完全威胁不到钩子等品牌，但是也不容小觑。主要是青力的崛起会分相当一大杯的羹，哪怕是只抢占到国内的一部分市场份额，在目前来看，那也至少是几十个亿，发展到10年后，那就是几百个亿了。NBA 联盟或许不会放任青力这么野蛮扩张下去，但是这个 FMVP 要是给到吉诺比利，那就真有点说不过去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总决赛中的吉诺比利只是打辅助的，总不能把吉诺比利在西决的出色表现硬搬到总决赛上来评吧。至于韦德，虽说他表现确实出色，但是想要拿败方 FMVP 还是不太够格。NBA 历史上唯一一个败方 FMVP 今天也在现场观赛，就是 Logo 老爷子杰里维斯特。1969年总决赛，维斯特老爷子31岁，正处于巅峰，对阵双方是洛杉矶湖人和波士顿凯尔特人。湖人这边有老爷子维斯特，还有32岁的远古巨兽张两万，以及35岁的无冕之王贝勒爷。凯尔特人那边有35岁的指环王拉塞尔，36岁的萨姆琼斯，以及29岁正值巅峰的绿凯队史得分王约翰哈夫利切克。最终两队战满7场，凯尔特人在抢七大战中以108比106拿下湖人队。虽说两队全都是大神级的人物，但是表现最亮眼的是31岁的维斯特老爷子。7场比赛中，他场均可以砍下37.9分，并且还有4.7篮板、7.4助攻，投篮命中率为49%，罚球命中率为83.9%，是两队进攻效率最高的球员。最终，他拿下了这一年的 FMVP 奖杯，成为了 NBA 历史上唯一一个败方 FMVP。所以，韦德虽然表现也很出色，但就事论事，你表现再好，也逃不了你是被4比0横扫出局的，被横扫的败方 FMVP。这是打算把这个奖项当笑话吗？过了好久 ，NBA 总裁大卫斯特恩终于和指环王比尔拉塞尔一同来到台上。斯特恩说道 ：“NBA 2010至2011赛季总决赛获得 FMVP 的球员是。”台上所有人全都停了下来，在喧闹的斯台普斯中心努力翘起耳朵来。姚明啊！台上的众人再次欢呼起来，所有人都在拍打着大姚，表达自己对大姚的祝贺之情。作为球队的一员，所有人都知道大姚对现在这支快船队的重要性。指环王老爷子走到奖杯前，轻轻拿起以他名字命名的比尔拉塞尔杯，一脸欣慰地交到大姚的手中。孩子，恭喜你，你做到了，这是你应得的。自从大姚进入联盟以来，拉塞尔老爷子就一直关注着大姚。2004年的时候，拉塞尔老爷子就曾经通过媒体表达了他对大姚的喜爱，他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出色的国际球员。他已经不需要更强壮了，比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后来，拉塞尔老爷子曾经当面对大姚说过：“姚，你已经在 NBA 打了这么多的比赛，还要回国打比赛，纵然你的身体很好，但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大姚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拉塞尔老爷子是带着怒意说的。自从大姚进入国家队后，无论什么国际比赛，国家队都要大姚必须回国参赛，哪怕是丝杯、钻石杯这种小比赛，大姚也不许无故缺席。实际上，这种小赛事根本无关乎与国家荣誉。说一句没什么见识的话，如果不是大姚，好多球迷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些赛事。在前世，拉塞尔老爷子在得知大姚退役的消息后，既遗憾又自责，还说过要是他当时拿枪指着大姚不让他回国参赛，或许大姚就不会退役了。此时此刻，当拉塞尔老爷子看到大姚捧起 FMVP 奖杯时，内心别提有多开心了。大姚恭恭敬敬地弯下身子，从拉塞尔老爷子手中接过奖杯，嘴里不停地表达感谢。拉塞尔老爷子等大姚接过奖杯后，直接张开双手抱住了大姚。等老爷子松开大姚后，大姚双手捧起奖杯，高高的举过头顶。就在此时，大姚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拿着奖杯
杯找到了人群中的你。唐龙，替我举一会儿。大姚说着，一把将奖杯塞进了你的手中。大姚，你这啥意思？这是最有价值球员奖杯，球员你懂不？我是教练。你一脸懵逼。不，大姚突然坏笑起来。你也是球员，在你那个的领域，你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最有价值球员。靠，你瞬间懂了。大姚，你变坏了，我真没看出来，你竟然也……还没等你说完，大姚突然对着队员们招呼了一下，众人起着哄就把你高高的抬了起来。最后，随着总冠军奖杯被大姚举起，NBA 2010至2011赛季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落下帷幕。